女人10年来第一次走进家里的厨房，然而眼前的一切却让她羞愧难当。明明家里是富甲一方的万元户，可女儿身上穿的是一身寒酸的衣服，脚上也是缝了又缝的破鞋，而她丈夫则是每天任劳任怨的辛苦赚钱养家。得知真相的女人此刻自责不已。原来女孩有个暗恋的对象叫赵大伟，但家里做主把她嫁给了同村的宋玉川。谁料女孩只认准赵大伟，为了能得到他的喜欢，她拿着宋玉川的钱去贴补讨好赵大伟的姐姐赵青青。即便是做到了这种程度，赵大伟对她不仅没有半分喜欢，还对她厌恶至极。就在今天上午，赵大伟突然宣布结婚，全村的人都请了个遍，唯独落在了他家。女孩受不了这种刺激，又觉得对不起宋宇川跟孩子，一时想不开，便往村边上的大槐树一撞，打算一死了之。可能是他打动了老天，于是安排一位来自21世纪的集团女总裁，魂穿到身上获得重生了，还赋予一个灵权空间。妈妈，林之瑜看去，只见一个3岁的小女孩用害怕的眼神看着他，这正是原主的亲生女儿。小豆包，快到妈妈这边来。妈妈，喝水。林之瑜这才注意到他手里端着一个缺口的碗，他不禁鼻头一酸。妈妈，不哭，小豆包不饿，把饭都给妈妈吃，小豆包喝水就饱饱的。林之瑜瞬间破防，原主不仅为了讨好别人委屈自己亲闺女，还跟自己孩子抢吃的，简直太无耻了。谢谢宝贝，你饿不饿？想吃点什么？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妈妈，我不饿。林之瑜没再说话，抱紧小豆包就往厨房里走去。他知道原主把家里的钱跟粮都拿去讨好赵青青了，所以瓦罐里的粮食肯定不会多。林之瑜不死心的还是打开了瓦罐。这原主是真够可以的，真打算把孩子饿死吗？林之瑜不是坐以待毙的性格，在旁边拿了个背篓，然后把小豆包装了进去。妈妈，我们去哪里？妈妈带你去找好吃的。林之瑜背起小豆包，凭着记忆往山脚下走。小豆包眼睛亮了亮，妈妈没有不要他，心里的害怕瞬间消散了不少。妈妈，我可以自己走。小豆包听话，等你吃饱有力气了再自己走好不好？好。小豆包重重的点了点头，表示他会听妈妈的话。到了山脚下，林之瑜看见山坡上有好多正在挖野菜的人，其中2个女人正为了几颗野菜的归属破口对骂。林之瑜不想惹麻烦，转身去了没人的河边。此时的小豆包已经睡着了，林之瑜将背篓放在安全的区域，他则是去河岸边观察情况。然而等他来到河边时，这才知道为什么那些女人宁愿为了几颗野菜大打出手，也不来河里捕鱼捉虾，这压根什么也没有。突然他灵机一动，从灵泉空间里面取出2滴泉水滴到河里，原本清澈见底的浅水区突然变得黑压压的，定眼一看，满满当当的都是鱼。林之瑜连忙捞起一条鱼仔细的看了看，1指来长的鲫鱼，很小，要是能大一点就好了，这样就可以把这些鱼拿到镇上卖掉，买里面粮油了。突然间又想到了灵泉空间，于是立马从里面取出一小桶水放到那条鱼上，随后鱼就以肉眼般可见的速度长大了足足2倍。这太好了。于是林之瑜马不停蹄地将那些鲫鱼都捞到空间里，那些鱼被泉水浸过之后，跟第一条鱼一样变得又重又大，一条鲫鱼起码得3斤左右。林之瑜看着背篓里熟睡的小豆包，马不停蹄带着他去了镇上。这会儿有家饭馆后门正开着，餐馆老板正指着几条僵硬发臭的鱼跟彩蛋大发脾气。我说了多少遍了，鲫鱼要买鲜活的，就算买不到鲜活的也绝不能买臭的，你这让我怎么做给客人吃？扔掉扔掉，统统扔掉。老板，这鲫鱼实在是难买，就这些还是我排了半宿的队才抢到的，大家拿到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不行多加点调味料，客人应该吃不出来吧？你懂个屁，这鲫鱼是我祖宗要吃的，没我祖宗饭馆哪儿来的收入？没收入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去。老板，我是来卖鱼的，你看看我这些鲫鱼你收不收？我这不收死鱼，你还是拿到市场去看看。话没说完，视线扫过背篓里活蹦乱跳的鲫鱼时凝住了，剩下的话悉数吞回到肚子里。彩蛋异常兴奋，上前仔细查看了一番。老板，是活的，都是活的，还这么大。妹子，你这鱼哪儿来的？野生的应该没有这么大吧？这鱼是我自己家里养的，品质会比野生的更好，这条送你，你让厨师做个鲫鱼汤，等你品尝过后再决定要不要买我的鱼。饭馆老板一愣，没想到这妹子为人倒是挺敞亮，自报家门不说，这么大的鱼还说送就送。行，大妹子，冲你这么敞亮，我就试试。饭馆老板接过林之瑜手里的鱼，走到后厨亲自去料理了。彩蛋小伙子也跟着进去了，没一会儿就端着4个热腾腾的肉馅包子出来了。你们还没吃饭吧？这会儿过了饭点了，就只有包子，将就着吃点儿吧。彩蛋小伙子把包子放下，怕林之瑜不好意思，又连忙退了出去。此时的小豆包也刚睡醒。妈妈，这是哪里？这里是饭馆，妈妈给你准备了肉包，还有些烫吹吹在吃。妈妈，好香啊！妈妈，你先吃。还有好多，咱们2个一起吃好不好？好。哎呀，大妹子，你这鱼还真是可以，这些鲫鱼你打算卖多少钱1斤？林之瑜不太清楚80年代的物价，他思考了一下，我这鱼的品质你也亲测过了，比市面上的鲫鱼更新鲜，品质也更好，所以这价格嘛自然要贵2倍。餐馆老板当下没说话，这确实是非常难得的好食材，他想都买下来，
可这鱼也确实是珍贵。老板，这些鲫鱼贵在稀有鲜活，你可以将熬好的鱼汤摆在饭馆门口，邀请食客免费试喝。有购买鱼汤的食客们可以在现场挑选活鱼，现挑现熬，这样一来一定会吸引很多食客购买。另外，如果你手上的现钱不方便的话，也可以用泯灭粮油抵一半的账。饭馆老板闻言，眼前一亮，这真是个极好的方法。紧，那这些鲫鱼我都要的。于是饭馆老板就让彩蛋把背篓里的鲫鱼称好重，又去厨房置办了林之鱼需要的东西。大妹子，市场上的鲫鱼5毛1斤，你这鱼按1块5一斤，一共30斤，我要给你45块钱。我大米面粮油都按进价给你，大米和白面2毛1斤，一样给你30斤，就是12块钱。油的话就贵点了，算你8毛1斤，只能给你10斤，这样我再给你25块钱。林之鱼点了点头，表示同意。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可买不到这么好还这么多的米面粮油。然而县城里，赵青青在一家国营单位门口等了许久，终于见到了宋宇川。不好了，宇川，你家出事了。我家里出什么事了？宇川，林之鱼他太不像话了，为了得到我弟弟的喜欢，不仅花光了你给他的钱，还克扣小豆包的口粮。还有我弟弟今天结婚，没想到林之鱼竟然撞树寻死，再这样折腾下去，小豆包还不被他折腾死？你要不要回去管管？我知道了。宇川，我跟你一起回去。我还有别的事，你自己走吧。宋宇川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气得赵青青直跺脚。不管他怎么表现，宋宇川就是逼着他。爸爸，你回来了，你看，这是妈妈给我买的裙子和鞋子。爸爸的宝贝女儿可真好看。宝贝，吃饭了。不知道你今天回来做的饭有些少，你先休息一下，我再去多做一些。林之鱼，你拿宇川的钱去勾搭我弟弟不说，现在宇川他好不容易回趟家，你居然还这么大手笔的花他的钱。你知道他把工资都给你，自己在外面是怎么省吃俭用的吗？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我花他的钱和你有什么关系？我跟宇川一起长大，就跟他姐姐一样，你自己不检点，明明都跟宇川结婚了，还不要脸的花他的钱去勾搭我弟弟，对小豆包也从来不管不问。要我说，宇川就该跟你离婚。像你这种无德无良又不要脸的女人，不要也罢。就算是亲姐姐也不会管这么宽，你又算个什么东西，在这胡乱攀扯我男人？还有你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让我们两口子离婚，怕不是喜欢我男人吧？赵青青对林之鱼发号施令惯了，哪里受得了这种气？我就是喜欢他怎么了？宇川那么优秀，就该配像我这样优秀的女人，不像你明明都结婚了，还勾搭我弟弟。听说你今天还为了我弟弟连命都不要了，你可真够深情的。我以前是对赵大伟有过好感，自从跟宇川结婚后，我便断了那些不该有的念想。是你一次又一次的来找我，说什么只要我拿钱给你，再跟宇川时不时的闹上一场，故意对小豆包不管不问，造成我对你弟弟念念不忘的假象。宇川就会吃醋，就会在乎我。可直到你弟弟结婚，我才醒悟，你哪里是为了我好，你分明是在骗我的钱给你弟弟凑彩礼。我一时想拨开撞了树，可惜我命大没死，就想着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可没想到你又跳出来掺和我的家事，为的就是搅和的我们两口子离了婚，你好把宇川据为自由，到底是谁不要脸？赵青青目瞪口呆地看着林之宇，这个女人到底知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你胡说，这都不是真的，你在诬赖我。我诬赖你？你弟弟结婚，对方要了1000块钱的彩礼，你们一家子都没工作也不种地，亲戚们的条件跟你们也差不多，所以钱是哪里来的？偷来的吗？围观的村民看赵青青的眼神都变了。我记得老赵家两口子犯了，把地租出去了，一年撑死挣个10几块钱。赵大伟跟赵青青又没工作，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穷。可从4年前开始，老赵头经常喝酒吃肉，我还以为是从哪儿发了笔横财，没想到都是骗来的。可不是，之前赵婶子就到处吹嘘他家女儿有多厉害，帮着解决了赵大伟的彩礼，1000块钱呢。这要是真的，赵青青真是缺了大德了。岂止是缺德，骗了人家林之瑜的钱，还撺掇人家两口子离婚，妄图抢人家的男人，这样的女人不要脸到家了。这以后谁家娶了这样的儿媳妇，还不得被算计得家破人亡啊！赵青青脸色惨白，被那些话对的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完全没了刚来的时候那股子嚣张劲儿，转身就想跑，却被一把抓住。我每个月给你30块钱，4年就是1440块钱，你把这钱还我。你胡说，你分明一个月只给了我20耶！话都没说完，他才反应过来被炸了，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宇川，你就看着你媳妇这么欺负我吗？是你在欺负我媳妇，还对我的家庭造成了伤害。还有我没有姐姐，也从未喜欢过你，以后切莫再要胡乱攀扯。宋宇川那种拒人千里之外的疏冷感，让赵青青再也受不了，连忙跑开了。她必须回家找赵母商量一下对策。经济闺蜜为了抢走我的优秀老公，不断挑拨离间我俩的关系，而且还暗中下套，让她的弟弟来败坏我的名声。从此我就成了闺蜜随意操纵的傀儡。家里本该富有的家庭，不仅被我败得一干二净，就连3岁的女儿都饿晕在床上。女人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便往村口的大树一撞，打算一了了之。可能老天想给她一次重来的机会。
于是，一位21世纪的集团女总裁魂穿到他身上，必将好好的惩罚他们。宇川，你怎么把碗都洗了？我来就好。你怎么还没睡？我睡不着，就想着来看看我的鱼苗。你打算养鱼吗？我今天从河里捞到不少鲫鱼，大的拿到镇上饭馆卖了，换了些米面粮油，小的就当鱼苗养着，以后挣了大钱就盖个大房子，再给小豆包攒些学费。林之瑜自然而然地跟他说着以后得打算养鲫鱼的事，并不打算瞒着他，毕竟以后要在一起过日子。宋宇川安静地听了半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来递给他。这是什么？这是这个月的工资，你先拿着用，如果不够，回头我跟单位预支一点。不用，我今天卖鱼之后还有剩，而且米面粮油买了好多，我们娘俩也用不到什么钱。拿着吧，你一个人在家，又要带孩子，又要养鱼，等鱼养大了还要去卖鱼，手里有点钱，有个什么事也不用慌。我在单位上班也能放心些。给媳妇跟孩子花钱本来就是他应该做的。林之瑜看着手里的钱，心里有点暖又有点酸。我请了3天假，明天陪你回娘家看看二老，买了2罐麦乳精，2包桃酥，还有单位发的2瓶高粱酒和1包茶叶。你看还有什么需要买的？我今天从镇上买了5斤猪肉，明天带上一半，再拎上1条鲫鱼。说起来，我这个当女儿的都没你这个女婿贴心。时间不早了，明天还得早起，快点去休息吧。他说完率先往门口走，走了好几步之后，发现宋宇川并没有跟上来。你还愣着干嘛？难不成你还想继续跟我分房睡？林之瑜是受赵青青挑拨，才故意表现出来疏远他，但这突如其来的转变依然让他很不适应。然而赵青青几乎是哭着跑回家的。赵母听他说了事情的经过，宛若土豆般的脸一沉。林之瑜那个臭不要脸的怂货，居然敢当众给你难堪，他这是找死呢，还想让咱们家还钱？我呸，门都没有！可他诈我的话，现在好多乡亲都知道我骗了他的钱。最重要的是，宋宇川好像不打算跟他离婚了，咱们得想个办法。瞧你那点儿出息，放心吧，想让宋宇川跟林之瑜离婚并不难，自有大把的人看他不顺眼，等着收拾他。明天咱们去林家走一趟。宝贝，起床了，一会儿妈妈带你去姥姥家玩。妈妈，可是你不是不喜欢去姥姥家吗？虽然他很喜欢姥姥家，但因为妈妈不喜欢，每次见了姥姥，2个人都会吵架，所以他从来不提去姥姥家里玩。妈妈和姥姥之前有一些误会，所以才会吵架，这次去姥姥家就是为了解开误会。小豆包乖巧地点了点头，妈妈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一家3口吃完早餐，林之瑜提着准备好的东西往娘家走去。在林家大门口，林之瑜的2哥林向前看到突然出现的一家3口，嘴巴顿时变成了圆形。小妹，你们怎么回来了？2哥，我们回来看看爸吗？林向前脸上僵了一下，没想到素来跟他不和的妹妹居然喊他2哥，还冲他笑。妈，妹夫来了。林母听到动静，连忙从屋里走了出来。妈，对不起，我以前是被人挑唆了，才对你们疏远。好孩子，不说了，妈都知道了。国庆啊，你为他们一家3口好不容易回来，快去把我养的那2只公鸡宰了。林国庆应了声，就去抓鸡。大姑林芳萍从另外医院里进来，脸上的表情不怎么好。宰什么鸡？那鸡是要留给妈补身体的。你这闺女做了那么多丢人现眼的事，她配吃吗？这大姑姐早就出嫁了，因为跟夫家关系不好，所以带着孩子搬回了娘家。这些年，她跟林老太太时不时的找些麻烦，甩些脸子。闭上你的臭嘴！你胡说些什么？我闺女行得正坐得端，她干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儿了？你可别没事找事。再说了，这鸡是我养的，我愿意给谁吃就给谁吃，我不愿意给谁就不给谁，你管得着吗？林芳萍带孩子回娘家多年，早就看上了林家新盖的房子，一直想据为己有，将来留给孩子或者自己养老都好。是你养的没错，可我说了这是给妈补身体用的，怎么难不成你舍不得给？你不给你就是不孝顺。你孝顺，你给他养啊，给他买呀，你狗屁不做，还想拿我的东西当好人，给我滚远点。2人的争吵声引来很多村里人，听到这话纷纷表示不赞同，觉得林母说话难听啊。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呢？人家方平只是为了孝顺林老太，这有什么错？你闺女那么年轻不吃鸡，什么事都没有，林老太可不行。方平，别跟他一般见识，无知的村妇而已，不像你能干又孝顺，2个女儿也争气。听说仙儿今年考上了京城大学了，以后你可是有享不完的福。这当妈的不孝顺老人，所以这当闺女的也不是个好玩意儿。看看他办的那些荒唐事，什么为了得到宋宇川的重视，故意编造对赵大伟念念不忘的假象，这么多心眼，能是什么好人？真是随了根了。80年代有多少女人被孝顺2字压得痛苦窒息？一旦不孝顺所谓的婆婆，那个儿媳妇就会被所有的亲戚指责谩骂。林芳萍见周围的人都向着自己，立马趁热打铁。林之瑜，你做了这么多丢人现眼的事情，让我们老林家蒙羞。我要是你，我早就跟宋宇川离婚了。大姑，你还没离婚吧？
该孝顺公婆的时候，你跑到娘家里躲清静。还有听说大姑父经常打你，原因就是你总是跟你婆婆吵架。我要是你啊，我现在就带着行李回婆家去，跪在公婆跟前磕头赎罪。当然了，别忘了给他们买点东西啊。不对，我忘记了，你最喜欢抢他们的东西吃。你说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人呢？难道是随了林老太太？林芳萍脸色一僵，她在家里作威作福惯了，就连林父也得给她面子。她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窝囊气？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看你不撕烂你的嘴！她冲过来就想去薅林之瑜的头发，林之瑜在她靠近的时候，利落地伸出了腿，踹到了她的小腹上，一下子将人踹出去老远。天杀的，这小混球打自己的亲姑姑了，快来人啊！林芳萍躺在地上，捂着肚子大吼大叫，完全就是一个市井泼妇。这时，赵青青跟赵母不知从哪里也冒了出来。你这孩子怎么犯浑打人呢？方平可是你的亲姑姑，就算说你两句又怎么了？你听着就是了。你忤逆不孝还动手打人，就这德行还配为我们易水村的一员吗？人不犯贱我不犯浑，你也是来找打的吗？对了，我记得你女儿还欠我1000块钱，现在立刻马上还给我。赵母气得牙痒痒，只能矢口否认。什么钱？我不清楚，你有欠条码，别空口无凭的在这耍无赖。听到这话，地上哀嚎的林芳萍突然从地上坐了起来。没错，你不孝顺就算了，还诬赖别人，老林家是容不下你了，赶紧滚！林芳萍心里是得意的，因为现在的局势对她很有利。跟人家耍无赖要钱，殴打自己的亲姑姑，老林家是造了什么孽，生了这么个丧门星？你们没发现，但凡跟他有接触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听说宋雨川的家底都被他败光了。要我看，像这种不祥的人就应该把他赶出易水村。还有林父林母，谁知道这不祥是不是随了他们？干脆一块离开村子得了，省得在这污染空气，坏了咱们这的风水。这但凡要点脸的，就主动离开了。咱们大家伙都表个态，同意林志宇一家子离开村子的都举恪手。在场的都是林芳萍请来的狐朋狗友，自然都向着他，一时间纷纷举手，让林之瑜一家子滚出易水村。宋雨川眉头紧锁，手臂上的青筋暴起，他上前一步，却被林之瑜拉住。你好好看着孩子，这帮无赖我收拾得了，还不需要你出手。林之瑜冷冷一笑，转身从旁边抽出一根烧火的铁棍，拖着往林芳萍他们那边走。林之瑜也不说废话，抡起铁棍照着林芳萍使劲一砸。哈哈，真怂，再敢胡咧咧，这木桌就是你的下场。随后他又指向赵母二人，你们什么时候还钱？是不是非得让我抽你们一顿？赵青青早就吓得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往赵母身后躲。还是那句话，你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拿了你的钱，我们又凭什么还你钱？林之瑜皱了皱眉，还真有顽固不化的滚刀肉。他正打算教训一下二人，门口突然进来了一个人。都给我住手！林芳萍一下子像是找到了主心骨，就开始狗叫了。村长，你可不能放过林之瑜这个混蛋王八蛋，他差点打死我，他忤逆不孝，他不要脸。行了，我从头听到尾，你别在我跟前耍这一套。你要是还想在易水村待，别成天想些有的没的，一天到晚净找事儿。你要是不想待，跟我说一声，我让人把你送回你婆家。林芳萍顿时蔫了，她不想回婆家，回去之后那个男人会打死她的。村长威严的视线转了一圈，落到赵青青身上。哼，你挑拨与川郎口子离婚这事儿，我念你年轻不懂事就不追究了。但你骗林之瑜的钱，昨天已经当众承认了，还想要什么证据？非得把你交到派出所，让村里的乡里乡亲都去作证，吃上几年的牢饭。你们自己为了钱不要命可以，但应该不想影响到赵大伟吧？你们不主动还钱，那就让宇川去找赵大伟，听说他们俩是一个单位的。是的，李叔。赵母脸色变了变，赵大伟刚调任到宋宇川的单位，工作还不稳定，这个时候去找他，一定会给他惹大麻烦。他们家还得靠着赵大伟分身，所以赵大伟可不能出手。我们还还不行吗？先答应下来再说，反正又没规定具体时间，什么时候还还不是他们说了算。我给你半天时间，今天午饭前把钱送到林之瑜手里。你要是不按时还钱，我让宇川下午就去县城找赵大伟。赵母一急，竟然当众晕了过去。李光明威严的眸子扫过林芳萍那些狐朋狗友。我易水村虽然穷，但讲究村民之间团结友善，信奉科学。你们这些长舌妇若再敢在村里嚼舌根、传闲话、帮闲腔、管闲事，年底村里给的口粮谁都别想要了。那些人不敢再继续多待，生怕一不小心惹恼了李光明。跟林芳萍的友谊比起来，还是自家的生计更重要些。一个个灰溜溜的离开了。你这丫头果然是不开窍能气死宇川，开了窍敢打死别人，年纪小小的脾气还挺大。李叔，我跟宇川不过是带孩子回家来看看父母，他们不仅又吵又闹，还给我们扣了那么多屎盆子，好像我们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死罪一样。这个年代，人们将名声看得比命都重要。就林芳萍跟赵家母女二人今天这一番闹腾，简直就是冲着要他命来的。
她早就不是以前的林之瑜了，断然没可能再像以前一样怂，任由他们拿捏。金鸡闺蜜为了抢走我的优秀老公，不断挑拨离间我俩的关系，而且还暗中下套，让她的弟弟来败坏我的名声。从此我就成了闺蜜随意操纵的傀儡。家里本该富有的家庭，不仅被我败得一干二净，就连3岁的女儿都饿晕在床上。女人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便往村口的大树一撞，打算一了了之。可能老天想给她一次重来的机会，于是一位21世纪的集团女总裁魂穿到她身上，必将好好的惩罚他们。接上集。过几天我打算挖的鱼塘，到时候二哥你跟大哥都去帮忙吧，我给你们做饭吃，还给你们开工钱。小妹，你跟哥客气啥？我们给你帮忙都是应该的，谈钱就见外了，你到时候随时招呼我们就行。这会儿正是农闲，地里没啥活，林国庆跟林向前也没个手艺，除了在家里帮着林建军打些小板凳挣点零花钱，去外面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活干。鱼，你挖鱼塘是打算养鱼吗？妈能帮上啥忙不？闺女这次变化太大了，不仅学会了做饭，如今还要挖鱼塘养鱼。林母这心里又骄傲又担忧。妈，到时候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就帮我看着小豆包。行，没问题，我早就跟你爸商量好了，会帮你把孩子看大。以前闺女对他们两口子有意见，如今闺女自己想通了，她自然是要帮着带带孩子，帮忙减轻压力。你明天就要走了吗？不是说请了3天假吗？算上昨天也才2天而已。得算上路上的时间，昨天从县城回来算1天，今天算1天，明天早上就得走，不然赶不上去单位的公车。没办法，单位在县郊，离着县城还很远，而且1天就那么1趟车。林之瑜叹了口气，这才相处了1天，莫名其妙有点舍不得了。对了，我想跟你商量个事，之前被找青青骗过去的钱不是要回来了吗？我想在咱们家的口粮地里挖个鱼塘，用来养殖鲫鱼，你觉得怎么样？你决定就好。那可是口粮的，你就这么放心的交给我挖鱼塘啊？那万一我要是赔了呢？不说攒的这些钱，连咱们一家3口的口粮都没了。在缺吃少穿的年代，口粮地就跟人的命一样重要，他这么轻松的就答应了，都不带犹豫一下的。没事儿，做任何生意都会有失败的风险，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家里的口粮也不用担心，我下个月除了工资外还会有些补贴。谢谢你这么支持我，你放心，咱们家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等以后我挣大钱了，就给你买大汽车。男人不都喜欢车吗？宋宇川肯定也喜欢，以后等他挣了大钱，他就给宋宇川买汽车，让他成为村里最炫酷的男人。第2天早上，林之瑜一觉醒来，宋宇川早早的提着提包离开了，被子依旧叠成了方方正正的豆腐块，整整齐齐的放到了最里面，旁边还放着一张纸条。我去上班了，太早就没叫醒你，记得吃早饭。林之瑜摸着那3个字，嘴角不由得弯起，字如其人，都挺板正的。妈妈，你吃菜菜。真乖，谢谢宝贝。宝贝，妈妈一会儿到镇上去买2只老母鸡，买回来养在咱们院子里，等下了蛋给你蒸鸡蛋糕吃。你去姥姥家跟姥姥玩会儿，中午饭前妈妈就去接你回家好不好？这会儿天已经热了，带着孩子去镇上要走很长的路，他倒是没什么，就怕这一来一去的，小豆包跟着上火。那妈妈，你中午饭前一定要来接我哦。他想跟着妈妈一起去，但他也知道自己个子小，力气也小，走路根本走不远，跟妈妈一起去只会累到妈妈。好，小豆包要乖乖听话，好好吃饭，把身体养得棒棒的，这样就能跟着妈妈到处跑了。对了，妈妈，这2天我看到评论区里有好多哥哥姐姐都在问小说在哪里看。宝贝，那你下次哥哥姐姐在问你的时候，你就说在番茄小说里面搜索我在80有空间就可以了。知道了，妈妈。随后林之瑜把孩子送到林家，交给林母，便马不停蹄地往镇上去了。除了要买2只下蛋的老母鸡，他还想着去镇上的香满园饭馆看看。好几天没去，也不知道这鲫鱼卖的咋样。这次依旧是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催动意念，从空间里取了满满1箩筐的鲫鱼。林之瑜这才慢悠悠地背着背篓往香满园走去。我说，孙老板，我都接连排了好几早上的队了，怎么一到我鲫鱼汤就卖完了？你这咋回事？是不是故意针对我？倒不是他愿意喝这鲫鱼汤，而是家里的老母亲要喝。最近一段时间老太太这个不爱吃那个没胃口，他为了老人家能吃口饭，算是费了老劲儿了。王老板，我这也没办法，鲫鱼就那么多，哪个上门的顾客我都得罪不起。鲫鱼不够卖，你倒是让供货的给你送啊！我不管，你今天必须给我整1份出来，不然我把你店砸了，你信不信？这时出来了一个人，约摸着30出头的样子，他手里端着一盆汤。老孙，我这份汤没动呢，你先拿去给人家吧。孙望祖眼前一亮，接过鲫鱼汤递给了中年男人。孙老板，明天我还是这个点来，你会把汤给我准备出来吧？他真的好想拒绝，但中年男人那犹如恶霸一般的目光紧紧地锁着他，大有他敢说个不字，下一秒就直接动手砸店。我尽量。中年男人冷哼一声，从皮夹里掏出几张大团结，放到孙望祖跟前。不是尽量，是一定，不然我就砸店。说完，他留下钱，一手端着汤大摇大摆地走了。孙望祖欲哭无泪地看着收银台上那几张大团结，生平第一次觉得钱不顺眼。咋了，老孙？钱烫手？你这会儿能乐就可劲儿乐吧。那卖鲫鱼的姑娘再不来，我这饭馆明天不被王老板砸了。
也开不了几天了，到时候你就回你自己家里住。实在不行，你就换个供货的呗。我就不信偌大的易水镇找不出第二个卖鲫鱼的。实不相瞒，前几天还真有几个卖鲫鱼的过来，只是那些鲫鱼要么是死的，要么品质不好，煮出来的汤又黑又苦，跟那姑娘卖的鲫鱼简直就是一个地上一个天上，完全没法儿比。可这么干等下去也不是办法，你又没记住那姑娘的名字是哪里人，若是想找到她，只能大海里捞针了。话说，这鲫鱼汤真的有那么好喝吗？至于他们这么疯抢，要我说还是村里人见识少，这要是在绅士人家都不拿正眼看的。那是因为你一口没喝，你要是尝过之后就不会这么说了，没准儿比他们还疯狂。呵，我才不会这么没出息，那鱼汤就是再端上一盆来放到我眼前，我也会从容淡定。人来到街上，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每天凌晨5点钟就开始有男女老少来这家店里，只为喝上一碗汤，生怕来晚了就喝不上。孙老板，今天我要是再喝不上这汤，我立马叫人来砸了你的店。妹子，你可算来了，我刚才还说派人去你村里找你买鱼呢，你这次送来多少我都要了。孙老板，这养鱼也需要周期，目前基本上我1周能来送1次，足够你这1周的用量。亲，妹子，都听你的，就还按着上次的价格来，我这就去后堂给你拿钱去。随后孙望祖高高兴兴地往后堂去了。姑娘，你这鲫鱼比别处的鲜活，品质也好，你有没有考虑过扩大养殖规模，把鲫鱼卖到城里去？他是个商人，若这鲫鱼能卖到外面去，肯定能大赚一笔。这事儿我有想过，我正筹备着挖鱼塘呢，估计过上1个月就能把产量提上去。那你想过销路的事情吗？还有运输跟保鲜的问题。我没打算往城里卖鲜鲫鱼，运输跟保鲜做得再好，到了城里味道估计也会大打折扣，而且我已经承诺了独家供应香满园新鲜的鲫鱼。孙望祖正好从后堂拿钱出来，听到这话忍不住一惊，他知道林之宇讲究，但没想到他这么讲究。那你扩大养殖规模干啥？该不会都指望着这小饭馆都吃下吧？我跟你说，这小镇能有多少人？你应该选择城里的大饭店合作，再不济城里的市场也行。孙望祖的脸立马黑了，他走过去没好气地说道：你懂个屁，我这饭馆也就是现在看着小，以后不会往大了发展吗？我以后还可能发展到省城，发展到全国，人家妹子跟我合作是有远见好眼光，不像你目光短浅。也不知道是谁说前几天喝流量特别小，都快经营不下去了。我是这样想的，先紧着孙老板的饭馆供应新鲜的鲫鱼，等饭馆生意红火了，鲫鱼的知名度打开之后，再做鲫鱼罐头，把鲫鱼罐头卖到城里乃至全国去。他思来想去，还是把鲫鱼做成罐头比较好，虽然没有新鲜鲫鱼的鲜嫩，但又是另外一种风味。哈，你的意思是你要建罐头厂吗？对，我在村里养鲫鱼，以后会在村里办一个加工厂，这样不仅可以节省运输成本，还能延长鲫鱼的保质期。那你办加工厂的话，需要设备啥的，我可以帮忙。我在绅士待了10来年了，有个小公司，对这方面还挺熟的。这事儿不急，我还没存够钱，而且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提高鲫鱼的知名度，等知名度上去了，其他都好说。单靠你自己的话，要想存够了办厂的钱，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我觉得咱们3个可以合作一把，你就专心养鱼，孙望祖负责提高知名度，而我负责筹办加工厂跟开拓市场。孟继凡说的，他确实心动，但他不了解他呀，今天也只是第一次见面，谁知道他实力咋样，人品咋样？妹子，这事儿是我发小太心急了。我这发小外表虽然看着不咋靠谱，但内里却是个靠得住的人。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对他还算了解。他当初之所以选择跟孙望祖合作，也是看中了他的为人。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他也不好再推辞。如果咱们合伙干的话，那这利润咋分？你这是答应了？为啥？我跟孙老板合作的挺愉快，他开饭馆坚持选用新鲜的食材，不以次充好，不乱涨价，我信得过他的为人。我是这样想的，等加工厂办好之后，跟你们现在的买卖不牵扯，这利润分成就按3-3-4分，我跟望祖各沾3成，林妹子拿4成，如何？你筹办加工厂，出钱出设备，后续还得跑各种手续，大妹子得建鱼塘，得用饵料，还得专业养殖，比起你们的付出，我这基本上没啥投入，所以我拿3成不合适。依我看，我拿2成，大妹子拿5成比较合适。孙望祖想的比较简单，这挣钱发财的事情，他们2个能带他一起，他就已经很感激了，万万不可贪心。按3-3-4分成吧。孙老板，你这饭馆每个月都要付房租，还有食材、人工费、电费、水费，开销也不小，这些都算前期投入，后期宣传肯定还会有其他花费，所以你拿3成是合理的。他下定决心合作，觉得孙望祖这人很可靠，应该不会坑他，这桩买卖能稳妥不少。对了，孙老板，你对提高鲫鱼汤知名度方面有啥想法吗？我觉得现在的方法就挺好，现选现炖，虽然需要耗费一部分时间，但食客们也都接受。
实不相瞒，这几天凌晨4点钟的时候，饭馆门口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都是为了鲫鱼汤而来。林之宇点了点头，是这么个理。这年头，人们口头相传便是最好的广告。那我回去就建鱼塘，差不多1个月之后，每天都能供应100斤左右。孙望祖的眼睛亮了亮，按着他饭馆目前的火爆程度来说，一天消化掉100斤完全没问题。宇川，你咋才回来？今天中午食堂吃米饭跟白菜粉条，我给你打好了，你再不回来，饭菜都凉透了。在路上耽搁了。厂里现在都传遍了，说宋宇川这次匆忙回去就是为了办离婚，心里也挺不是滋味，为他感到不值。宇川，2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但2条腿的女人多的是，尤其你长得好，又能挣钱，还是大学生，就你这条件，随便哪一条拎出来都能找个优质的对象。你说啥呢？谁告诉你我离婚了？梁尚敬见他不像开玩笑，连忙争了脸色，把厂里的传闻1五1十的跟他讲了。这帮人真是闲的没事干。这么说，你没离婚了？其实也不怪他们瞎转，都是赵大伟那个臭不要脸的造的谣。前几天你前脚刚走，他就把嫂子勾搭他的事传得沸沸扬扬的。宋宇川眉宇间一派严肃，他只是想把钱省下来补贴家里，没想到居然阴差阳错被人误会了。我没离婚，我们之间的感情很好，还有也从来没有勾搭过任何人。他是被赵大伟的姐姐给骗了。原来是这样啊！赵大伟那小白脸可真够臭不要脸的，得了便宜还卖乖，居然还敢造谣编排嫂子呢。要我说，这小白脸就是欠抽，咱们能晚上找个机会把他约出来，给他套个麻袋，狠狠地抽他一顿，咋样？别动不动打打杀杀的，咱们是文明人，得用文明的方式解决。打赵大伟一顿，只能当下出口恶气。林之瑜被赵青青骗了4年，名声尽毁，后来还差点丢了性命。可没这么便宜的事，女人把不要钱的水往鱼身上撒，不料下一秒竟然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了2倍。据接上集，宇川，你果真在宿舍呢？我从家里带了些红烧肉，特意给你拿过来尝尝，别总吃开水泡白米饭，那样没营养，会把身体毁掉的。哈哈，还没去找那孙子算账，你倒是主动上门来了。梁公，你这话说的不对，我跟宇川一个村的，从小一起长大，关系本来就好。如今他离婚了，我好心过来安慰他一下，这有什么错？你别在那瞎造谣了，人家宇川跟嫂子关系好着呢，你这么盼着人家2口子离婚，是见不得人家挺幸福，还是心里有问题？什么？宋宇川跟林之玉没离婚？林之玉她不是个好女人，明明都跟你结婚了，还对我百般纠缠，这样的女人，你还留着她干嘛？宇川，我是真心为你好，你听我一句劝，跟她离了的了。以你这样的条件，什么样的好女人找不到？梁尚敬已经忍不了了，他捏了捏拳头，想抽赵大伟这个蠢猪头，狠狠地抽他。你说我媳妇对你百般纠缠，你拿出来证据来。这还要什么证据吗？这事儿村里人都知道，一水村里随便一个人都能作证。那好，那咱们就把事情掰扯明白了。尚进，你去把王科长跟李部长请过来。梁尚敬应了一声，立马跑去请人。王科长是宋宇川的上司，李部长主管人事，都是挺大的领导。赵大伟心里突然涌上来一股不好的预感。宇川，我只是关心你而已，你把领导请过来干嘛？宋宇川懒得搭理他，坐在床上静默不言。没一会儿，王科长跟李部长都赶了过来。赵大伟，既然你说你们村的人可以作证，宇川媳妇对你百般纠缠，那你就让他们出来作证，没有证据就是污蔑。赵大伟自己只是来撮合赵青青跟宋宇川的，怎么就扯到了请人作证上？他并不想把事情闹大，这对他没什么好处。王科长，我们村离咱们这太远，村民都没出过远门，没啥见识，肯定都不愿意来。不必这么麻烦，我这里有电话，村长李光明家也有电话，一个电话的事儿。宋宇川根本不给赵大伟拒绝的机会，当即将电话拨通了，并且按了免提。哪位？李叔，我是赵大伟。是这样，电话接通之后，赵大伟立马抢先说了一通。大伟呀，你姐姐赵青青已经当众承认了，是你跟她一起骗了宇川媳妇，你怎么好意思让我给你做伪证呢？你等会儿，我这正好有几个村民，他们能证明宇川媳妇从来没勾搭过你，都是你跟你姐姐骗的人家。大伟，我是王婶子，咋到了现在你还撒谎呢？不把宇川2口子搅和离婚了不罢休是不是？人家招你们还是惹你们了？你们要这么心黑，骗人家钱不说还污蔑人家。我是李婶子，我那天确实听到赵青青亲口承认，她看上了宇川，想嫁给他，也为了给大伟出1000块的彩礼钱，这才骗宇川媳妇手里的钱。我这就这几位村民都愿意给宇川2口子作证，要是人还不够的话，我这就去把村里人都请过来。若是需要去你们单位当面作证，我们也都愿意去一趟。不用了，这就足够了。李村长真是麻烦你了。电话挂断之后，屋里的人全都沉默了，每个人的心情都有些复杂，尤其是跟着赵大伟一起过来的工友。不是这样的，林之瑜就是勾搭我来着，他们都在撒谎，肯定是宋宇川这次回去给了他们改口费，让他们统一口径诬陷我。一个人会撒谎，整个村的人还都能撒谎不成？铁一般的证据都摆在眼前了，真当我们大家伙都瞎了？王科长毫不留情地戳穿了赵大伟话里的漏洞，工友们对他也是诸多埋怨。赵大伟，你可真不要脸！
我还以为你是个体面人，格局大呢，哪成想你心黑手毒，下的都是致命的死手。你根本不是来安慰宋主任的，你是借机来打探情况的，想让宋主任给你当姐夫，还把我们大家伙当你的枪使。宋主任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你在说，原来你早就预谋好了，巴不得人家两口子离婚呢。你这人真是太可怕了。赵大伟还想反驳几句，王科长却打断了他。行了，都少说两句。李部长，赵大伟造谣生事，肆意污蔑他人，进厂短短几天就把厂里弄得传闻满天飞，人品恶劣，手段下作。当初人是你安排进来的，这事儿你看咋处理？李部长脸上笑呵呵，心里却在骂街了。当初赵大伟的老丈人又是请他喝酒，又是塞大红包给他，哭着求着让他把赵大伟弄进来。没想到这个赵大伟如此拎不清，给他惹出来这么大的麻烦来。这事儿确实是赵大伟做的不对，情节恶劣，必须严惩，把他调到车间生产线上，在全厂通报批评，记一次大过。怎么样？他打算的挺好，先让赵大伟去车间避避风头，等这事儿过去了，他再找机会把人调回来。见王科长不说话，李部长脸色沉了沉。年轻人嘛，有时候难免会急功近利些，犯些错误也正常。对于这个结果，宋宇川要是不接受，那就是心胸狭窄，容不下人。可要是接受了，这不是活活受窝囊气呢吗？我觉得是罚得太过了。李部长说的对，年轻人谁不犯错误？全场通报批评，记大过，调任车间，这每一个处罚都太重。赵大伟这么年轻，哪里受得住？所以我决定还是交给派出所处理，想必也就是关上几天而已。比起李部长给的这些严惩，这个比较轻也合理。放屁！这事儿要是闹到了派出所，哪里是关几天这么简单？到时候赵大伟老丈人肯定会跑到单位里来闹，那我收红包的事可就瞒不住了。宋主任还真是宽宏大量。不过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赵大伟在工作上出现过一次重大失误，给厂里带来了严重损失。这种人就是害群之马，留在厂里只会造成更可怕的影响，绝不能姑息。所以我决定开除赵大伟。宋宇川点了点头。李部长果真是明察秋毫，公正大义。行，那就按着李部长说的办好了。你们还愣着干啥？还不赶紧将赵大伟请出厂子！几个工友连忙将赵大伟拖了出去。赵大伟连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李部长沉沉地看了宋宇川跟王科长一眼，轻哼一声，转身跟着出去了。李部长，你这是啥意思？嫌我老丈人给你送的红包不够厚是不是？谁让你不知死活去招惹宋宇川的？那小子狡猾着呢，连我都得让他3分。事到如今还说这些没用的干啥？我工作没了咋办？你得管。你要是不管，我就让我老丈人来厂里闹。他突然有些后悔收那个红包了。谁能想到赵大伟不仅扶不上墙，还是一块没皮没脸的粘皮糖，一旦粘上就甩不掉。你先回家去，我过几天亲自去你老丈人那里谢罪。行，那我就回家等你了。等李部长上门赔罪，他一定狮子大开口，让他得找个比厂主任还牛气的工作，到时候肯定能把宋宇川给比下去。村长，听说邻家妹子要在口粮地上建鱼塘，我就是来问问，鱼塘里是不是会有污水产生？会不会影响到周边口粮地里的收成？谁说鱼塘会有污水产生，还会影响粮食收成的？钟义媳妇这人老实，心思单纯，没人告诉他这些，他断然不会跑来找他。是我大伯母。钟义嫂子，你那口粮的有多大？有2亩左右。李叔，如果是正常的口粮地，1年1亩地的产量是多少？有300斤左右。那2亩地就是600斤。钟义嫂子，鱼塘是需要定期更换水，但应该不会影响庄稼产量，不然我养的鲫鱼长期生活在有问题的水里，也会有问题的。不过既然你有这方面的担心，那能不能把地租给我？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每年给你600斤细白面，如果你不想要细白面，我也可以按着市价给你钱。600斤的话，那就是1年120块钱，另外公粮也都由我来交。赵忠义媳妇一愣，反应过来连忙摇头。不，妹子，我家那地是荒地开出来的，1年到头也就产100来斤的粮食。李叔，你来说说看。鱼鱼手上虽然有点钱，但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也禁不住这么花。李光明仔细想了想，提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忠义媳妇，鱼鱼每年给你400斤白面，公粮你自己交，咋样？村长，50斤白面就行了。赵忠义媳妇坚决不肯多要，他那口粮地1年也就产100来斤粮食，交完公粮之后能剩下80来斤，再换成细白面，顶多剩下50斤。而且这样一来，他也不用起早贪黑的去地里干活，还能在家好好带孩子。行了，这事儿我做主了，1年给你400斤白面，你自己交公粮。不过这400斤面不能一下子给你，太多容易坏掉。你每个月从鱼那拿30斤，鱼的那40斤在年底一并给你。李光明不再拉扯，一锤子定下来。我给你们定个协议，以后若是鱼不搞鱼塘了，忠义媳妇要是还想种哪地，那就拿回去继续种，不想要了就交给村里，再让鱼给你们从荒地里开出一块来。忠义嫂子，忠义大哥在哪里打工啊？他在镇上打零工，找到活儿就干，没活的时候就四处找活干，没有固定的地方。是这样的啊，这不是我马上要建鱼塘了吗？需要请人帮我挖鱼塘，1天给1块钱的工钱，中午管1顿饭。忠义大哥要是觉得行，
可以来我这帮我挖鱼塘，工期嘛7天左右。那感情好，太谢谢你了，妹子。钟义媳妇激动的连声音都哑了，她不太会说话，能说出来的也只有这几句简单的感谢。没事儿，客气啥？那妹子没事儿的话，我就带小虎子先回去了。今天我家那口子正好回来，我赶紧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去。对了，叔，人找够了吗？还不够呢，有17个报名的，这会儿估摸着都去山上捡柴挖野菜了，下午应该人更多一点。那再加上钟义大哥和我2个哥哥就够了。李叔，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开工。行，我一会儿就在大喇叭里通知一下，你回去也准备准备。这开土动工得准备好多东西。林之瑜打算再去一趟镇上。赵神子，你说林之瑜的鱼塘根本建不起来，到底有啥证据？该不会是在诓我们，故意拦着不让我们去报名吧？赵婶子，你别光扯闲天，倒是把证据拿出来啊，不然我们可就走了。不是我不拿，是这证据还没到，不过也快到了，顶多再等5分钟。突然间，只见钟义媳妇抱着小虎子正往这边走，全都是一头雾水。各位，你们要的证据来了。钟义媳妇，听说林家鱼要建的鱼塘会产生污水，你家那口粮的会被影响的颗粒无收，这是真的吗？这还用问吗？你们看看钟义媳妇这双眼哭得跟桃核一样，她一定是因为反对林之瑜建鱼塘，被林之瑜给欺负了。钟义家日子过得多不容易啊，林之瑜这个黑心肝的居然也下得去手。钟义媳妇你别怕，我们都支持你。林之瑜若是坚持要建那鱼塘，我们就一块儿去村长家帮你讨个公道。这林之瑜平时看着挺好的呀，没想到心这么黑。钟义家的都多不容易了，还欺负人家，也不怕遭雷劈。柿子专挑软的捏，麻绳专挑细处断。这林之瑜准是看准了钟义媳妇老是好欺负，才会这么肆无忌惮。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确实不能不管。钟义嫂子，我们愿意去村长家里帮你讨公道。够了，你们别再说了。林家妹子建鱼塘是会定期排水，但那水对庄稼没有影响。我支持她建鱼塘。林家妹子人非常善良，不仅没有欺负我，还对我非常好。你们不用为了我讨啥公道，都散了吧。先，她没欺负你，那你哭啥？钟义媳妇脸色一白，这个大伯母不仅做事难看，说话还特别难听。我哭是因为林家妹子对我太好了，我听了你的话，去村场里打听鱼塘排水会不会影响庄稼收成的事儿，恰好碰到了林家妹子，她很明确的告诉我，那排水不会影响庄稼，因为水有问题的话，鱼也会有问题。但为了让我安心，她选择把我家的地租下来，每年给我400斤细白面。我因为太感动才哭了，不行吗？大伯母，真是非常感谢你的关心，不过我们真的不需要，你以后别管我家的事了。还有，林家妹子人好心善，建鱼塘那也是因为人家有想法有本事，你若是看了眼红，你也可以去建个鱼塘，切莫在背后编排林家妹子。钟义媳妇说完，抱着小虎子直接走进自己家。赵婶子，你这事儿办得太不讲究了，亏我们还这么信任你，放着自己的事不做，跑来跟你看什么证据？结果你害得我们跟着你乱出头，被钟义媳妇嫌弃不说，还差点去找林家妹子的麻烦，险些铸成大错。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直接把不满表现在了脸上。就你们这样的，即使去报名了，人家也不要你们。我这是帮你们呢，省得你们白费力气。赵婶子理直气壮地说道。围观的众人真正见识到了赵母的胡搅蛮缠。了，你这样不行，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呗。啥玩意儿？跟林之瑜那个臭蹄子服软？你真是我闺女吗？哪能真服软呢？林之瑜不是明天开工吗？我就去跟他和好，当着大家伙的面，他还能拒绝我不成？等我再次成为他的朋友，你看着吧，要不了几天，他就会像以前一样听我的话。赵青青信心满满，她有90%把握拿下林之瑜。赵母的怒气这才小一些，还是她闺女厉害。接上集，当天下午，林之瑜熬了一大锅鲫鱼汤，用干净的瓦罐装好，带着去了李光明家。你李叔打酒去了，估摸着也快回来了。婶子，这是我炖的鲫鱼汤。上次李叔跟我爸喝酒的时候，听他提起过你喜欢喝鲫鱼汤，所以我多炖了一些，拿过来给你尝尝鲜。也来就来嘛，咋还给婶子带东西？这也太见外了。李婶子有些受宠若惊，她接过瓦罐，忍不住吸了口气。好香啊！啥东西这么香啊？是鲫鱼汤吗？李宝珠跟着李光明一起进来，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味，她眼睛顿时亮了亮。你这孩子干活不行，会吃的倒是一闻一个准。这是我闺女宝珠，小时候身体不好，一直在她姨家养着，前些天才回家里来。姨姨，你这厨艺是真好。就那鲫鱼汤，我爸刚带回来的时候，我一闻口水差点掉出来。等我喝过之后，更是满嘴的鲜香四溢，不仅我身上松快了很多，就连心情都变好了不少。鱼，你这鲫鱼是从哪儿买的？回头婶子也去买几条。上次你教了你李叔炖鱼汤的秘诀，他告诉我之后，我也想试试看。婶子，这是我自己养的鲫鱼，你喜欢的话，我送你几条。实不相瞒，我想在口粮地上建个鱼塘养鲫鱼。今天来找李叔就是想问问，都需要办些啥手续？倒也不复杂，
你虽然不种地了，但因为占的是口粮地，所以交公粮的时候你得交份钱。还有就是不能影响到周围其他的村民种庄稼，这是宇川知道吗？李叔，这事儿我同宇川商量好了，我想趁着这个机会把鱼塘建起来，而且我跟镇上的朋友谈好了，等鱼塘建好，产量上来了，就在村里办个罐头加工厂，到时候村里人有份工作，日子也会越过越好。林之瑜对李光明也没瞒着，把自己的计划诚恳地说了出来，想在一水村发展壮大，肯定要得到村长的大力支持，这样路才会好走一些。你建鱼塘办工厂这是好事，需要用啥尽管开口，叔能帮的一定尽全力帮。既然李叔你也支持，那我就不客气了。是这样，我得请20来个年轻的劳动力来帮我挖鱼塘，我给他们发工资，1天1块钱，中午管1顿饭，这个李叔你得帮我张罗一下。另外我还想买防渗膜跟生石灰，李叔你知道哪里有卖的吗？如果找不到，他就得找孟继凡，让他托人从南方弄来，那样一来，建鱼塘的工期就会往后延迟一段时间。张罗人倒是没问题，这会儿正是农闲，好多人都在家里待着呢。生石灰的话，我有一个镇上的朋友能弄来，不过这防渗膜是啥东西，我没听说过。那个防渗膜我听说过啊，一种防水防渗还透气的材料嘛。咦，这个我可以帮你弄来，我姨母在机关单位上班，她认识卖这种材料的人，我听她说过。太好了，宝珠，那你尽快帮我联系联系。没问题，都包在我身上，我明天就能给你答复。李宝珠爽朗道，他终于有能帮得上的忙了。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小豆包也还在家里等我呢。林之瑜走后，李婶子不禁有些郁闷。我说你们俩咋回事？鱼他拿口粮地建鱼塘，这么大的事情，你们怎么俩不拦着点？妈，你不懂，鱼是有大志向的人。我就是觉得鱼变化的像今天这么好，已经很不容易了。拿口粮地建鱼塘那得冒多大的风险呢？能挣着钱固然皆大欢喜，但万一赔了的话，口粮丢了不说，还有可能欠一屁股债。他们一家3口这日子以后咋过？我知道你是为了他们2口子考虑，但就像鱼说的，在口粮地上建鱼塘养鲫鱼，是为了奔向更好的生活。日子过得没有奔头，那还叫啥过日子？这鱼塘要是建好了，鲫鱼也养好了，再建个加工厂，到时候肯定需要好多劳动力，村里人不用去外面，在村里就能有份工作。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别弄得好像就你们都懂，我啥都不懂一样。放心好了，我也会帮忙的。李光明办事挺有效率。傍晚时分，趁着大家伙都不忙，用大喇叭将林之瑜建鱼塘的事情喊了好几遍，让村里有想干活的年轻劳壮都去他那里报名。赵青青听到这个消息，气得浑身哆嗦。1天1块钱的工资，中午还管饭，这小贱蹄子可真敢花，那些钱可都是咱们家的，他真是臭不要脸，还要招20个人，1天1人1块钱，那1天就是20块钱，工期最少7天，那就是140块钱，这还不算午饭的开销。凭啥林之瑜的日子越过越好，咱们越过越差？咋办呢？我都快要烦死了。赵青青心情暴躁到了极点，赵母也不好受，突然想起来今天有一封信送到家里，于是递给了赵青青。你弟弟回信了，快看看他都写了些啥，他媳妇有没有给你介绍城里的对象？他大略地将信看完，眉头狠狠地拧了起来。咋了？信上说了些啥？赵母大字不识一个，看不懂信上说了什么，但看到赵青青眉头紧锁，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有些不好的预感。信上说他不知道咱们这边出事了，还以为宋雨川跟林之瑜已经离婚了呢，他跑去找宋雨川，想要撮合我们的婚事，没想到被宋雨川整了，这会儿被单位开除了，怨咱们通信通得不及时。赵母身上一软，感觉天都塌了。一定是林之瑜这个小蹄子给宋雨川吹了枕边风，才让他对大伟下这么狠的手，他这是不想让咱们好过，你快想个办法呀。林之瑜不是想在口粮地上建鱼塘吗？若是有人反对，岂不是建不成了？赵青青眼睛亮了亮，心了这才舒坦了些。第二天一大早，赵母去了隔壁的赵忠一家。侄媳妇，吃早饭没有啊？大伯母，你来是有何事儿？你这孩子咋说话呢？我是你大伯母，来看看你们不是应该的。那没啥好看的，你可以走了。呵呵，你这孩子可真没礼貌，咋能赶我走呢？我可是好心给你送信来了。林之瑜要在他们家的口粮地上建鱼塘，这事儿你听说了吧？据我所知，这鱼塘的定期排放污水，你们家的地紧挨着他家的地，到时候肯定会产生不好的影响。那地里的粮食产量本来就低，若是再被影响的颗粒无收，你们娘俩可怎么活呢？这不是活生生的要你们的命啊！赵忠义媳妇眉头紧锁，这事儿他听说了，可没听说鱼塘还会影响他家的口粮地。我觉得吧，你应该去跟村长说明情况，总不能因为林之瑜要建鱼塘，就不管你们的死活了。我知道了，你走吧。赵忠义媳妇开始赶人了，赵母的目的已经达到，也不愿意多待，立马走了。两位婶子，宝珠，你们咋来了？看你这孩子说的这是啥话？你建鱼塘这么大的事情，婶子咋不得来庆贺庆贺，帮帮忙啥的？对，婶子的一点心意。
王婶子快人快语，将手里的篮子递了过去，里面是5斤挂面。婶子，咋好意思让你破费呢？雨，你就收下吧。我们本来把东西都送到了你家里，但你家大门锁着，我们又听到了放鞭炮的声音，猜想着你一定在这里。看到李宝珠手里也挎着篮子，他不由开玩笑道：咋的，宝珠？难道你也要送我礼物吗？那当然了，我给你带的这些可是好东西。李宝珠将篮子上盖的棉布扯开，露出里面的玉米面年糕。是年糕呀，可年糕不是应该过年的时候才做吗？这会儿咋会有？嘿嘿，这是我拜托姨母做的，所以今天特意给你送来，祝你年年登高，希望你能喜欢。谢谢，我很喜欢，等晚上回家的时候蒸一下再吃。随后钟义媳妇也挎着篮子走了过来。林家妹子，今天你鱼塘开工动土，祝贺你诸事顺利。钟义嫂子，你中午跟小虎子来这里吃饭吧，一会儿帮我捡捡柴，我这有些忙不开。你回去的时候顺便带30斤细白面回去，本来想给你送到家里的，但既然你来了，我就偷个懒不跑这一趟了。对，好的。依依，你看那边谁来了？那不是赵青青吗？她来干啥？李宝珠已经从母亲那知道了赵青青办的那些事儿，该不会是来给你送礼道贺的吧？依依，我来给你道贺来了，恭喜你啊，建鱼塘动工。还有以前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我没听错吧？你说你是来向我道歉的？对啊，依依，这些天我吃不好睡不好，每天都在想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求你的原谅。之前为了还你钱，我妈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我最近手头紧张得很，买不了太贵重的东西，但礼轻情意重，这是我的一番心意，希望你别嫌弃。对了，你这还有啥活需要我帮忙吗？有就尽管开口，千万别跟我客气。可之前你每次骗我钱的时候，也是一上来就给我道歉，说你以前做的不对，不该骂我，不该把宇川给我的钱还有那些高档礼品全拿走，更不该把我留给小豆包的口粮也拿去。我每次都心软原谅你了，但你下一次只会比以前骗得更狠，拿得更多，我再也不要相信你了。不是这样的，我保证，依依，我向你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骗你了。呵呵，保证算个屁！你有本事发毒誓啊！就说你以后要是再骗鱼一次，就不得好死。王婶子是个人精，她早就按耐不住想要帮腔了，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话茬。这会让她抓到了话茬，她肯定要好好发挥一番。你傻你不敢是不是？我就奇了怪了，鱼是跑你家祖坟了，还是骂你祖宗了？你咋就抓着鱼不放？还有，要说日子清苦，周易媳妇家比你家清苦多了吧？人家还提一篮子鸡蛋来呢，你拿着2把破野菜膈应谁呢？我看你这道歉是假，上门来占便宜是真，咋地？现在看鱼见鱼塘，日子好过了，又想从他手里骗钱。王婶子也不留情面，赵青青那点小心思，当真以为她看不出来。依依，我真的是来跟你和好的，如果非要发毒誓来证明诚意的话，那我就发誓。我不想你发毒誓，但我并不是心疼你，我只是不想再跟你有关系。你除了骗我之外，还惦记我男人，你告诉我，让我咋原谅你？我对宇川真没那个意思，这都是误会。行了，赵青青，你真当大家都是意料不长。宇川回来那天，你去鱼家里撺掇人家2口子离婚，还当众承认你喜欢宇川，各种贬低侮辱鱼，这些村里的大伙都可以作证。李婶子原本不想搭理赵青青，见她如此拎不清，忍不住来气。可恶，这小贱蹄子自打撞树后，怎么就突然变了个人似的？你滚回去吧，人家鱼不想看见你。什么人啊这是？看见人好了就想来跟人家攀关系。随后赵青青也是咬牙切齿的离开了，满脸愤怒。林依依，你家门口停了一辆大汽车，里面有2个叔叔，说是来找你的呢。依依，那汽车可大呢，比大伟叔叔娶媳妇用的大汽车还大，轰隆隆的把地上的土都震飞了。依依，2个叔叔让我们来告诉你一声，让你赶紧回家一趟呢。好，谢谢你们了，依依知道了，等下依依请你们吃奶糖。林之瑜不禁有些好奇，自己不认识啥开大汽车的男人，可对方知道他家的地址，又指名道姓的来找他，所以肯定不是找错人了。林之瑜索性回家看看，就什么都明白。赵青青从荒地里跑出来，心里既委屈又愤怒。她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像今天这么丢脸过。她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打算趁着林之瑜不在家，把他家里的窗户砸了，出口恶气。不过等到了林之瑜家门口，却发现那里停着一辆大汽车，车厢上面装满了东西，旁边还站着2个男人。如果你们赶时间的话，可以先把东西拿下来放到门口，等我朋友拿钥匙来了，打开门，我再拿进去。可宇川托我们带的是一辆自行车跟一台缝纫机，自行车还好说，缝纫机的话太重，你能搬进去吗？可以，我说了吗？我朋友会过来，到时候他会帮我的。他心里都盘算好了，等把这2个男人忽悠走了，先把自行车骑家里去，再把赵母赵父喊过来，帮他抬缝纫机。那没什么事了，我们就先走了。走吧走吧。他已经将自行车跟缝纫机骗到手了，对那2人的态度也开始不耐烦起来，他甚至都没看他们一眼。赵青青，你在我家门口干啥呢？林之瑜背着背篓从地里回来，就看到2个男人正打算开车离开。哈，赵青青，下去看看啥情况。要是有人冒名顶替了林之瑜，将自行车跟缝纫机昧下，那他们这趟跑的就太失败了。
可再耽误下去就不能按时送货了。上面要是怪罪下来，咱俩可吃不了兜着走。没事，还有10分钟呢，不弄清楚了，这心里也不踏实。你们2个到底谁是林之瑜？有啥证明没有？赵青青知道这2个男人赶时间，根本不可能在村子里停留很久。只要她一直坚持自己就是林之瑜，熬到2个男人离开就成。正巧赵母慢悠悠地走了过来。赵神子，你来的正好，这2位大哥是宇川单位的同事，来给我送自行车跟缝纫机。明明我才是林之瑜，这个女人跑过来乱喊了一通，导致2位大哥对我有些误会。你快来帮我证明一下，我就是货真价实的林之瑜。哎呦，鱼，你可真逗乐，你就是林之瑜啊，这是大伙都知道的事情，这还咋证明？根本不用提前通气，赵青青几句话说出来，赵母就配合上了。2位大哥，我有人证，这下你们可以放心了吧？你们别理这女人，她脑袋有点问题，看我跟宇川感情好，嫉妒我，老想着搞破坏呢。我有我家的钥匙，可以打开大门。那钥匙明明是我落在你那里的。我们可以去村长家，让村长召集村里所有人，他们都能证明。2位大哥要赶时间，没工夫陪你胡闹，耽误了2位大哥的正事儿，你担当不起。赵青青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林之瑜每说一句话，她都能压制住。赵青青，你是真的狗，你够了，一个女孩子家的满嘴谎话脏话，说出去也不嫌丢人。你这么喜欢宇川，但他却不喜欢你，你知道原因吗？他跟我说过，其实你人还可以，但你们老赵家不行。如果你没有自私贪婪的父母，没有不务正业的弟弟，那他当初还真有可能会娶你。说起来，是你们老赵家一家子亲手毁了你和宇川的好姻缘，这才便宜了我，我得好好谢谢老赵家。林之瑜笑笑，一个坑没掉进去，那就在他周围挖满了坑。那慢条斯理的模样刺痛了赵青青，尤其是听到宇川不喜欢他的原因时，气得直接炸了。林之瑜，你放屁！你少在这里挑拨我们老赵家！赵青青气急败坏的吼道。说完之后，赵青青用手捂住了嘴巴，连忙扯着赵母跑家里去了，生怕后面把事情闹大了被村里知道。弟妹，真是对不住了，都怪我们没问清楚，差点将宇川给你捎带的东西给了别人。没事儿，还得谢谢2位大哥特意来家里送一趟。对呀，弟妹，这是宇川给你写的信。林之瑜接了过来，笑了笑，心底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你们从山市回来，还会经过我们村吗？路过，不过我们这次要在那边待几天，估摸着回来路过你们村的话得7天后了。咋地，弟妹，是有东西要让我们给宇川捎带回去吗？是呢，我想给宇川捎点东西，只是要麻烦2位大哥到时候再辛苦跑一趟，回头让宇川请你们喝酒。宋宇川心里惦念着他也得回点东西表表心意。7天的时间足够他准备了。没问题，弟妹，我们大概得7天后的下午到你们村，到时候你把东西准备好就行。男人一口答应下来，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他们就要离开了。心机闺蜜为了抢走我的优秀老公，不断挑拨离间我俩的关系，而且还暗中下套，让她的弟弟来败坏我的名声。从此我就成了闺蜜随意操纵的傀儡。家里本该富有的家庭，不仅被我败得一干二净，就连3岁的女儿都饿晕在床上。女人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便往村口的大树一撞，打算一了了之。可能老天想给她一次重来的机会，于是一位21世纪的集团女总裁魂穿到她身上，必将好好的惩罚他们。一宇，你在家吗？在呢，咋热成这个样子了？快擦擦汗，喝口凉茶去热气。哎呀，这么好看的手帕用来擦汗可惜了。手帕不就是用来擦汗的吗？我做了好几条呢，等下送你2条，你看看喜欢啥样的。一宇，你上辈子一定是个仙女，不然咋啥都会做？林之瑜笑了笑，她上辈子可不是啥仙女，她上辈子是个忙碌的工作狂。对了，你来找我是有啥事儿吗？你不说我差点忘了，我姨母刚才来电话了，说是下午1点左右防渗膜就能送到，还有我爸说你要的生石灰差不多5点左右送到，他让我来问你一声，这些东西是送到你家里还是直接送到鱼塘？帮我送到鱼塘就行，那的钱都是多少？我给谁？林之瑜算了算工期，今天上午鱼塘应该挖的差不多了，这防渗膜跟生石灰来的正好，将防渗膜一铺，垫上土，再撒上生石灰，这鱼塘就算建好了。防渗膜700，生石灰200，我爸说送货的人会带收据来，你到时候直接把钱给他们就行。行，太谢谢你了，宝珠，等过2天不忙了，我好好请你们吃一顿。这个年代防渗膜刚出现不久，数量少价格贵，尤其它需要的量还大，一般人根本买不来。李宝珠这次确实是帮了他的大忙。不用谢，应该的。那咱们可说好了，过2天吃你做的饭。你就放心吧。鱼塘基本上已经挖好了，林之瑜骑着车，驮着1背篓的锅碗瓢盆过来。小妹，这鱼塘大体已经挖好，再修整一下细节，基本上就可以了。这点活估计上午就能干完，下午是不是就不上工了？不，大哥，下午防渗膜跟生石灰都会到，所以还得让大伙干半天。我刚才看了看，那鱼塘挖的跟我图纸上完全一致，我就说你一定能行。看到了吧，我果真没看错人呢。林之瑜赞赏地看着林国庆，对这个有才又暖心的大哥十分满意。林国庆的耳根红了一下。你眼光好，
下午还有半天工，中午饭算是鱼塘完工的最后一顿饭。林之瑜决定将饭做丰盛些，全当给大伙犒工了。玉，你今天咋来的这么早？婶子，今天是鱼塘动工最后一天，我想着给大伙做顿丰盛的饭，犒工，所以来的有些早。怪不得呢，看来我们今天又要有口福了。玉，你今天打算做啥好吃的？焖米饭、红烧肉炖土豆，再熬个鲫鱼汤。林之瑜把家里剩的5斤猪肉全带来了，打算做一大锅，让大伙敞开了吃。是啊，红烧肉炖土豆。王婶子是打心里待见林之瑜，不想看他吃半点亏。他想劝林之瑜不需要这么大方，过得去就可以了，不然有再多的钱也不经花。王大姐，咱们赶紧去抬水吧，鱼鱼还等着用水做饭呢。李婶子眼疾手快，将王婶子拉走了，等走远了才将人松开。妹子，你干啥拉我？我还想劝鱼鱼别那么破费呢，那肉跟鱼都可金贵呢，没必要做这么好的吃食。他这么大手大脚，花穷了可咋整？王大姐，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鱼鱼了，他哪天不大疯了？放心吧，他是个有主意的人，什么事情该怎么做他心里门清呢。就拿这碗饭来说，咱们只看到了鱼鱼给大伙吃好的喝好的，破费了不少钱，但你不知道，就因为鱼鱼这么大方，那些做工的不仅特别卖力气，干活也十分细致。听我家老头子说，那鱼塘挖的每一处都特别稳实，而且大伙也都听安排，基本上临国庆说啥他们就干啥，没一个挑事闹事偷懒耍滑的。鱼鱼他啊，这是收人心呢，大伙也感恩，就这么着挺好的。咱们做好咱们手头上的事情就好，其他的事儿鱼鱼心里都有准儿呢。王婶子一愣，她压根儿没想过这里面的弯弯绕绕。经过李婶子这么一解释，她才意识到自己劝鱼鱼别破费一事有多不妥。妹子，你提醒的对，是我考虑不周了，亏我还号称10里8乡的人精呢，咋就这么短见了呢？你呀，这是关心则乱，正常。鱼鱼，这是妈自己攒的100块钱，你拿去花。谢谢妈，最近也没啥用大钱的地方，我先拿20，剩下的你帮我存着，等我啥时候急用钱了，我再问你要。这钱他不能不收，不收的话，林母心里就会不痛快，甚至还会多想，可也不能全收，所以他象征的收了20块钱。行，那妈就先给你收着，你啥时候用随时跟妈说。对了，妈，你明天回家一趟，把大哥二哥的衣服找出来一套。对了，还有你跟我爸的。鱼鱼，你要给我们做衣服，别了吧，布料也不便宜的。闺女有这份心意，她心里就特别高兴了，但一想到做衣服要花钱买，她哪里舍得让闺女破费。没事儿，妈，我之前买了一大堆布料，上次给宇川做衣服用掉了一些，还剩下不少，不拿来做衣服对时间长了也就压槽了。林母这才放心下来，只要闺女不破费就好。我闺女可真有出息，不仅厨艺好，还懂养鱼建鱼塘，做衣服更是一把好手。你这些年学这些东西一定吃了不少苦吧？林母忍不住感叹了一声，过去4年鱼鱼从不回林家，也不许他们来这里看她，就算在路上凑巧碰到了，也是老远就躲开。老板，王老板来了，就在喜气连连包厢里，他订了一桌子菜，还说他再要一份鲫鱼汤，让中午饭前给准备好了。王老板就是那个每天都订一份鲫鱼汤，孙望祖若是有半分推阻之意，就扬言要把他这个饭馆给砸了的人。他早上不是已经买过1份了吗？咋又要1份？再好喝的东西也不能早上喝了中午喝啊，喝多了容易补过头。再说咱们这手里的鲫鱼全都炖上的，哪有多出来的给他？你没告诉他，咱们这鲫鱼都是限量供应的吗？一人1天只能买1份。我说了，但王老板说他今天情况特殊，让咱们通融一下。来饭馆里的食客每一个都说自己情况特殊，那咱们还要不要正常做生意了？你就告诉他咱们饭馆不能搞特殊不就完了吗？可是老板，王老板说他今天要和人相亲，这婚事应该是10拿9稳，若是咱们敢给他搞砸了，他就怎样？是不是又打算砸了我的饭馆？每一次都用这个威胁他，他听的耳朵都长茧子了。那他就把咱们饭馆拆了吧，然后再赔咱们一个。老板，到底行不行啊？王老板还等着我去回信儿呢。还有他除了订了一份鲫鱼汤，还点了6个菜，像是红烧肘子、馋火鸡。我能咋办？林家妹子的鲫鱼不到，我还能咋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总不能给他变出一条鲫鱼来吧？再说了，他点的这些东西哪样不得煮上半把个小时，咱们都要忙得脚不沾地了，哪儿还有功夫搭理他？你直接就说没有不完事儿了吗？王老板说了，反正他点了，就必须在饭点的时候见到这些东西，如果见不到，他就拆饭馆，有没有是咱们的事儿，他不管，他就要最后的结果。林家妹子的鲫鱼要是这会儿能送到就好了。老板，为啥不能催林家妹子呢？让她早一点送鲫鱼来，每次多送一点就好了啊。采办最近买菜，若是碰到质量好又新鲜的，都是直接把菜摊子包了圆。林家妹子说了，每个礼拜她都来送100斤的鲫鱼，不能催。曾老板，加工厂是出了啥问题吗？没啥问题，就是告诉你益生加工厂目前的进度。前2天孟继凡来信了，说是已经找到了合适的设备，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能在1个月之后把设备搞定，让咱们俩在这边境找一块合适的地方用来建厂房。
那他对场只有啥要求吗？他说办厂的地方要足够大，最好有50亩左右比较合适。还有这家工厂最好建在你们村里，这样离你的鱼塘比较近，可以节省运输成本，还能保证用来做罐头的鲫鱼都是新鲜的。所以选厂址这事儿还得靠你，我对易水村不咋熟悉。我已经看中一块地方了，不过还没确定的回信，得过几天才能回复你。突然，孙望族脸上浮现一抹欲言又止的神情。孙老板，咱们以后是要长期合作的伙伴，有啥事儿你就直说，没必要吞吞吐吐的。林之瑜看出来了，孙老板这是有事儿要他帮忙呢。妹子，我饭馆的生意你也看到了，如今这鲫鱼供不应求，每天都有大批的客人来店里，专门为了这口鲫鱼汤。前2天甚至还有外地人专门来饭馆里找，甚至还为了这口鲫鱼汤在饭馆里住了2宿。这鱼汤的知名度算打开了吧？我想着，如果你那鲫鱼量够的话，能不能每次送货的时候多给我们送一些？不然以后外地人越来越多，他们好不容易来一趟，总不能让人带着遗憾回去，对提高鲫鱼知名度也不利。孙望祖嘿嘿一笑，脸上有些不好意思。看得出来，林之瑜虽然面上平易近人好说话，但骨子里特别有原则，定下的规矩除了他自己，谁也别想改。能，不过最多增加100斤。我鱼塘已经建好了，再有2天就可以投放鱼苗，想要养到成鱼大概需要4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在家里实验过了，严格说起来其实只要1个月的时间，但他想了想，要是1个月就养一批成鱼出来，这个消息势必会引起各方的注意。孙老板，那没啥事，我就先走了。妹子，你看我这记性，我还没给你钱呢。100斤鲫鱼给你150块钱，你数数。不用数了，我信得过你。他接过钱往兜里一塞，转身领着小豆包继续往楼梯口走。王大哥，谢谢你这么热情的款待，实在是让你破费了。其实弄些简单的家常饭就好，我不挑的。赵小姐，听介绍人说你之前把好多追求者都拒之门外了，我能问一下原因吗？王老板想要搞清楚他到底是咋想的。听介绍人说那些追求者里面不乏年轻有钱的。王大哥，我这人不看重那些外在的，我要是看重那些的话，我早就结婚了。我只看重眼缘，眼缘对了，哪怕他是邋里邋遢的乞丐，哪怕他是年纪大的大叔，我都愿意。这是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一直以来都在自己养鲫鱼做买卖，不想依靠男人，可能这一点让那些男人心里不舒服了吧。王老板眼睛一亮，顿时有些激动了。赵青青她可真是又漂亮又善良，还特别有主意呢，这才是他一直在找的意中人。赵小姐，你对我眼缘咋样？自然是好的。王老板哈哈一笑，觉得这事儿成了。他趁机伸手摸到赵青青的手上，微微攥紧。赵青青也没拒绝。王大哥，你要是想跟我好的话，我可一个条件。青青，你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照办。就是你得支持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支持，不管你干啥，我都支持。王老板松开赵青青的手，从一旁的皮包里拿出一捆大团结来递给赵青青。这是300块钱，你先拿去花，不够了再跟我要。赵青青也不吃惊，这男人西装革履，一下子拿出300块钱来不算多，给500才好呢。不过这会儿他可不能表现出来，不然这到手的大肥鱼吓跑了可咋整？这不好吧，王大哥，咱俩第一次见面，我咋能要你的钱呢？咋不能？你觉得我挺合眼缘，我也喜欢你，这钱就相当于我给你的见面礼，而且这点小钱对我来说也不算啥。咱们俩登记之后，你就是我的女人，到时候你想咋花钱就咋花钱，咱们家有这个条件。总之，我会让你过好日子的。其实这300块钱是他磨了半年才要回来的欠款，他手头上并没有很多钱。那好吧，既然是王大哥的一片心意，那我就收下了。他虽然不喜王老板年纪大，但有钱还愿意给他花的话，他倒也愿意跟他交往一下，甚至结婚也没问题。那样一来，他就有充足的资金去养鲫鱼，抢林之鱼的买卖。青青，咱们都这么熟了，你再喊王大哥就显得生分了，直接叫我名字就成。没人跟你说过吧？我叫王文山，快吃饭，多补补，看起来太瘦了。太瘦了不好生儿子，他以后可是要让赵青青生好多儿子的。赵青青哪知道王文山心里的想法，还以为对方是在关心他。我还好吧，平日吃的就不多。文山，你点这么多菜，就咱们2个人吃哪里吃得完？会不会太浪费了些？不知道你喜欢吃啥，所以特意多准备了些，你多吃一点，吃不完的让他们用油纸包了，给我丈母娘跟老丈人带回去。让媒人说了他是个有钱人，所以这该装的大方还是得装一下。他其实就是做点小买卖，比一般家庭富裕点，但也达不到敞开了吃肉的程度。青青，这个鲫鱼汤是这家饭馆的招牌，尝尝看，可鲜可好喝了呢。你不知道这鲫鱼汤都是限量供应，不是有钱就能买到。恰好我跟这饭馆的老板认识，为了让你能品尝到这难得的鲜味儿，我特意跟我朋友说了一下，让他无论有多难也要给咱们安排出来一份。谢谢，文山你也太贴心了吧。赵青青只尝了一口，便放下了汤勺，味道一般。不应该啊，我一直都不爱喝汤，都觉得这鲫鱼汤特别美味。文山，你忘了我也是养鲫鱼的，往这饭馆里送鲫鱼的那人我认识，他叫林之鱼，是我们村的，曾经还是我的好朋友来着。赵青青低声说完，还不由得叹了口气。
好像特别伤感的样子。曾经是几个意思？对，这话从何说起呢？简单来说，我跟他以前是好朋友，我们两个家庭条件都不好，所以我们彼此惺惺相惜，关系特别好。后来他发现我古道这养鲫鱼，便让我教他技术。我觉得都是好朋友嘛，就把技术交给他了。没想到他学会之后，居然起了单干的心思，然后也不管我那时候正困难，愣是连鲫鱼苗都给我端走了。怕我跟他理论，他还在村子里到处败坏我的名声，说我骗他钱，还说我惦记他的男人。赵青青说到最后，脸上还流下了2行清泪，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看得王文山有些心疼，脸上挂满了愤怒。没想到这个叫林之瑜的这么不要脸，我最讨厌2个人一起做买卖，其中一个不择手段的耍心眼了。青青，你也别伤心，这人又不是啥好人，他不配你为他掉眼泪。这口恶气我怎么着也得想法儿给你出了。我道上朋友多着呢，只要你一句话，我就找人弄他。不，文山，不到最后一刻，我不想那样做，毕竟我们之间也有过一段珍贵的友情。我现在唯一想做的事儿就是把鲫鱼重新养起来，让林之瑜也看看，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能做到。他现在学聪明了，一味的去找林之瑜的麻烦，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是我的话，我就找人弄他，把他套了麻袋打一顿，出恶气，或者找个地方卖了，一劳永逸多好。哎，青青，你还是太善良了，爷爸就依着你。对了，有啥需要你男人帮忙的，你尽管开口，千万别不好意思。他其实也就是嘴上说说哄赵青青开心而已，他做买卖使点阴招损招都可以，可不敢去做那些违法乱纪的事儿。文山，说起来，我还真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帮忙。你不是跟饭馆老板关系铁吗？到时候你去跟他说说，我也想往这家饭馆里卖鲫鱼。我养出来的鲫鱼不仅比林之瑜养得好，价格方面嘛，一斤还比他低1毛钱。王文山完全没料到赵青青会提这种要求，关键他跟饭馆老板也不熟。怎么了？是不是很为难呀？为难的话就算了，我再想其他的办法。王文山见不了他这副表情，好像是自己连这点事都办不好，多没本事似的。那有啥可为难的？到时候我让饭馆老板直接买你养的鲫鱼就好。反正青青跟那个林之瑜养的鲫鱼都是一样的，价格上还便宜1毛。到时候如果饭馆老板不答应，他就继续威胁拆掉饭馆好了。反正这招还挺管用的。你这鲫鱼看着倒挺新鲜，是早上从河里捞的吗？前2天我在河里布下了渔网，捕到了好多鲫鱼。姑娘，你可以多买一些回去，养在家里炖汤喝。这鲫鱼汤可是大补的营养汤，好处多着呢。林之瑜脑海里隐隐有一个大胆的猜测，眼下这批鲫鱼是不是就是当初他用灵泉水引过来的那批？你这鲫鱼咋卖？不贵，1块5一斤。妹子，我这可不是乱要价啊。当然了，你要是包圆的话，我可以给你算便宜点，按1块钱一斤算。我要10条，每斤按着5毛算，你卖就卖，不卖就不卖，我也不想讨价还价。林之瑜打算买回去一些，就养普通的水里，看看那鲫鱼到底能活多长时间，长到最后又会变得有多重。妹子，可没你这么砍价的，我这鲫鱼在整个市场里都是独一份，你能找出第2份比我这品质还好、个头还大的鲫鱼来，这10条鲫鱼我就免费送你。林之瑜摇了摇头，也不跟摊贩继续掰扯，推起自行车来就走。哎，姑娘，你别走啊，8毛一斤咋样？6毛一斤。哎呀，行吧，就按着你说的5毛钱一斤好了。那摊贩见林之瑜不为所动，还推着车子往前走，大有就算鲫鱼再便宜也不要的样子。算了，妹子，你要10条的话，4毛钱一斤还不行吗？这可是最低的价格了，不能再低了。摊贩啥都顾不上，赶紧又降了1毛钱。林之瑜这才停了下来，推着车子一溜烟的转回来，脸上笑眯眯的。行吧，那你称一下多重，算多少钱？妹子，10斤多一点，你给我4块钱就行了。要木桶跟水吗？要的话得加5毛钱。那要一个吧。林之瑜点了点头，从兜里掏出4块5毛钱来递给他。妹子，我上次网到一板车的鲫鱼呢，但后来再也没网到过，想必都让我一网打尽了。这鲫鱼卖完就没了，以后再想买可没这个机会了。反正这鲫鱼买回去能养好长时间呢。你确定不多买一些？没事儿，我家里这鲫，先买2条回去熬汤尝尝看，味道不错的话再过来。然而这边赵青青相亲出来后，恰巧遇见了林之瑜在买鲫鱼苗，于是就躲在一边等他离开了才出来。老板，刚才那个带孩子的女人是从你这里买了鲫鱼？对呀，你要买点吗？我这鲫鱼品质特好，都是活的。摊贩原本因为没多卖出去一些鲫鱼而郁闷，但看到又一个冤大头出现之后，立马就不郁闷了。当然要。那个带孩子的女人买的多吗？买了好多呢。摊贩的眼睛咕噜咕噜转，觉得眼前这女人可能有点不正常。那我咋看见她只买了1木桶呢？你该不会是在骗我吧？她买了半板车的鲫鱼，只不过一下子都带不走，只能先带1木桶回去，等把买的东西都放到家里，就骑着车子再来一趟，估摸着1个小时之后就能回来。妹子，你要是想买鲫鱼的话，要抓紧了，我这鲫鱼可是热销货。来，我给你看看我的鲫鱼，这可都是上等的好鲫鱼，个个鲜活，整个市场除了我这，你绝对找不出第2家来。他这会儿几乎确定了，眼前这女人跟之前那个带孩子的女人之间可能有点啥过节，2人之间不对付。你这鲫鱼看着是不错，个头挺大，
那是不是我吹牛？就我这鲫鱼买回去，养上几天都能供应给镇上的饭馆。我就是太忙，没时间养，不然我也不会往外卖。赵母说，林之瑜之前总来镇上，每次都背着一个大大的背篓，想必就是倒腾这鲫鱼来着。太好了，终于找到林之瑜进鱼苗的地方了。老板，你这鲫鱼咋卖的？这得看你买多少了。你要是买1桶，就是1块5一斤，1桶估摸着有10斤；要是买半板车，就是1块钱一斤，半板车估摸着得100斤。那要是买1板车呢？老板，那个女人只买了半板车，也太抠抠搜搜的了，一点都不大方。你不如直接把这1板车的鲫鱼都卖给我，但是这价钱上你得给我算便宜点。摊贩的眼睛一亮，没看出来，这还是个有钱的大冤种。妹子，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我这1板车的鲫鱼有200斤，如果你全要了的话，我给你按8毛钱一斤咋样？200斤，8毛钱一斤，160块钱。赵青青十分心动，她把整板车的鲫鱼都买下来，这下就断了林之瑜进鱼苗的路子。可以，我都要了。还有你以后把鲫鱼都卖给我好了，千万别再卖给那个带孩子的女人。你手里有这么好的鲫鱼，得选个能长期合作的。那个女人手里没啥钱，又抠抠搜搜的，不是个好的合作对象。行，你放心吧，我不会再卖给那个女人了。摊贩愣了愣，卖个鲫鱼而已，咋还扯到合作上面去了？反正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大家以后在路上见到了，谁都不认识谁。对了，你买这么多鲫鱼，打算怎么带回家去？鲫鱼离开水之后，活不了多长时间，不如把这板车跟着水桶都卖给你吧。这水桶一个5毛钱，20个的话才10块钱。我这辆板车新买了没用多长时间，当初150块钱买的，算你一个友情价，100块钱，连同160块的鲫鱼钱，总共270块，咋样？特别划算吧？赵青青的脸色忍不住变了变，这也太多了吧？她一共才有300块钱，一下子就花掉270块的话，说实话，她还挺心疼。我猜你一下子买这么多鲫鱼，是想买回去自己养，等养大之后拿去卖吧。那你把鲫鱼养大之后，拿去镇上卖的话，不得用到水桶跟板车吗？反正你以后也用得到，不如你现在就一块买了，等用到的时候，这个价钱可买不了20个木桶跟1辆板车。赵青青又心动了，这鲫鱼养不了几天，就能拿到镇上饭馆里去卖，到时候有辆板车，还轻便省力一些。那好，我就把水桶跟板车一块买了，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得推着板车，把我跟这鲫鱼一块送到我家里去。对了，我家在易水村。跟踪林之瑜一整天，他快累死了。这要是再推着1板车的鲫鱼回易水村去，他这腿真的就废了。行是行，不过得等一会儿。你也看到了，我这还有50斤土豆没卖完呢，得等我卖完了。那你什么时候能卖完啊？这可说不准，有可能1个小时，也有可能2个小时，主要还是看买菜的人。赵青青更烦了，这会儿已经下午4点钟了，市场上还剩下零零散散的几个人。你这土豆多少钱一斤？2毛一斤。摊贩笑呵呵地回道，反正坑1次是坑，坑2次也是坑，这人这么好坑，傻子才不坑了。那就是10块钱了，这些土豆我都买了，你赶紧把我送回家。哎，好嘞。摊贩应了一声，这趟买卖他可赚大了。赵青青被推着板车送到家，经过村里，一路上碰到了不少村民。大伙见赵青青坐在板车边沿上，板车上还盖着一层棉布，里面也不知道是啥东西，都挺好奇。青青，你咋坐板车回来的？出啥事了吗？你才出事了呢，你全家都出事了。赵青青的脸铁青的不行，她马上就要发大财了，这人也太没眼力见了，居然跑来触她的眉头。经济闺蜜勾引我老公不成，转身就去巴结上了比她爸大2岁的男人。接上集，赵母看到赵青青是被板车推着回来的，而且还给了270块钱那个人，于是惊掉了下巴。你疯了？咋给他那么多钱？来，我得跟你说2个好消息。赵青青一脸兴奋地把他是如何把相亲对象王文山拿下的，又是如何找到林之瑜进鱼苗卖鲫鱼的地方的，都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卖鲫鱼的那个人说了，这鲫鱼再养几天就能拿到镇上去卖了。赵母脸上的怒气一消，立马变得兴奋起来。还是我闺女最厉害，等咱们卖了鲫鱼挣了钱之后，也去荒地挖鱼塘，就挖在林之瑜那小贱蹄子的鱼塘旁边。不过接连几次的失败，让赵母有些谨慎。但是咱们又没做过这鲫鱼买卖，一下子投入这么多，万一赔了咋整？还有，你找来的这些鱼苗确定跟林之瑜的鱼苗是一样的吗？啦，你这话不对，做啥买卖没有风险。有句话说得好，风浪越大鱼越贵。你看林之瑜以前畏畏缩缩的这不敢那不敢的，但自从他养鲫鱼卖鲫鱼之后，不仅大手大脚的花钱买东西，还建了3个大鱼塘，可见这买卖有高利。万一赔了，到最后还有人帮咱们兜底呢。赵母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赵青青说的这人是王文山，大伟媳妇给赵青青介绍的相亲对象。看样子，他闺女是将对方搞定了。对了，那个王文山人咋样？听媒人说，他长得很好，性格也不错，还特别有钱，除了年龄大些，基本上没得挑呢。呵，年龄岂只是大一些，王文山比我大了整整20岁呢，比我爸还大2岁，也确实挺有钱的。他一下子就给了300块钱的见面礼，还说这都是小钱，他会回手的事儿。青青，王文山这么有钱，又舍得把钱给你花，这样的男人比宋宇川好太多，你可给我好好把握住，不能再有别的心思。
这打了。赵青青应了一声，心里不怎么痛快，也不敢说。然而很快大喇叭的赵母就跟村里的人到处说，自己的女儿也要见鱼塘养鲫鱼。不到半天，消息传遍了整个易水村。妈，你咋了？咋这个表情？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也没有不舒服，就是赵青青养鲫鱼卖鲫鱼的事情，你都听到了吧？我看他们这明摆着是想抢你的买卖呢。他们若是真把你的买卖抢过去，你那鱼塘不就白建了吗？妈，你得相信你闺女，我既然建了鱼塘，就不会让她白建了。赵青青养鲫鱼也好，卖鲫鱼也好，一切都跟咱们没关系，她愿意折腾就折腾去呗。还有你放心，无论她怎么折腾，她都抢不走我的买卖。可是他们说，那赵青青跟你进鱼苗的供货商谈好了，以后鲫鱼苗只供应她，说是一条都不卖给你，你买不到鲫鱼苗，这买卖肯定就做不下去了。那些鲫鱼苗可都是我从空间里拿出来的，哪来的供应商？林之瑜皱着眉头思考了好久，突然眼神变了变，第一时间想到是赵青青跟踪他。妈，你放心吧，我心里都有数呢。这件事儿我自有打算，你就别跟着着急上火的了。吃过晚饭后，林母带小豆包去洗澡了。林之瑜收拾了一下碗筷，本想坐下歇歇喝点水，但大门被人拍得砰砰响。林家妹子，你在家不？钟义嫂子，你这是咋了？妹子，我家小虎子吃过晚饭后，肚子疼的在地上打滚儿，我跟他爸想带他去镇上的卫生院看看，能不能跟你借一下自行车？钟义媳妇满脸泪水，眼睛都哭肿了。行，那你先拿去吧。谢谢林家妹子了。不谢不谢，你赶紧骑车回去，带孩子看病要紧。林之瑜摆了摆手，看着钟义媳妇骑上了自行车，只是不知道是太慌乱还是对自行车不咋熟悉。钟义媳妇骑着自行车晃晃悠悠的，特别不稳当，没骑几步路，连人带车子一块往旁边空地上栽了下去。钟义嫂子，你会不会骑自行车啊？我会。钟义媳妇话都没说完，浑身不停地发抖。还是让我送你过去吧。钟义嫂子，你还愣着干嘛？赶紧坐上来呀！钟义媳妇连忙哎了一声，坐到了后车座上。林之瑜脚下用力，脚蹬子被他蹬得飞快。然而这边赵忠义抱着小虎子在家门口等着。忠义，孩子病成这样，得赶紧找个车送到镇上卫生所去啊！我记得赵母家里有板车，跟他借个板车，赶紧拉着小虎子去卫生所吧。这时赵母从外面回来，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跟他借板车，又看到赵忠义抱着小虎子，衣服上还有好多呕吐物，他眉头顿时竖了起来，拉着脸没回话。他赵婶子，你说句痛快话，板车到底能不能借啊？废话，我不说话你还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吗？非得问清楚闹个没脸才痛快。我们家那板车是青青做大买卖用的，过几天要去镇上送鲫鱼呢，怎么借给生病的人呢？这得多晦气！呸呸呸！回头破坏了我家的好运气，我可饶不了你面。赵母一边说着，还一边不停地用手朝着赵忠义跟小虎子扇风，好像他们是什么可怕的脏东西一样。他赵婶子说起来，小虎子还喊你一声我奶奶呢。他现在病得这么厉害，你不借就不借，大伙也没逼着你借，你没必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吧？我呸！你都说了是伯奶奶，懂伯奶奶的意思吗？他又不是我亲孙子，他死不死活不活的跟我有啥关系？嘴巴是我的，我想说啥就说啥，我就把话说难听了，你能拿我咋样？我就是不借板车，怎么了？赵忠义不是跟林之瑜走得近吗？他有自行车，他咋不去借？赵母骂骂咧咧地说了一通，只觉得浑身舒畅，让这些人来触眉头，他不骂死他们才怪。赵凤云，小虎子都不行了，你居然还说这种丧心病狂的话，你还要不要脸？忠义家都这么惨了，你还落井下石，你也太欺负人了。大家都在一个村子里住着，还是要点儿脸面，积点儿口德的好，不然以后等你家遇着事，小心大伙也那么对你。赵母的脸立马耷拉了下来，被大伙左一句右一句的开怼。好了，忠义，赶紧把孩子抱回去。赵忠义点了点头，强忍着悲伤，抱着小虎子就要往屋里走时，刚好林之瑜和忠义媳妇也到了。忠义，请等一下。林之瑜见赵忠义发呆，也顾不上那么多，将小虎子从他怀里抢过来，平放到地上，手握拳，从小虎子胸骨下方向上，向后压。哎呦，我当是从哪里请来的神医呢？原来是某个小贱蹄子啊！忠义，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你儿子都凉得透透的了，怎么能让一个小贱蹄子随意折腾他呢？我见过死马当活马医的，还从来没见过一个凉透的人被不懂医术的小贱蹄子救活的。忠义啊，你可不要被某个小贱蹄子给骗了。你不用在这里乱挑拨，我相信林家妹子，即便她就不活小虎子，我们也感谢她在危急时刻这么帮我们。哟，忠义，我可没说小贱蹄子就是林之瑜啊，你干嘛上赶着对号入座？再说了，我跟林之瑜之间不对付，我说他几句是我跟他之间的事情，跟你有啥关系？你干嘛这么护着他？这知道的以为你感恩，不知道还以为你们两个之间有一腿呢。赵忠义的脸瞬间变得青紫，要不是时机不对，他真想上前打他一顿。这时已经没气息的小虎子突然张开了嘴，从里面咳出来一口浓浓的痰，紧闭的眼睛缓缓睁开了。哎，你们快看，小虎子活过来了！林姨姨，
你来啦！钟义媳妇连忙扑到小虎子跟前，却不敢抱他。她看向林之瑜，手足无措道：“林家妹子，可以抱他，但动作要轻一些。”林之瑜见小虎子没事了，松了口气。钟义媳妇点了点头，强忍着把小虎子使劲抱在怀里的冲动，小小依依的把小虎子抱起来。林之瑜，你可别虚张声势了，鱼苗都被我买光了，你怎么可能有鱼苗？真是奇了怪了，我有没有鱼苗？有什么样的鱼苗？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算个啥东西？也配来我的鱼塘？对我的鱼苗指指点点？呸！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来看你笑话的。看你今天没有鱼苗可放，是怎么丢人现眼的？还看你辛苦建起来的鱼塘是怎么变成废鱼塘的？是啊，你跟我们耍半天嘴皮子有啥用？还不如把你的鱼苗拿出来给大伙瞧瞧呢。该不会是从哪里找了些死鱼苗，在这故意跟我们耍嘴皮子拖延时间呢吧？行，既然你们那么想看的话，就睁大你们俩的狗眼，好好看着，千万别眨眼哦，不然错过了精彩的，到时候又要怪我们让你们看清楚了。林之瑜一口答应下来，他们精心谋划了这么久，怎么也得让他们亲眼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失败的。大哥、二哥，把背篓掀开，让他们看看。林建军父子三人应了一声，立马上前去将背篓打开。盖子掀开的一瞬间，几条鲜活的小鱼苗一下子跳了出来，1指来长，不仅鲜活，卖相也特别好。幸好盖了盖子，不然都得蹦出来不可。林家小闺女，你这鱼苗可真好，又鲜活，卖相也好，而且离得这么近，也闻不到鱼腥味儿，是批好鱼苗。林家妹子，你这背篓咋回事？都不漏水的呀？还有啊，这又是鱼苗又是水的，这一背篓大概得有多少斤呀？看着还怪沉的呢。我往背篓里填了一层防渗膜，所以往里面放水之后不会漏。说起来，这一背篓的鱼苗跟水还挺重的，一背篓估摸着得有150斤吧。查150斤，那2背篓就是300来斤喽。林家父子可真能干，就用担子把300来斤的鱼苗从家里挑来了。这有啥啊？我们都是常年干农活干苦力的人，没别的，就剩了一身的力气。赵青青瞪大眼睛，死死地盯着那背篓里的鲫鱼。明明所有的鱼苗全都被他买回来了，林之瑜弄不到鱼苗才对。呸！你这也能算鱼苗？快别拿出来丢人现眼了，才1指来长，跟小鱼仔似的。我们青青那才叫鱼苗呢，有1手来长，比你大1倍不止。赵母也凑上来看了一眼，只一眼便松了口气。即便是拿出来鱼苗又能咋样？始终比不过青青弄来的鱼苗。这鱼苗啊，就得像我那样1手来长的才行，过不了几天就能再长大1手，到时候立马就能卖了换钱。赵青青说完之后，提来一个木桶，里面是他上次买的鲫鱼苗，一共有10条。林之瑜随意的扫了一眼，跟他前些天从摊贩那买的一模一样，连木桶都是一样的。这会儿他可以确定赵青青确实被那人忽悠。看到了吧，我这才是正宗的鱼苗，你那小鱼仔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林之瑜，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要脸了？赵青青见林之瑜没说话，还以为他被镇住了，立马就得意起来。林之瑜，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觉得丢人现眼才没脸说话的？我要是你，我都没脸活着了，现在就从鱼塘那跳下去，还能留点脸面。行了，明明是你一直揪着人家不放，到底是谁不要脸？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只听说过鱼苗最好的是在1指左右，长到1手左右，其实已经不能算鱼苗了，应该算半成鱼，再养上几天就可以当成鱼卖了。你说你把鱼苗都买下来了，肯定是让人给忽悠了。这怎么可能呢？你不要因为跟林之瑜关系好，就帮着他胡说。我已经问过那个卖鱼苗的了，林之瑜所有的鱼苗都是从他那里进的，而且我也亲眼看到过林之瑜去他那里买鱼苗。赵青青觉得李光明一定是在说谎，他完全接受不了自己被骗。我确实从那个摊贩那里买了10条鲫鱼，但只有10条而已，4毛钱1斤，加上一个木桶5毛，一共花了4块5毛钱。那摊贩是不是骗你说我把整车的鲫鱼都买了？可他一整车的鲫鱼才多少条？当鱼苗放进鱼塘的话，连个水花都看不见。我这鱼塘要买鱼苗的话，最少也要几千条起步。那摊贩整车的鲫鱼，我估摸着也就200来条吧。林之瑜每说一句话，赵青青的脸就白一分，他说的都是真的，分毫不差。啥啊？弄了半天，买了些半成鱼来充当鱼苗啊！以前赵青青骗林家妹子钱，现在她自己被人骗，这岂不是骗子都被骗了吗？他原本还想看人家林家小闺女的笑话，结果他就是笑话本身。想学林家妹子养鲫鱼，起码把最基本的学会呀，画虎不成反类犬，像什么样子嘛？赵青青气疯了，趁人不注意，伸手就去推背篓。鲫鱼离开水不超过10分钟就会死，哪知道他的手刚碰到背篓，便被林之瑜握住了手腕。你想干啥？你敢先翻了我的鱼苗？林之瑜目光不善地盯着赵青青，握紧了他的手腕，将人往地上一推。你够了，再闹下去我就去派出所报案。你会编瞎话会骗人，民警可不会。你那相亲对象啥老板的，应该还没见过你这可怕的一面吧？赵青青恨得咬牙切齿，在王文山的心中，他现在的形象就是一个快被林之瑜给欺负死的小可怜。如果让他知道他真实的本性，王文山很可能对他产生厌恶感。
青青，我们把鞭炮都点了，把那废弃物都炸到他的背篓里，看他的鱼苗还咋活。大不了到时候让王文山帮你在镇上买一处房子，咱们不在一水村住了，我跟你爸一起跟着去城里。赵母瞅准时机，立马把他手里的一挂鞭炮给点着了，连忙将手里的挂鞭甩开，恰好往林之瑜身上闪过去。林之瑜拿起竹鞭盖，顺势一接一扔，那鞭炮又甩在了赵母的跟前，前后不过2秒钟的时间，便噼里啪啦的炸开。接上集，赵母被鞭炮炸伤了后背，疼得嗷嗷乱叫。赵父跟赵青青推着板车把她送到镇上的卫生所。我的天啊，你们这是怎么弄的？大夫，我妈她是被鞭炮炸伤的。啥？鞭炮炸伤的？那咋可能会那么严重？看赵母这伤口，是在她后背上放鞭炮来着。大夫，你就说我妈后背这伤能不能治？怎么治？多少钱就行？能治，得先清理伤口，清理完之后住卫生所挂点滴消炎，大概得住个10天半个月的才能好，估摸着至少得200-300吧。你可以多准备一些，有备无患。咋需要这么多钱？怎么可能呢？这种伤口随便擦个药膏就好了。你们这是啥破诊所？哪能一看病就让人这么花钱的？一旁的赵父听到治赵母后背上的伤需要200-300块钱的时候，他先炸了。别说200-300块钱，他连2-3块钱都不想出。你们觉得贵可以不治啊，不过提醒你们一句，他后背以及后脑勺这伤，如果不及时处理，肯定会感染的。感染了之后，不仅身体要受大罪，还会花更多的钱。别说200-300了，就问你要2-3千，你拿不拿？这男人一看诊费药费贵，就大呼小叫的。女大夫没好气的回了一句：一旦处理不好，很容易造成感染，引起别的并发症。行了，我看你们也没钱，直接出去吧，按着你们自己的方法去治一下，我是无能为力了。你这大夫怎么说话呢？谁说我们没钱了？知道我女婿是谁吗？说出来吓死你！那你说说你女婿是谁啊？大官啊，还是镇上的首富啊？语调里的嘲讽让赵青青直皱眉。呵呵，你听好了，我女婿是王文山，他可是做大买卖的，300块钱就是他挥手的事儿。女大夫仔细在脑海里回忆了一下，确定镇上数得着的富人里没有姓王的，还有算得上有钱人的堆里，好像也没有王文山这个名字。别跟我说这个，他爱有钱没钱，爱做啥买卖做啥买卖，这都跟我没啥关系。我就问你一句，你到底治还是不治？快点儿做决定，我这还有好多病人呢。这怎么不治？你给我用最好的药。青青，你去找王文山，让他来给我交钱。你可是我闺女，不能不管我。赵青青她根本不想去找王文山，本来她可以拿捏他，如果去喊他过来付钱，以后还怎么拿捏人家？但赵母开口了，她又没办法。青青，你咋来了？文山，我碰到点麻烦，你可得帮帮我。咋了？快跟我说说，有啥事儿我都能给你做主。赵青青一听，立刻添油加醋的把鱼苗的事情一说，说林之瑜见他的鱼苗特别好，心生嫉妒，就提着鞭炮点着了，往他身上扔。这个林之瑜咋能这么坏呢？就应该报案，让派出所的把他抓起来坐牢。赵青青心里一紧，连忙摇头，千万别，他派出所里有认识的人。怕啥？我也有认识的人，而且关系还特别铁呢。王文山转了转眼睛，他看出来了，赵青青并不想报案，所以这不妨碍他再次趁机吹嘘一番。还是先不要了，报案的话还得让我妈过去，她现在受伤严重，必须得先治一下。文山，你可以不可以先借我300块钱？啊，借钱啊？我最近刚谈了一笔大买卖，手上能用的钱都投进了。对了，青青，你手上不是有鲫鱼吗？那个可以拿了换钱。文山，你跟小满园饭馆的孙老板不是铁哥们吗？那你能帮我把鲫鱼卖到饭馆里去吗？他原本还打着自己去趟饭馆这条路，但现在可不是逞强的时候，利用王文山的关系来得更快一些。王文山他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不过卖鲫鱼也不算啥大事儿。没问题，全包在我身上。不过青青，咱们到底啥时候登记啊？我这跟铁哥们提起来不好说啊。你看我年纪这么大，说找了一个年纪小的女朋友，传出去并不好听，人家会以为你图我的钱，并不是真正想跟我登记结婚。不是的，我咋可能图你钱呢？那你给句痛快话，今天能不能跟我登记结婚？能的话，咱们这会儿就去登记，登记完了就去卖鲫鱼，然后再去医院看我岳母。有了身份，你我都能名正言顺些。赵青青哪里愿意？她本就不想跟王文山结婚，只是先交往一段时间看看。王文山见她神色犹豫，不禁板起脸。怎么，你不愿意？果真是图我的钱吗？可结婚是大事儿，讲究3媒5聘，你我都还没有见过父母，更没有谈彩礼钱，也没有商量一下这结婚仪式怎么办，还有好多事情。再说我妈现在还在医院里，我实在没心情登记结婚。是这样啊，现在我们镇上没有那么多规矩，只要2个人觉得合适，就可以登记结婚。至于彩礼钱，上次我不是给了你300块钱吗？这在农村也算一份丰厚的彩礼了吧？至于结婚仪式，等咱们登记了，到时候你愿意咋办就咋办，中式的西式的都依着你。
还有岳母那边再急也不比这一会儿，我愿意名正言顺的去看她。王文山已经把话挑开了，就不愿意再往回收，他可没那个时间跟金钱跟赵青青耗着。那300块钱不是见面礼吗？见面礼啥时候变成彩礼了？赵青青眉头都竖了起来。见面礼不就是彩礼吗？这是我们镇上的叫法儿，你们农村不那么叫啊。青青，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就把那300块钱还给我，咱们都各自去各自的对象，谁也别耽误谁。赵青青她居然被王文山忽悠了，钱她都花光了，哪里有钱还他？到底怎么着？给句痛快话，我待会儿还有事儿呢。行，我跟你登记去。赵青青被逼得没办法，事到如今也轮不到她愿意不愿意了。赵青青脸色铁青地回到卫生所。你个臭丫头，去哪儿了？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不知道我很疼吗？你是不是想看着我疼死，省了给我付医药费了？咋就你自己回来了呢？宁熙呢？咋的？他没跟你一起过来？赵母也跟着看了一眼，发现只有赵青青一个人回来了，顿时有些慌乱。女婿呢？他咋没跟你一起过来？是不是做买卖太忙了，先把钱给你了？他的钱都拿去做买卖了，这会儿手上拿不出钱来给我。不过他可以帮我把鲫鱼卖到饭馆去换钱，前提是我先跟他登记结婚，说是这样跟饭馆老板介绍的时候更名正言顺些。还有上次他给的那300的见面礼，其实是彩礼，说是镇上的人都这么叫。如果我不跟他登记结婚，那300块钱就得还回去。赵母愣了愣，顿时觉得王文山太能算计。你就没跟他再说说，这彩礼钱咋能这么少呢？至少得再给500块钱啊！他是一个老板，不能像小门小户一样扣扣搜搜。还有他那年纪比你爸还大2岁，你一个黄花大闺女嫁给他，本就亏大发了，他得在钱上多补偿你。你看林家那小闺女多有出息，这不年不节的给老林家每个人都做了2套新衣服。你可倒好，嫁了一个当老板的，就得了300块钱。你妈生病了，还得靠把家里的鲫鱼卖了换钱，你可真窝囊。老赵家的日子才一落千丈，甚至跌到了泥谷里，想爬都爬不起来，就指着赵青青这对象翻身呢。哪成想也是个会算计的。王文山这是拿捏你呢，我觉得你应该朝着他要钱，直接要1000，他不给你就不去结婚，他坚持不了多久就服软了。你怎么越来越笨呢？这么简单的道理还要我来教你，你可真是蠢到家了。那你说的这些话我都跟他说了，但王文山根本不好糊弄。他说彩礼钱就那么多，再多就是我图他的钱，他就不跟我结婚了。他给了我2个选择，要么把300块钱还回去，各自再找各自的对象，谁都别耽误谁；要么就跟他登记去，登记完之后再带着我去饭馆把鲫鱼卖掉换钱。你这急着用钱，你说让我咋拿捏人家？行了，这事儿先按着那王八犊子说的办，让你爸推着板车回家拿户口本，再把家里的鲫鱼拉过来，等拿到钱把我这伤治好了，我再细细教你怎么拿捏他。接上集，赵父拉着板车去了镇上，把板车放在了卫生院门口。爸，你怎么把家里的杯子跟锅碗瓢盆全带来了？哈，这不是你要结婚了吗？咱们家也没啥值钱的东西给你做嫁妆，只能搬来这些旧物。等你跟女婿登记完，把鲫鱼卖掉，拿了钱给你妈治病，回头把这些被子跟锅碗瓢盆都拉到王家去。这是户口本，你赶紧拿上跟女婿登记结婚去吧。我跟你妈在这等着你回来。赵青青想到赵父会为了她着想，她还以为是赵父把家卖了。行，爸妈，你们在这里等我，我登记完就跟王文山去饭馆里把鲫鱼卖掉，等拿到钱之后，我立马送过来。随后赵青青接过户口本，一脸感动地推着板车走了。你啥意思？把家里的被子跟锅碗瓢盆拿去给他做嫁妆，咱们怎么办？干什么用什么？咱们以后可是要住大房子的人，还回易水村干啥？我把家里的宅基地还有口粮的都卖给了村子里，卖了100块钱呢。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没听青青说，那王文山把钱都投到大买卖上去了，手上没有多余的钱，啥给咱们买大房子？他买不了大房子，咱们回村子里至少还有个住的地方。还有，为啥要瞒着青青？直接告诉他不就完了？反正他跟咱们一条心。你傻！我要是这会儿说了，就青青那蠢丫头，一准会在王文山跟前露出马脚来。到时候这婚结不成咋办？王文山他要是不给咱们在镇上买这房子，咱们就直接住到他们家里去。到时候他还能把咱们轰出来不成？赵母听完满意地点了点头，还是老赵头有心眼。他都没想到，等赵青青拉着鲫鱼，带着户口本到民政局的时候，工作人员都快下班了。你怎么去了那么久？易水村的路不好走，又推着这么多东西，所以耽搁了一会儿。赵青青还指着王文山带着他去饭馆卖鲫鱼呢，所以对于王文山不怎么好的语气，他心里生气，倒也没敢说什么。行了行了，赶紧进去登记，里面的人要不是我铁哥们，人家早就下班走了。因为没啥人了，王文山又跟里面的一个人认识，所以这结婚手续办得特别快。等2个人办完了结婚手续，赵青青就迫不及待了。文山，你这会儿就带我去香满园饭馆卖鲫鱼吧，我们还在卫生所等着用钱呢。行，正好我生意上的朋友约好了在一块儿吃个饭，趁着这个机会把你介绍给他们认识，他们可都是做大买卖的人，到时候你说话注意点，看我的脸色行事，千万不能给我丢了人。
请你放心吧，我知道咋做的，定不会给你丢脸。两人赶到香满园饭馆，王文山的朋友已经在包厢里等他了。见他带个女的进来，大伙眼观鼻，鼻观心，全都心照不宣。王老板，你身边这位是？哦，忘记给大家介绍了，这是我媳妇。大伙都默契地交换了一下眼神，这到底是个啥样的女人？咋就愿意嫁给了王文山？小孙，你们饭馆的菜肉鱼啥的，都是你一直负责购进的吗？是的，王老板，有啥问题吗？也不是啥大事儿，就是我媳妇是养鲫鱼的，她手里正好有一批鲫鱼要卖，你们饭馆收了吧？王老板，这事儿我做不了主，你得跟我们老板谈。怎么这点小事儿你都做不了主呢？亏你还是饭馆里的采办，你说说你能做主干啥？王文山被拒绝了，脸上有些挂不住，但姑且还能忍住，只是没好气地斥责了两句。要是萝卜白菜或者土豆猪肉啥的，一般我都能做主。行了，把你们老板叫来，我跟他谈。小彩蛋应了一声，立马跑出去喊孙望祖去了。孙望祖听了这事之后，差点没把桌子掀了。他伸手拍了拍小彩蛋的肩膀，极其无奈道：你也太实诚了，你就不会说我没在店里吗？老板，你又不是不知道那王老板有多难缠，要是不把你请过去，他敢把他那鲫鱼直接搁在咱们这，万一出点啥问题，再讹上咱们饭馆怎么办？行了，知道了，你去干活儿吧，我去看看。小彩蛋说的也有道理，这王文山有股子死乞白赖的劲儿，他要是想干点啥，只要一天不答应他，他能一直摆烂磨着。王老板，听彩办说你找我有事儿。我媳妇手上有一批鲫鱼，恰好你饭馆里又卖鲫鱼汤，你正好收了吧。我刚才跟你家的采办说了，他做不了主，你总能做主吧？孙望祖却摇了摇头，直接拒绝了。不好意思啊，王老板，我这鲫鱼有固定的合作伙伴，一直都是用他家的，没考虑过换别家的鲫鱼。王文山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没想到这孙望祖这么不给面子。孙老板，你也太死脑筋了，只是200斤鲫鱼而已，用谁的不是用？至于那个给你供应鲫鱼的人，你回头随便找个理由推1、2次不就行了？再说了，这是我拜托的你，通咱们俩之间的关系，这个面子你都不给吗？王老板说笑了，这可不是啥面子不面子的问题，这是经商处事的原则，我对那人承诺在先，不可以违背。孙望祖，我不管你什么原则不原则的，我只管结果。你若是把我媳妇那鲫鱼收下了，那么你好我好大家好，以后见了面咱们还是好朋友。若是你不收下，那就别怪我找人拆了你的饭馆。孙望祖脸上的笑容冷了下来，他开饭馆这么多年，啥人没遇上过，他才不吃这一套。王老板，你拆我的饭馆也好，砸我的饭馆也罢，这些都是违法行为，若你执意拆砸，那我只能选择报案。另外，开饭馆这么多年，我也不是毫无人脉的愣头青，你认识能拆能砸我饭馆的人，我也认识让你拆不了也让你砸不了的人。王文山愣了愣，印象中孙望祖从来都是一副客气好说话的模样，即便对方提多无理的要求，也不会当下让人难堪。你不是说你跟香满园饭馆的老板是铁哥们吗？王文山，你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是咋回事？他可是看中了王文山能让他往饭馆里卖鲫鱼，他才答应登记结婚的。现在他有一种被欺骗的愤怒感。孙老板，你可以先看看我媳妇养的鲫鱼，个个均匀，卖相好，关键我们卖的便宜，比你那个供应商1斤便宜1毛钱。不看也不买。他跟林家妹子还有孟继凡现在是铁三角，利益紧紧的绑在一起，容不得任何人去破坏。呵呵，孙老板，你既然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以后你饭馆这道门，我王某人自然不会再踏入一步，到时候你这饭馆经营不下去了，可别后悔。放心，不会的。孙望祖饭馆经营了10几年，他才没被吓到。王文山饭馆里出来，赵青青便甩开了王文山的手，脸板得特别紧。你放开我，不把这事儿解释清楚了，我是不会跟你走的。行了，不就是把鲫鱼卖出去吗？我既然答应了你，就一定会做到。孙望祖不收，有的是人收，这镇上又不是只有他一家餐馆。接上集，赵青青和王文山从香满楼饭馆出来后，带着鲫鱼就来到了世纪大饭店。王老兄，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张老弟，我是来给你送喜的。你能给我送啥喜？张老板，听说最近你这饭店生意不咋好，食客们都去对面的香满园饭馆了。孙望祖现在可以说是日进斗金，他就是没有尾巴，要是有尾巴的话，那尾巴都能翘到天上去。王文山，你这是来给我送喜的，还是来给我添堵的？谁都知道同行是冤家，尤其他跟孙望祖还是对门，他们之间的竞争关系更激烈。张老板，你别着急，听我给你慢慢说。据我所知，香满园的生意之所以能这么好，全是因为那鲫鱼汤。世纪大饭店比香满园名气大，比香满园装修高档，就连厨师的厨艺都比香满园厉害。如果世纪大饭店也做鲫鱼汤的话，那食客们不就都回来了吗？还有香满园那小破饭馆啥事儿？哼，你以为这鲫鱼汤这么好做呢？这顿鲫鱼汤讲究多着呢，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得用鲜活且品质好的鲫鱼。市场上卖的鲫鱼要么死的，要么又小又腥，熬出来的汤不仅乌漆嘛黑，还特别腥气。小满园用的那种鲫鱼，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张老板说完之后，心里更烦了。他还以为王文山能出啥好主意，闹了半天是让他做鲫鱼汤抢香满园的买卖，可他上哪去弄那又新鲜品质还好的鲫鱼？张老板，这还不好说，我媳妇就是养鲫鱼的，她手里正好有一批鲫鱼要卖，不如你买了，也跟香满园一样，往店里一摆，让食客们现场挑选，然后现宰现炖。我觉得你这买卖一定会比香满园更红火。对了，这就是我媳妇，鲫鱼的事儿你可以跟她谈谈。张老板闻言，视线落到王文山旁边的女人身上，打量了一番。王太太看着有些眼熟啊，好像之前见过似的。你是哪里人？赵青青喊的心里浮现一抹优越感。她是尊贵的王太太，林之瑜再怎么能折腾，也是个十足的臭泥腿子。我是一水村的人，可能因为我经常来镇上，张老板才会觉得我眼熟。不过咱们今天应该是第一次见。哦，是这样啊。对了，之前总去香满园送鲫鱼的是不是你啊？赵青青她一下子就懂了，为什么张老板的态度一下子变得这么热切了，应该是把她当成了林之瑜。没错，就是我。赵青青毫不犹豫的就承认了，反正她也不是第一次冒充林之瑜了，多冒充几次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林之瑜又不知道，不管咋样先把鲫鱼卖出去就好。可你不是一直都跟香满园合作的吗？而且据说只供应他一家，你为啥又突然找我合作？香满园小破不说，那孙望祖为人也轴，不懂得变通，他那破饭馆也不知道能经营几天。他不如张老板你敞亮，也不如你眼光长远。还有世纪大饭店，无论是名气上还是装修都比香满园强太多。我也是为了稳妥，才想跟你们这种有实力的大饭店合作。行，你说的鲫鱼呢？我先看看货，货好价钱都好说。张老板被赵青青几句话夸得心花怒放，赵青青赶忙去提了一木桶的鲫鱼过来。那鲫鱼有一手来长，在水里游得特别欢，而且卖相看起来还不错，腥味也小。你这鲫鱼看着确实不错，这价格咋说？我卖给香满园的鲫鱼是1块5一斤，我这次带了200斤。张老板你要是都要了，我按1块4一斤给你。行，我都要了。张老板一听，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大手一挥，拿了280块钱给他。赵青青看着那280块钱，心头火热，没想到钱这么好赚。张老板，你说我这算不算给你送喜来了？文山老弟，你太够意思了，以后你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我绝不含糊。也不用以后，现在就有一件事需要老兄你的帮忙。啥事了？他就是随口一说，哪能想到王文山上赶着提要求，早知道就不多这一句嘴了。谁不知道王文山喜欢趁人之危敲竹杠？也不是啥大事儿，我琢磨着你得了鲫鱼，择日不如撞日，不如今天就搞一场活动，把香满园的客人都拉拢过来，也让我们两口子开开眼，如何？张老板松了一口气，他没想到王文山提这种要求，还以为王文山会狮子大开口，狠狠地敲他一笔。就这事儿啊，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安排下去。青青啊，没想到你还挺会做买卖，你妈住院的钱还不够呢吧？回头我再给凑上点。行啊，等看完热闹，你跟我一起去医院看看我妈，买点水果跟营养品。有钱能拿，赵青青自然不推举，甚至开始趁机拿桥。我早就说过我会做买卖，是你一直不肯信，这次你信了吧？以后你一定要多听我的。都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你就是我的财神爷。赵青青的眼神闪了闪，看到林之瑜去香满园饭馆了，正好趁着这次机会把香满园搞臭了，看他的鲫鱼往哪卖。林妹子，你来了。我来送鲫鱼。孙老板，这会儿正是饭点儿，为啥食客不如以往多呢？孙望祖无奈的笑了笑，真是啥都瞒不过他，将王文山卖鲫鱼不成，还把食客带走的事情跟林之瑜说了。咋还有这样的人呢？也太过分了。这还不是最过分的，听采办说，那王文山从饭馆里出去，带着他媳妇进了对面世纪大饭店的门，去了半天都没动静，估计没憋着什么好屁。不过也不用担心，他们爱怎么耍手段就怎么耍，咱们只要一如既往的保证咱们这边鲫鱼的质量就好。至于那些被忽悠走的食客，随他们去吧。对了，我得赶紧让采办把鲫鱼卸下来。林妹子，你先喝口茶，稍等一会儿。孙望祖说完，立马跑去后厨喊采办。接上集，张老板因为用了赵青青的鲫鱼，不料喝过鲫鱼汤的顾客都导致食物中毒。民警同志，你贵姓啊？我是这饭店的负责人，我姓张。发生点小事，没想到还把你们给惊动了。接到群众报案，世纪大饭店有大批食客食物中毒。张老板，你说这是小事儿？张老板看他岁数不大，还以为他是个新人，不由出声提醒一下。派出所的张副所长是我亲舅舅，小同志，你知道他吧？这个知道。李梦华不苟言笑地瞥了张老板一眼，张老板一头雾水，知道张副所长是他舅舅，就应该把态度放好一点，咋还这副冷冰冰的态度？徐大夫，看出来这是什么情况了吗？是食物中毒，轻的打上点滴观察情况，重的不行，得去洗胃。我们诊所不行，得送去县城的大医院。对了，这钱谁出？他们诊所有规定，必须先缴费才能给用药，不缴费自作主张的用药了，谁开的药谁承担费用。民警同志，我们是喝过张老板做的鲫鱼汤才开始呕吐的，
那些重症的喝得多，我们清点的是只喝了几口。我们在他饭店里中的毒，这钱就应该张老板出。民警同志，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你快给我闭嘴！你说在我饭店里喝鲫鱼喝中毒的，你有啥证据吗？那就麻烦许大夫检测一下那鲫鱼汤是不是有问题。这个好说。许大夫把那些汤用塑料袋子装好，还从食客的呕吐物中取了样，让同事马不停蹄地送回了诊所进行检验。幸好诊所离这饭店并不远，大概过了20分钟，那人拎着报告跑了过来。这鲫鱼汤不新鲜，每一份里面都检测到了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伙喝过这有问题的汤，会引起肠胃不适，轻者会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重者可能会引起休克。那就请张老板给钱吧，让那伙先治病。我恶去群呢，张副所长可是我舅舅，你不能对我来硬的，不然他知道了，一定不会放过你。张老板不想掏钱，那么多人呢，一人少说得10块钱，他全掏的话还不得倾家荡产。那就正式拘留你，这些话你留着去监狱说给你舅舅听吧。对了，张副所长因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已经入狱了，判了10年。见李梦华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张老板哪里见过这个阵仗，当下腿都吓软了。哎呀，这鲫鱼不新鲜又不是我的错，是王文山媳妇卖给我的鲫鱼，你们应该找他要赔偿。张老板，你说啥呢？我又不是只供应你一家，我还供应香满园呢。咋人家那边这么长时间了都没事儿，到你这就出事儿了？肯定是你处理鲫鱼的时候，那刀案板啥的有细菌，才导致大伙中毒的，所以这钱就应该由你赔偿。张老板诧异地看着赵青青，他可真能胡搅蛮缠，他早就该想到的。王文山这媳妇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个简单，我还有没清理的鱼，小同志，你可以让人带回去检验一下。张老板从后厨拎出一个木桶来，里面还剩2条鲫鱼。许大夫，再麻烦你一趟，把这鲫鱼带回去检测一下。如果检测出这鲫鱼有问题来，甭管这女人是谁的朋友，他都必须承担责任。好的。许大夫应了一声，让同事带着木桶回诊所了。赵青青心里还是有几分胜算的，因为那鲫鱼刚拿回家的时候，她也炖过汤，因此她断定是张老板处理鲫鱼的时候没处理干净，才导致大伙喝汤中毒的。现在检测报告出来了，鲫鱼表体跟内里都存在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而且含量很高。这怎么可能呢？那鲫鱼我吃过，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家人也都吃过也没事儿，而且人家香满园也没事儿，所以一定是你们检测的不准确。这都是用科学的医疗设备检测出来的，又不是人工检测的，这要是都不准确，啥准确？如果我的鲫鱼真的有你们说的这菌那菌的，那为啥我之前在家里吃了没事儿？还有人家香满园一直都用我的鲫鱼，为啥人家也没事儿？肯定是世纪大饭店里脏，我的鲫鱼送进门之后才被感染的，这么算我还是受害者呢？我没问张老板拿损失费就不错了，居然还想让我赔偿，这哪里来的道理？赵青青越说越来劲儿，他就死咬着这点不放。这个不用分，甭管谁先感染的，谁又传染给了谁，总之是你的鲫鱼在世纪大饭店把人吃坏了，责任你们一人一半，钱也一人一半吧。许大夫，你算大概要多少钱？轻症一共有180个人，一人最少要按着20块钱收，那就是3600块钱。重症我们诊所收不了，得送到县里的大医院去。如果用我们的车送过去，来回200，也就是400块钱，一共给我4000块钱就行。大夫，这些人只是恶心呕吐而已，回头喝点香皂水催吐一下就行，咋可能花到了20块钱？你这账算错了吧？点滴2块5，床位费5毛，他们至少得住1个礼拜。我跟你要一个人20块钱，都少算着呢。再说了，你想用香皂水催吐，呵呵，你要是不想弄出人命来，我劝你最好别这么做。食物中毒之后，肠胃本就脆弱，用香皂水刺激之后，很可能会引起并发症，到时候可不是一人出20块钱就能治好的，一人200也就不回来。张老板也顾不上讨价还价，现在他舅舅已经进去了，没人给他当靠山，所以他耍横的话，也没人吃他这一套。行吧，既然民警同志都调查清楚了，那我就给2000块钱好了。你们咋能按着我一个弱女子欺负呢？我不服，人家香满园咋就没事儿？你们也给他们检测检测，要是那鲫鱼也有问题，这钱我就认，不然打死我也不认。其实认不认的也没啥区别，他就没打算给钱，也没钱能给，来这么一手只是为了拖香满园跟林之瑜下水。小同志，既然人家王太太有这样的请求，你就答应了呗。他这鲫鱼目前只供应我这跟香满园2家饭馆，若是在香满园饭馆里也检测到那些细菌，只能说明这鲫鱼本身就有问题。现在既然有这苗头，就应该把事情彻底查清楚了，不然等过几天香满园再出现一批人食物中毒可咋整？李梦华仔细思索了一番之后，便同意了。这不是小事儿，关乎人命，必须彻底查清楚了。还打电话把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给喊来了，这事儿交给他们管更合理些。我可以配合检测调查，但有一点我必须说清楚，我这的鲫鱼跟世纪大饭店的可不是同一家供应的，我这从卖鲫鱼汤开始用的都是林妹子家的鲫鱼，可不是什么王太太家的。那的女的不是林之瑜吗？李梦华反应也很快，他抬手指了指世纪大饭店大堂里站着的赵青青，他说他之前一直都只给你家供应鲫鱼来。那女人是王文山的媳妇，叫赵青青。下午的时候，他们俩来我饭店里卖鲫鱼，我因为跟林妹子早就达成了合作，所以拒绝了他们。
谁成想他们把鲫鱼卖到对面的世纪大饭店去了，还闹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林妹子，有人冒充你，还打着你的旗号招摇撞骗呢，快跟民警同志好好说一说。我只供应香满园一家，从来没供应过第二家。我刚送来2杯老鲫鱼，你们随便检测。我也同意检测。对了，我这后厨房的东西都可以拿去检测，你们用车不？我家里有好几辆板车呢，帮你们把东西都拉过去。估摸着1个小时左右，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带着一摞厚厚的检测报告过来。李所，啥问题都没有，不管是这鲫鱼，还是香满园里的菜刀、案板跟锅碗瓢盆都符合规定。好的，辛苦了。李梦华点了点头，事情就算查清楚了。他抬头看向林之瑜，要不一起去对面看看？林之瑜点了点头。赵青青冒充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次实在太过分些。你给香满园供应的鲫鱼没问题，给我供应的就有这局那局，咋的？你故意害我？嘿，张老板，你还不知道呢啊？你被他骗了，他可不是给我供应鲫鱼的人，我身边这位才是。王文山，你看看你们2口子干的这缺德事儿，居然骗到我头上来了。赵青青脸色惨白，没料到自己会被当众揭穿，他只能咬死不认。我可没骗你，是你自己误会了。张老板上手就要抽赵青青，却被王文山拦了下来，当下脸色就变了。咋的？你还护着他？张老板，这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赵青青好歹是我媳妇。王文山他并不想护着赵青青，甚至有些后悔娶这个麻烦精了。但想到赵青青以后能给他生一堆儿子，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打，所以这会儿也只能出手将张老板拦下。好，你们2口子伉俪情深是不是？那你把他那份医药费出了吧。还有他那鲫鱼是有病菌的，所以你们应该赔给我损失，不多，4000块钱而已。民警同志可在这里呢，你们要是敢赖账的话，让他把你们都抓起来。文山，我是你媳妇，你可不能不管我。我哪有那么多钱？你自己惹的麻烦你自己解决。王文山脸上一副嫌弃的神情，给他花4000块钱的话，还不如再重新找个媳妇呢。赵青青没办法，只能对张老板强硬道：你说我骗你，你有啥证据吗？你没证据就是诬赖我，我还说我的鲫鱼是从你店里感染的，你应该给我赔偿呢。张老板没想到这个赵青青能不要脸到这种地步。小同志，你看这事儿咋办？的确没办法分辨出这鲫鱼是进你店之前感染的，还是你店里本来就有病菌感染到了他的鲫鱼，所以涉及到的损失只能靠你们自己去协商。不过我确实亲耳听到你说你以前一直给香满园供应鲫鱼来着，这就说明你的确冒充了林之瑜。那是你听错了，根本没有的事儿。你放屁！小同志就算没听清楚，我们在座的大伙可都听清楚了。你当我们都聋了不成？你当时还说你供应香满园的鲫鱼卖1块5一斤，我要是都要了的话，给我算1块4一斤。这个我可以作证，是这位王太太口口声声说，她以前一直给香满园供应鲫鱼，还要求我们去香满园做检测。我也听到了这个女人说给香满园供应鲫鱼了，而且还说了不止2次。不是这样的，不是的。赵青青慌乱地摇着头，口中却说不出一句有用的话。很明显，你冒充林之瑜的事儿是真的。李梦华直接做最后的总结，他看向林之瑜，他冒充你招摇撞骗，有充足的证据，你可以告他。林之瑜并他不想告赵青青，一来耗费时间长，中间的变数太大，二来这种事情赵青青被抓进去顶多被关上几天，基本上不痛不痒，没啥意义。他那些鲫鱼卖了多少钱？280块钱。大家都是一个村的，所以给他留点面子，我不够他了，我只跟他要点损失费就行，不多，恰好280块钱。林之瑜，你别太过分了，小心我。赵青青说到这里，突然发现他好像啥靠山都没有，他还真不能把林之瑜咋样。是给钱还是跟我走？给你半分钟时间，你选一样吧。这些人是眼瞎了不成？一个个的咋都像这林之瑜？没办法的，赵青青从口袋里掏出那280块钱，递给了林之瑜。王文山到最后还是为了赵青青掏了2000块钱，赔给那些食物中毒的客人。回家的路上，赵青青一直哭，觉得自己特别委屈。闭嘴吧你！他妈的，哭得老子心烦！你再敢哭出声来，老子回头卖了你！赵青青立马不敢哭了，她忽然想起赵母还在诊所门口等着她拿钱回去看病。文山，你不是说你要买些水果跟营养品去看望一下我爸妈吗？买个屁的水果跟营养品！老子给你出了2000块钱，大半个身家，你还敢跟我要钱？至于你妈那伤爱咋样怎么样，跟我没关系，你赶紧告诉他们一声，然后跟我回家去。记住，咱们可是登记结婚了，你别给我耍花样，你去哪儿我都能找到你。赵青青吓得浑身哆嗦，不敢不从，赶紧跑去了诊所门口。接上集，赵青青被王文山训斥后，匆忙地跑回了诊所。臭丫头，你跑哪儿去了？秦了，赶紧给我钱，我要去看病，快把老娘给疼死了。来，咱们赶紧跑回村里去吧。赵青青想起王文山那凶神恶煞的模样，把事情都说了。赵母跟赵父对视一眼，在彼此眼中看到了光。你说女婿肯给你花2000块钱，那你还跑啥？走走走，我们跟你去见见女婿。爸妈，你们没见王文山那凶神恶煞的模样，太可怕了，我才不要回去。瞎说啥？
女婿那叫有男人味，你懂个屁！对了，易水村的破屋子已经被我卖掉了，我跟你妈以后就跟你一起在城里享福了。好了好了，都少说2句，还不赶紧走？一会儿让女婿等着急怎么办？赵母打了个圆场，连忙让赵青青带路。原来赵父是把家都卖了，而不是为了给他石头嫁妆。王文山就在路边等着，他料定赵青青不敢耍花样，看到他把赵父赵母都带过来了，眉头瞬间竖起。这是咋回事？我爸妈把村里的房子卖了，给我添了嫁妆，他们没地方住。意思是老丈人跟老丈母娘想跟着你一起去我家里住？赵青青拧眉，对这个女我感到很不适应，她沉默着点了点头。行啊。王文山一口答应下来，反正赵青青要给他生一堆儿子，正好缺2个佣人照顾着，一下子花出去2000块钱，就让这2人给他干一辈子活来抵账。为啥叹气？又有人要来抢你的生意了吗？王文山今年都46了，要是结婚早的都当爷爷了。可你知道他为啥还没结过婚吗？为啥？还不是他家里的老太后思想特别守旧，儿媳妇进门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得保证给王家生至少10个儿子，少生一个就得从王家卷铺盖滚蛋。那个赵青青估计比他小20来岁吧，这进了王家门可就没好日子过了。哎，年纪轻轻的真是可惜了。你既然觉得这么可惜，完全可以来个英雄救美，把他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他心里一感动，说不定还能以身相许呢。林妹子，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故意埋汰我呢？你这么一说，我整个人心慌的不行。我一共跟他说过2句话，还是他想把鲫鱼卖给我，我拒绝了他，应该没给那个女人留下好印象吧？赵青青心思那么沉杂，会不会把主意打到我身上？林之瑜对赵青青的结局一点也不觉得可惜，赵青青以后的日子不管过得如何艰难困苦，也都是他心术不正自找的。老板，出大事了！啥大事儿？你慢慢说。咱们这的鲫鱼不是经过检验没有问题吗？现在好多人都打电话来预订鲫鱼汤，电话打的都占线了，还有好多人来店里现场预订。现在大堂里到处都是人，吵吵嚷嚷的，吵得我耳膜生疼，我是没办法了。老板，你快去解决一下。你这破嘴会不会说话？这分明是大好事啊！风水轮流转，终于转到我孙望祖头上了。走走走，我这就跟你去看看。林妹子，这会儿天有些晚了，你在饭馆休息一晚，明早上再回去吧，就这个包厢就行。这个包厢是他给林之瑜特意准备的专属包厢，从来不接待除了他的第2人，有着待遇的除了发小孟继凡也就只有他了。不了，我这就回去了。对了，你跟孟继凡通信的时候，顺便告诉他一声，就说鲫鱼罐头加工厂的厂址我已经选好了，就在我建鱼塘的那片荒地上。孙望祖一愣，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这事儿跟他提了也没几天。放心吧，我会跟他说的。还有，既然有这么多人预订鲫鱼汤，你不如趁着这个机会，把你这店面扩大一下，这样一来，能容纳下更多的食客。这次赵青青跟世纪大饭店张老板闹出来的事情，也不全是坏事儿。正所谓物极必反，事情坏到头，也该让孙望祖收点利息了。我早就有此打算，之前隔壁卖服装的店铺要往外转租，我相中了，可以把中间的隔断打通，跟我现在这个饭馆连在一起，都谈得差不多了。谁成想那人又反悔了。因为这事儿，他最近急得都牙疼。可现在做买卖的越来越多，周边的店铺又没空着的，太远的也不行，一来不好管理，二来也不利于宣传。对面的世纪大饭店怎么样？林妹子，你的意思是让我把世纪大饭店盘下来？可张老板经营的好好的，我贸然过去谈这事儿，他会狮子大开口吧？如果你今天之前去谈，张老板肯定不会答应，还会把你扫地出门。但经过这次的事情，他们肯定很快就经营不下去了。你只需要向外释放出想要扩店的信号，然后安心等张老板上门来找你就成。世纪大饭店出了食物中毒事件，还涉及到了近100人，估计没人再敢去里面用餐了。林之瑜预判得很准，没过2天，张老板就坚持不下去了，主动找到了孙望祖，想要把世纪大饭店盘给他。走到今天这步，是我张某人的报应，我实在是没办法再继续经营下去了。若是把饭店转给别人，别人不好好经营的话，我看了心里会难受。转给你，你还能好好经营下去，还希望你不计前嫌，把我这饭店盘下来，我也不跟你多要，饭店里的东西我都不带走，连店带东西你一共给我5000块钱就行。张老板姿态放得很低，跟前2天的嚣张跋扈相比，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咱们开饭店的时间前后差不多，你当初开饭店的时候也跟我一样，用好的食材，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可后来你为了多挣些钱，放弃了本心，踏踏实实的挣钱不好吗？啊，谁说不是呢？只可惜我明白的太晚了。张老板也挺后悔，若是他能早一点明白和气生财的道理，也不会处处方方地跟孙望祖作对。我出6000块钱，你以后好好过日子，别再做那些不好的事儿了。孙老弟，你可真够意思，你放心，我这次把饭店卖了就回老家养老了，以后再也不做坏事了。6000块钱虽然听着很多，但世纪大饭店比香满园大了好几倍，这个价位只能说很值。老朱，你咋了？有事儿就直接说嘛。依依，我跟你说了，你得保证不能笑话我。好的，我保证。你快说到底是啥事儿啊？
我最近遇到一个人，无论他做什么我都觉得特别有意思，很想跟他在一块儿待着，就算半天说不上一句话，我也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我可能是遇到喜欢的人了。鱼鱼，你跟你家那位当初也是这种感觉吗？李宝珠说完，只感觉脸上火辣辣的，问林之瑜这种问题特别不好意思。我跟宋宇川是家里安排结婚的，结婚前甚至都没咋相处过，而且婚后宋宇川常年住在单位里，我们相处的时间也特别少。也是，我都忘了你们是家里安排的了。那你对宋宇川什么感觉啊？他常年不在家里，不能陪伴你们，他都不想你，你都不想他的吗？我一天里要做的事情太多，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事儿。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会想一想，但一般想着想着就睡着了。而且宋宇川也很忙，估计也没空想我。那你们总不见面，时间长了再见面会生疏吗？还有啊，他在你眼里是个啥样的人？这倒不会，我跟他平时都会写信给对方，他们的运输队去南方送货，路过咱们村的时候也会捎带东西，这也算是一种保持沟通交流的方式吧。林之瑜很喜欢这种方式，有种细水长流的感觉，关系稳定，心里也很踏实。他的工资都会交给我，平常虽然话不多，但他为人心思细腻，总是默不作声的把所有事情都给我考虑好了。对啊，原来宋宇川这么好啊，那你们这算谈恋爱了吧？我光这么听着都觉得你们好甜蜜。不对，明明在说你喜欢的人呢，咋扯到我身上去了？你快说说你喜欢的人是谁？我认识不？李宝珠的脸突然就红了，也没啥不能承认的，她轻轻点了点头。你认识的，他跟你还是一家子。林之瑜一脸懵圈，还跟他是一家子？所以是我大哥还是我二哥啊？是你大哥。哎呀，提前说好的，你可不许笑话我。不笑不笑，这有啥可笑的？林之瑜脑袋跟小鸡啄米似的，只是脸上那抹清甜的笑容咋也收不住。算了，你想笑就笑吧。不过这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连我妈都没讲，你可不许往外说，尤其是跟你大哥那儿，半个字也不许提。放心，我不会往外说的，但你也不能一直这么下去啊。我大哥现在都不知道你喜欢他，就我大哥那个人又不咋爱说话，你们两个的关系啥时候能更进一步？需不需要我帮你去探探他的口风？李宝珠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她拍了拍林之瑜的肩膀。嘿嘿，鱼鱼，你真够意思，我正有此意，那这项伟大的任务就拜托给你了。放心吧，交给我没问题的。如果大哥也对李宝珠有意，那这事儿就简单多了。林之瑜从李光明家里出来，特意去鱼塘绕了一圈，林国庆正在给鱼塘换水。小妹，你咋来了？来看看你们。大哥，2号鱼塘已经开始换水了吗？是啊，按着你的要求，7天一换水。你二哥回家拿饭去了，要不咱们先去木屋那坐会儿？可以。林之瑜笑着应了声，二哥不在，正合他意，不然他咋帮李宝珠探口风？大哥，你跟二哥年纪都不小了，有没有考虑过成家的事儿啊？林之瑜也不弯弯绕绕，直奔主题。林国庆一愣，似乎没料到小妹上来就说这些。咋没想过？说出来都怕小妹你笑话。我虽然想过结婚的事儿，但我并不想相亲，我想找个自己喜欢的，对方也喜欢我的。林国庆不想相亲，不想让父母包办婚姻，是因为他觉得不相爱的人被勉强凑到一起，也是凑合着过日子。这有啥好笑话的？现在本来就讲究自由恋爱了。大哥，你有这想法是正常的。那你有中意的姑娘了吗？林国庆摇了摇头，耳根处有些红，不好意思。没有，我想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先发展事业，感情的事儿顺其自然就好。大哥，你觉得李宝珠人咋样？长得咋样？性格咋样？都挺好的啊，长得好看，性格挺好，人也很热情爽朗，是个很不错的姑娘。大哥，那你觉得李宝珠当我大嫂咋样？林国庆再次愣了愣，反应过来之后，还算淡定的脸上突然面红耳赤。啥？小妹，我突然想起来，刚才给鱼塘换水的时候，好像门没关好，你先坐着，我去把门关上。林国庆也不给林之瑜说话的机会，立马起身走了出去。宇川，听说李部长因为酱菜的事儿，已经找你谈过好多次了，你每次都拒绝，咋回事啊？不愿意把你家属做的酱菜卖给食堂？没有不愿意，食堂管理太乱，卫生条件也不达标，他们做的食物本来就存在隐患，说不定哪天吃完之后就会拉肚子。我媳妇做的酱菜从食堂卖的话，如果出现问题，很难划分责任。李部长的确问了我好多次，但我不想让我媳妇辛苦做出来的酱菜趟食堂这趟浑水，所以才拒绝了他。你说的有道理，李部长那个食堂确实太乱太差，而且做出来的菜实在难以下咽，不然工人们也不会因为饭菜问题反复闹的。既然你不想跟食堂掺和的话，食堂对面还有3间房子，现在也闲置着没用，我可以跟厂里申请一下，让你们免费使用，有你们的人专门卖你家属做的酱菜，你看这样行吗？我没啥问题，那我过2天休假回家的时候跟我媳妇商量一下。别过2天了，你现在就回家去跟你媳妇商量，等你休假回来，酱菜必须跟你一起回来。这2天就算厂里多给你的假期，你也别坐客车了，直接让杨金跑一趟，把你送到家。好，谢谢江总了。对了，江总，
食堂对面那3间房好长时间不用了，如果用来卖酱菜的话，我觉得应该重新装修一下比较好。让你们免费使用已经是魄力了，若是再让厂里添钱装修，肯定会引起别人的不满。不用厂里添钱，我记得之前县里的舞蹈团来咱们单位演出的时候，给他们装修化妆间还剩了几袋子腻子、几桶乳胶漆。如果可以的话，还请您把那些东西批给我，我找工友们等着下了班把那3间房子重新装修一下。宋宇川又仔细想了想，库房里还有啥他能用到的东西，他的工资全都交给鱼鱼了，手上实在没啥钱。对了，我记得陈师傅那单子上有一块演出团不要的幕布，还有一个坏掉的吊扇。江总，这些您都批给我吧。你要那吊扇干啥？都坏的不能用了，别要了吧。那个幕布虽然有些脏，却是特别好的天鹅绒布，洗干净之后能当窗帘用。就是那个破吊扇，他没办法理解。这个我能修好，您就别操心了。这倒不是问题，陈师傅那张单子上的东西，你把能用到的都单独列出来，我都批给你。倒也不用，就这几样就够了。江总，您给我签了吧。我看你这架势，弄得好像是你媳妇要来厂里卖酱菜一样。提前跟你说好啊，咱们厂里在这方面有规定，员工必须是男的，不要女工，男员工的女家属也不能到厂里面来，所以你们还得找个男的来帮你们卖酱菜。另外，我还得提醒你一句，你也知道厂里对你很重视，想把你的位置往上提一提，多少人眼红嫉妒盼着你出错呢？但如果搞砸了，你会为此承担很大的责任，甚至还有可能影响到你的前途，所以行事务必要谨慎。不出意外的话，宋宇川将会是下一任总经理，甚至还有可能做到更高的位置。您放心，我知道轻重。接上集，林之瑜琢磨着怎么给林国庆跟李宝珠撮合一下。他没当过媒人，所以他特意跑去请教一下王婶子。玉玉，你都结婚了，你打听这事儿干啥？你不养鲫鱼了，打算学做媒吗？想学的话，婶子教你呀。没有，婶子，我哪儿干的了这个？我就是好奇问问罢了。林之瑜从王婶子家出来，又去了李宝珠家里，把从林国庆那里探听到的口风说给了李宝珠听。鱼鱼，他真的提起我来，有好多话说嘛。是啊，我确定他对你很有好感。既然你喜欢他，他对你又有好感，不如抽个时间，你跟我大哥都来我家，我请你们吃顿饭，让你们两个多接触接触。当然，这可不保准儿能行，毕竟这方面我确实没经验，不知道该咋帮你。鱼鱼，你已经帮了我大忙了，我觉得去你家吃饭这个主意就挺好的，就是太辛苦你，也让你破费了。哈，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你是我好朋友，林国庆是我大哥，你俩若是能成，我也跟着开心，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中午咋样？可以呀。李宝珠头点的跟小鸡啄米一样。说到吃饭，他忽然想起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来。对了，鱼鱼，我前天去镇上我姨母家，我表哥给我做了一碗鱼香肉丝炒饭，我吃了2口就吃不下去了。我跟他说，你做的鱼香肉丝比他做的香太多了，他就跟我打赌，说要是你做的鱼香肉丝比他做的好吃，就给我50块钱。所以，鱼鱼，明天中午我能不能让我表哥跟我一起去你家，你再做个鱼香肉丝，狠狠地打他的脸，顺便帮我赢那50块钱。林之瑜想起李梦华，当初赵青青跟世纪大饭店张老板鼓捣出来的事情，都是他查清楚的，是个挺正直的人。行，咋不行？明天中午你跟他一起来吧。不过你以后可不能再跟人打赌，还拿我的厨艺做赌注，万一碰到一个比我厉害的高手，那你岂不是输惨了？对，我本来不想搭理他，可我表哥总拿话激我一时头热就答应下来了。不过你放心，我发誓绝这是最后一次，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而且说真的，我表哥做的鱼香肉丝真比不上你做的。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中午见。林之瑜告别李宝珠，就回到了自己家。没一会就有一辆货车也停在了他家门口，下车的正是宋宇川。宇川，你回来了？我休了几天假，所以就回来了。你这次也是坐客车到镇上，然后从镇上走回来的吗？等你下次回家，把电话打到李叔家就行，我骑着自行车去镇上接你，你就不用那么累了。不是，是我同事送我回来的，就是上次帮着捎带东西的杨金跟杨树。是他们2个啊？那他们人呢？已经回去了吗？没呢，还在外边等着。这老热的天，赶紧把人请进来吧，让他们歇歇脚，喝口茶水，别磨蹭着，快些去。好吧。对了，家里还有番茄鲫鱼罐头吗？杨金哥俩儿特意来送我一趟，我想让他们带些回去。番茄鲫鱼罐头的现做大概得用2个小时，他们着急回去不？着急的话，家里倒是还有不少烤好的鲫鱼干，可以给他们多带些。杨金他们做不了几分钟，一会儿就回去了，给他们带些鲫鱼干就行。我这就去喊他们哥俩儿进来。行，那我去给他们准备。夫妻2个一块踏出房门，林之瑜去了厨房，宋宇川则是去喊杨金哥俩。兄弟们辛苦了，赶紧喝口凉茶去暑气。杨树对杨金跟宋宇川的聊天内容完全不感兴趣，他尝了一个牛角面包，里面是满满的红豆馅儿，吃起来却很绵软。弟妹，这个叫啥？真好吃。
这个是牛角面包，里面的馅儿不一样，有红豆馅儿的，有紫米馅儿的，还有南瓜馅儿的，看看最喜欢吃哪一种。我烤了好多，等你们回去的时候多带些。谢谢你啊，弟妹，你这厨艺比城里饭店的大厨还厉害，还有你做的那些酱菜，大伙尝过之后也都赞不绝口呢。对了，弟妹，等你的酱菜店营业了，这牛角面包是不是也能拿到店里面去卖？我们厂里好多像我一样喜欢吃零嘴的工友们，牛角面包这么好吃，拿到店里去卖一定会特别非常受欢迎。我的酱菜店？林之瑜愣了一下，杨树都把他给说糊涂了。我啥时候在你们厂开酱菜店了？酱菜店的事情，宇川他没跟你说啊？是这样的，他把食堂对面那3间房子申请下来了，说是让你卖酱菜用，还请工友们好好装修了一番呢。原本是打算让食堂从你这买进酱菜，再由食堂卖给工友们，但食堂管理太乱，卫生条件又不达标，担心你这酱菜卖过去受到食堂的不良影响，到时候不好区分责任，所以他才想出这么个法子来。我还以为他都跟你说了呢。杨树有些不解，宋宇川进屋那么久都没出来，咋都没跟弟妹说这事儿？应该是还没来得及说吧。林之瑜给杨晶和杨树带了满满一大包鲫鱼干，又给杨树单独装了一大包红豆馅的牛角面包，这哥俩就开着车回去了，走的时候都乐呵呵的。宇川，杨树说你给我在你们厂里弄了一个酱菜店，这是咋回事儿？你给我写信，不是说想在我们单位里卖酱菜试试水吗？宋宇川还知道他说的是试水，没想到这人竟一声不吭的直接给他弄个店出来。所以你就整了一个店给我，那租金水电啥的你都谈好了吗？谈好了，租金免费，水电可以随便用，只要厂子在1天，你就可以用1天。领导说了，等我休完假回单位的时候，让酱菜跟我一同回去，这几天你多做几样酱菜，然后定一下酱菜的价格，把不同种类的酱菜价格都列在单子上，我回单位的时候估计就能摆在店里卖了。不过是你在店里卖酱菜吗？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本职工作？不是我。对了，你还得找一个帮着卖酱菜的，必须是男的。为啥非得是男的？因为我们单位在这方面有规定，厂里的员工必须都是男的，不允许女工出现，也不许男员工的女家属来厂里。为啥只用男人不用女人？因为女人力气小吗？不是因为女人力气小，而是因为女人多了是非多。听说第1任总经理就是因为女人吃过血亏，所以才特意立了这么一条规定。原来是这样啊，还挺有意思。我觉得你应该先给酱菜店起个名字。就叫云之味酱菜店，如何？行，都听你的。接上集，林之瑜带着宋宇川来到了鱼塘周围逛了一圈，随后就去木屋看看大哥二哥。宇川啥时候回来的？昨天下午到家的。二哥在鱼塘这边还习惯不？习惯，就是有点太清闲了，每个星期给2号鱼塘跟3号鱼塘换次水，就没啥活儿了。对了，二哥，宇川在他单位里给我开了一个酱菜专卖店，但他们单位不收女工，男工的女家属也不让进，所以我想请一个男的过去卖酱菜，你要不要去？去的话，我给你1天开1块5毛钱的工资，然后等专卖店的买卖红火了，再给你10%的分红。谢谢你啊，小妹，我想去卖酱菜，不过工资要，分红不要。林向前眼前一亮，卖酱菜这个事听起来还挺有意思，他想去，迫不及待的想去。林之瑜也不跟他拉扯，反正到时候直接把钱塞进他口袋里。大哥，你今天中午去我家吃饭吧，我得了一块黄花梨木，想让你给我看看做个啥东西比较好。林之瑜今天除了带宋宇川参观他的鱼塘，最主要的还是要把林国庆请到家里去吃饭，为他跟李宝珠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小妹，那我呢？二哥，鱼塘不能离开人，你就辛苦些看一下，等大哥回来的时候给你带饭，还带一大包零食。行，那大哥你快走吧。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有几个朋友一道过来，大哥你穿我给你做的那深浅蓝色的衣服吧。那小妹夫你们先走一步，我收拾一下再去找你们。和林之瑜2口子交代了一声，林国庆转身去旁边的屋子里翻找衣服，2口子手牵着手回到家，恰好在家门口碰到了李宝珠，还有隔着2米远站着的李梦华。鱼，你回来了，这是我跟我表哥买的苹果，可甜可甜了。宋大哥好，早知道你回家了，我们就不来当这个电灯泡了。没事，来就来吗？咋还带东西呢？也太见外了。李警官，又见面了。是啊，又见面了。听到李宝珠的话，才知道林之瑜已经结婚了，他心里突然有股子空落落的感觉，好像错失了什么重要的宝贝一样。你好，我是鱼她丈夫宋宇川。你好，我是李梦华。总听宝珠说林同志做饭好吃，所以厚着脸皮过来蹭顿饭。李警官客气了，上次在镇上还多亏了李警官明察秋毫，揭穿了赵青青的诡计，不然我跟香满园饭馆势必得遭一劫。我早应该请你吃顿饭，好好谢谢你。这次正好跟宝珠凑到一起了。那没啥，工作职责而已。林之瑜没再多说，从兜里拿出钥匙去开大门。你们先坐会，喝口茶，我去厨房帮忙。李宝珠好奇想要跟过去，却被李梦华扯住了裙子。你扯我衣服干啥？这可是我的新裙子，给我扯坏了咋整？
人家2口子做饭去，你好意思跟过去当电灯泡？只是吃个饭而已，咋还穿得这么正式？扯坏了我赔你1件新的。那你可赔不起，这条裙子可是鱼亲手给我做的，独一无二，有价无市，你懂不懂？我才不是要做电灯泡呢，我是提醒鱼做一个鱼香肉丝，你尝过之后就知道有多好吃了。到时候别忘了咱们得赌约，记得给我50块钱。哼，小财迷，好吃也不给你钱，你能咋地？你不给我钱，我就告诉姨母说你想娶媳妇了。姨母她早就盼望着你娶妻生子呢，到时候天天给你安排相亲，上午2个，中午1个，下午2个，烦死你。我劝你还是淑女些，你这么凶这么厉害，以后谁还敢娶你进门？你放心，我这么凶也会有人娶我，我一定会比你早结婚，还是跟我喜欢的人。李梦华抓住了他话里的重点，脸上的笑容顿时敛了下去。他严肃道：李宝珠，你有喜欢的人了？是谁？难不成是宋宇川？他今天来林家吃饭，特意换了新裙子。刚才宋宇川转身去厨房，他还想跟着去，种种行为都非常可疑。亏你还是个警察，这种毫无根据的话也能随便说出口，都不用脑袋想想。我能对宋宇川起别的心思吗？别说他结婚了是鱼的男人，就是他没结婚我也不动心思，他根本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的是林家大哥林国庆。李宝珠解释完了，发现李梦华笑意盈盈地看着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被他炸糊了。林国庆洗完澡换了衣服，赶到小妹家，刚要进屋便听到李宝珠说喜欢他，顿时愣在了原地。宝珠，我们谈谈，我去院子里等你。李梦华会意，连忙起身麻溜地退了出去，还顺手帮他们关好了门。屋里的气氛再次沉默了下来。林大哥，你都听到了，我是很喜欢你，你说跟我谈谈又沉默着不说话，到底是啥意思？你如果不喜欢我的话就直接跟我说，不用觉得为难，也不要说那些弯弯绕绕的话，我搞不懂。李宝珠很想哭，她长这么大还没这么大胆过，也没这么紧张过，像是被审判一样。既然林大哥你对我无意，这次就算我叨扰你了。不是，宝珠，我也喜欢你的。他泪眼婆娑地看着林国庆，怀疑自己的耳朵出现了问题。林大哥，你不用勉强，你要是真喜欢我的话，你刚才咋不直接说呢？我没有勉强，刚才没说是因为听到你说喜欢我，太诧异也太紧张了。李宝珠闻言也不哭了，有些好奇道：我喜欢你，你为啥觉得诧异？我今年27，这个岁数同龄人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可你今年才18，咱们差了整整9岁。你家里条件也好，完全可以找个年纪相仿且门当户对的男人，我实在搞不懂为啥你会看上我。其实说白了，林国庆觉得自己配不上李宝珠。李宝珠年纪小，他爸又是一村之长，长得好看，性格也热情爽朗，是个好姑娘，他完全可以找一个比他年轻、比他条件好的男人。林大哥，你这话不对，年纪相仿、门当户对的人，如果不是自己喜欢的，待在一起也只能是度日如年，充满痛苦。可若是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每天都会很开心。对我来说，开心更重要。至于家庭条件，你也不差啊，你家里给你置办好了房子，你还在鱼的鱼塘工作，以后不说有没有大作为，起码能让家人衣食无忧。而且我也不是啥都不会做、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家里的活儿我都没问题。2个人一块儿努力，日子会越过越好的。林国庆心里微微悸动，李宝珠这话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他口中所描绘的是他向往已久的家。你说的对。那林大哥，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男朋友了，我就是你的女朋友了，我们以后要好好的相处。今天的事情虽然发生的意外，但收获满满，意外带来的那点不愉快也因为这甜蜜的收获而烟消云散。好，都听你的。李宝珠的心情立马变得甜滋滋的，好像喝过蜂蜜水一样甜。爸爸，你都好久没回家了，你都不想我跟仙女妈妈吗？当然想了，现在爸爸这不是回来了吗？哎，宇川回来了，快进屋里来。豆包，先下来把鸡蛋羹吃了好不好？不好，姥姥，我想让爸爸喂我吃。这孩子都知道跟他爸爸撒娇了。妈，把碗给我吧，我来喂他就行。那行吧。林母连连点头，把碗递给了宋宇川。宋宇川接过碗，抱着孩子去了院子里的石桌上，把空间让给了林之瑜跟林母。鱼，感觉宇川这次回来好像变化好大，不仅有活力了，还年轻了许多，而且也爱笑了。你们挺好的吧？挺好的。对了，妈，我大哥有对象了。林母一下子愣住了。这2年倒是有不少人给林国庆介绍对象，但因为林国庆的年纪，没一个姑娘愿意。人你认识，是李宝珠。他们2个年龄是不是差的有点多？大9岁也不算多，2个人要是真心喜欢的话，岁数不是问题，这事儿你知道就行了，可千万别去管，让他们顺其自然的发展就好。放心吧，他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相处方式，我哪能不知分寸？我就是觉得吧，宝珠是个热情爽朗的好姑娘，长得好，条件也不赖，完全可以找个比你大哥条件更好的。你大哥能遇到宝珠这样的好姑娘，真是踩了狗屎运。像李宝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条件还好的姑娘，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鱼，辛苦你了，你那么忙，还要你帮着张罗你大哥的婚事，这原本都应该是我该做的事情。妈，你说这个就见外了，
咱们是一家人，啥帮不帮的，心往一块儿使，这日子很快就好起来了。再说大哥优点还是挺多的，没你说的那么差。之前他进鱼塘的时候，全家人都出动了，对他是无条件支持，所以他帮这么点小忙真不算啥。林父这时从屋里出来，手里还拎着一个儿童座椅。于莹，我给豆包打了一个座椅，回头你啥时候带他去镇上玩，就把这个座椅绑在自行车横梁上，这样孩子要是困了累了，坐椅子上还能舒服些。太好了吧，谢谢你。第二天一早，一家三口吃过饭之后，宋宇川便骑着自行车，前面横梁的座椅上坐着小豆包，后车座上坐着林之瑜，还驮着2大背篓鲫鱼，直奔镇上去了。镇上香满园饭馆时刻爆满，人都围到了门口。林之瑜见状，连忙让宋宇川去了饭馆后门，不过后门紧关着，他伸手敲了敲门，里面没人应，又喊了2声，过了会儿才有人来开门。孟老板，你啥时候回来的？嘿，我昨天晚上回来的。你后面这2位是？介绍一下，这是我男人宋宇川，还有我闺女小豆包。宇川，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那2个合伙人之一，孟继凡孟老板。你好，孟老板。哎，你好，大家都那么熟了，喊我名字就好。来，先进来再详说吧。这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怎么刚才我来的时候都是关着门，还要敲好一会？嗨，我这么靠谱的人咋可能惹事儿呢？那设备我已经搞定了，所以就提前回来了，正好筹办一下加工厂。这不是香满园的生意太好了吗？那食客们都排到了门口，还有人是徒走后门。从昨天晚上我回来一晚上，加上这一上午，我都不知道劝退了多少想走后门进来的食客，这嗓子都快冒烟儿了。这个孙望族也是，也不知道多招些员工，害得我舟车劳顿都来不及好好休息，就得给他看着后院。孟继凡虽然是在抱怨，但语气里带着一股子兴奋。就在这时，孙望族也恰巧回来了。林妹子你来了，这不是宇川兄弟吗？你咋来了？找我有事儿啊？宋宇川脸上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想了想点了点头。算是有事吧？啥事儿你说，能帮上忙的我绝不推辞。孟继凡看不过去了，白了他一眼。人家宇川兄弟跟林家妹子是2口子，你眼咋那么拙，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宇川兄弟跟林妹子是2口子，是真的吗？孙望祖怀疑的视线看向了林之瑜。他说的对，不过你们2个认识啊？孙大哥去县城进货的时候，恰好遇到过一次，顺手帮了点小忙。这可不是小忙啊，是救命的大忙。去年我去县城进货，回来的时候见天色不早了，就想抄近路回来，没想到碰见劫道的了，不仅把我所有的货都收了，还企图把我仅剩的钱搜刮走。我自然是不肯的，豁出命去跟他们打了一架，当然最后没打过他们，还被揍得很惨。我一度以为自己快被打死了，幸好碰到了宇川兄弟，他及时出手相助，不仅把那些混混教训得很惨，还帮我把货要了回来。后来又把我送去了医院，还在医院里照顾了我1天，直到我脱离危险了才离开。原来是这样啊，宇川你好厉害，不过你都没跟我说过。这让林之瑜有些郁闷，除了空间不能说，他啥事儿都跟他说，这事儿他却不跟自己说。不是故意瞒你，若不是见到孙大哥，我也想不起来这档子事儿。甭管咋说，咱们聚在一起就是莫大的缘分。对了，林妹子，上次你说过让我把对面世纪大饭店盘下来，还让我在家里等着张老板主动上门，你猜咋着？没过2天，张老板就主动上门让我把世纪大饭店盘了下来。妹子你真是料事如神，啥都让你给说中了。碰巧而已，没你说的那么夸张。现在店里的客人越来越多，香满园的大厅跟门口都堵得严严实实的，店里也接待不过来。我想着把一部分食客分到世纪大饭店去，妹子你觉得咋样？林妹子在做生意上比他厉害，所以现在他有啥大行动前都会下意识地问问他的意见。可以呀，不过别直接把客人分到那边去，你先找人把世纪大饭店里里外外清洗一番，好好消一下毒。那些锅碗瓢盆筷子汤勺啥的就都别要了，拿出来当街摔碎扔掉，置办一批新的，再请市场管理局的人给你做个检测，出一个报告，把报告贴在大门口，等做完这一切之后，放上几挂鞭炮再开门营业。听得孙望祖眼睛发亮，就连孟继凡都止不住的点头，这林家妹子果真是个做买卖的好手。紧，我这就去办。对了，这300块是你送鲫鱼的钱，你数一下。行了，孙老板，都是老熟人了，那你去忙你的吧，我们也准备回去了。那行，我就先去忙了。说完，孙望祖就离开了。林妹子听老孙说，你把加工厂的厂址选好了？就在我那鱼塘周边的荒地上，按你说的有50来亩。这样挺好，那租金咋算呢？不要租金，这块地让你免费建厂。那不行，不能让妹子你吃这亏。不吃亏，之前分股的时候，你跟孙老板有意让我些，我付出一些也没啥。那行，既然位置选好了，我回头就去联系建筑队，选个日子就开土动工。请建筑队来干活的话，需要管饭不？当然需要。咋了，妹子你有合适的人选？村里倒是有几个相熟的婶子，我琢磨着倒是可以请他们帮忙来做饭，一来不用管住，少生事端；二来
他们家里也有多余的锅碗瓢盆、筷子、汤勺啥的，这些也都不用管。还有就是用村里的人更容易跟大伙拉近关系，以后加工厂开在村里，免不了跟村里人打交道，维护好关系，工作也好做。那感情好，省得我费心去找了。工期大概得1个月，施工队得30来人，那雇几个人做饭合适呢？还有工钱咋算？3、4个吧，工资就按5毛钱一天。林之宇把李婶子、王婶子还有钟义媳妇都算上了。至于每天做饭需要用的米面、粮油和蔬菜，也可以跟孙望祖商量一下。从他这批量进，肯定会比外面便宜些。我以后每天都来饭馆送鲫鱼，回去的时候可以帮着捎带回去。好，回头我把这事儿跟老孙敲定一下。那妹子，我去联系建筑队，估计后天就能开工。你帮我把做饭这事儿张罗一下。没问题。李叔，后天加工厂就要开土动工了，我来跟您说一声。这么快吗？我那合作伙伴已经开始联系建筑队了，说后天就可以动工。他做事儿效率高，应该是准信儿。行，到时候你有啥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这算是这些天他听过的最好的消息。加工厂建起来，村里的人也可以有工作有收入，再也不用受穷了。好的，到时候肯定少麻烦不了您。建筑队来施工，需要请人做饭，1天5毛钱，工期大概1个月。婶子有兴趣吗？我能去吗？能去的话那感情好。当然了，婶子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后天就去。李婶子看了李光明一眼，下意识地征求他的意见。他围着李光明转惯了，愿意去就去吧，这是好事儿。行，那我就去。第二天，林之宇把做饭的事情跟王婶子和钟义媳妇都说了一下，他们也欣然同意。王婶子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兴奋地跑去商店买了半斤糖回来庆祝。他王婶子，是不是你儿子要娶媳妇了？哪儿的？我那个妮子连个对象都没有呢，结啥婚啊？没影的事。那你到底在高兴啥？这不是与那合作伙伴要建鱼罐头加工厂，让我到时候过去给施工队做饭呢，1天给5毛钱的工资。我这人你们还不知道，一碰到高兴事儿就喜欢吃点甜的东西。反正明天加工厂一动工，大伙就都知道了。王婶子也没瞒着，林家小闺女可真有本事呢，这才建了鱼汤多久，就又要跟人建罐头加工厂。谁说不是呢？看来卖鲫鱼还真挺挣钱的，不然咋说建厂就建厂呢？也不知道林家小闺女挣了多少钱了。林家小闺女挣多少钱我都不好奇，毕竟人家聪慧会做买卖，勤劳能干又肯吃苦，挣多少钱都是人家的本事。我倒是羡慕王婶子，1天有5毛钱的工资，这么好的差事啥时候能让我碰上？1个月就有15块钱，省着点花能花上半年呢。大伙也不用羡慕我，鱼说了，等鱼罐头加工厂建起来，就从咱们村里招人，到时候被聘用的人都能去罐头厂工作，守家在地的就能有一份收入。他王婶子，那林家小闺女招多大岁数的？我儿子都40了，不知道能不能去。我家老头子快50了，但身子骨挺硬朗，干力气活没问题。能去罐头厂上班吗？林家小闺女说了，要18岁以上到55岁以下的，只要身体健康，干活儿麻利，不偷奸取巧，不恶意生事端的人，无论男女，等加工厂建好了都可以去报名。大伙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男人去罐头厂上班可以理解，难道这女人也能去吗？王婶子，你是不是说错了？只有男的才可以去上班吧？女人在家看孩子、做饭、收拾家务还行，他们能上个啥班？女人咋了？谁规定女人只能在家看孩子、做饭、收拾家务？鱼说了，女人认真干起活来能顶半边天。都啥年代了，外面都在讲究男女平等，你这思想优的跟上才行，不然就被淘汰了。他王婶子说的是，我们女人在家除了做饭、看孩子、做家务，地里的活儿一点也不少干。真要论起干起活儿来，我家那口子还真不如我呢。就是我男人特别抠，跟他要点钱花跟要他的命一样，哪怕要1毛钱花，他都恨不得跟我打一架。要是我自己能挣钱，谁受这个窝囊气？我们家是我男人挣了钱都交给婆婆管，他舍不得给孩子花1分。我想给孩子买点营养的吃食，每次跟他要几毛钱都得看他好几天的臭脸，摔打打的各种不愿意给。我早就受够了，只是孩子小又没出过村子，一直生忍着罢了。如今有这样的好机会，等报名的时候，我肯定第一个去。他王婶子，林家小闺女有跟你说啥时候报名，去哪里报名吗？女人们一想到不用出村就能有钱赚，顿时兴奋的不行，恨不得立马就去上班。被困苦生活搓磨到黯然失色的眼里有了光，脸上也挂起了久违的笑容。大伙都别急，这不明天加工厂就开始动工了吗？据说工期得1个多月，报名的话估摸着得等加工厂建好了，设备都安装好了才行。反正到时候鱼他会通知大伙的，咱们安心等消息就成。有人在家吗？在家的话快点出来开门啊！你们是谁呀？来干嘛？我是你未来大嫂刘桂花，咋的？现在手里有哪臭钱了？眼镜就挂头顶上了。什么未来大嫂？你认错人了吧？他大哥林国庆前2天才跟李宝珠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从哪儿冒出来一个未来大嫂？刘桂花见林之瑜还装作不认识，觉得他是故意的，
脸顿时一垮。我咋可能会认错人？难不成你不是林之瑜？你大哥不是林国庆？我是林之瑜，我大哥也是林国庆，但未来大嫂可不是你。鱼鱼啊，我是你奶奶的弟媳妇，按着辈分来说，你应该叫我一声奶奶。这位是我孙女，比你年纪大，你得喊一声表姐。我奶奶弟媳妇的孙女，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哪跟哪？所以你们俩特意来上门一趟，有什么事儿啊？林之瑜没喊人，刘老太太脸上有些挂不住。这小蹄子如此没礼貌，我都把身份挑明了都不喊人，果真是有2个臭钱就了不起了。哟呵，你这有俩臭钱眼睛就长在头顶上的玩意儿，按着辈分你应该喊我奶奶一声奶奶，喊我一声表姐，咋如此不懂礼貌呢？是不是欠教训？你妈平时就是这么教育你的，没大没小的像啥样子？你们到底有啥事儿？有就说，没有我关门了。鱼鱼，你竟然不认识就奶奶跟表姐了。不过你不认识我们也不能全怪你，我们也没啥事儿，就是特意来看看你，从大喇叭村来的，走了1上午的路呢，你不请我们进门喝杯茶歇歇脚吗？你们特意来看我，哈哈，是好几年都不联系了，突然上门来，咋？是因为听到我挣钱了吗？你这孩子真是快人快语，啥话都往外说。舅奶奶我心地善良，不跟你一般见识，我们就是听说你一个人带孩子还忙事业，怕你辛苦身体吃不消，所以特意过来看看有啥忙是我们能帮得上。是这样啊，谢谢你们关心啊，不过我不需要，你们看也看了，还是回去吧，家里没有茶叶，恰好也没水了。林之瑜堵在门口，杀死不让他们2个进门，到时候不仅家里会被洗劫一空，他们还会把主意打到鱼塘跟加工厂上。哎呦，我们好心来看你，你这孩子咋不领情呢？亏我还给你孩子带了好吃的呢。刘老太太说着从兜里掏出半块酥饼来，那半块酥饼还被咬了2口，有牙印的地方还是湿哒哒的，估计是被口水浸湿的。什么好吃的呀？小豆包本来在院子里看连环画，听到动静连忙乐颠颠的跑了过来，等看到刘老太太手里被啃过的酥饼之后，小豆包板起小脸一本正经道：这位老奶奶不能把自己吃过的东西给别人吃，那样不礼貌也不卫生，因为你嘴里有好多细菌，会传染给别人，到时候别人就会拉肚子，严重的还会中毒。喂，你这人咋那么不知好歹？教育出来的孩子也特别没礼貌。这酥饼我奶奶自己都舍不得吃，也不让我们吃，特意给你孩子拿来的，你咋能不领情？这么好的东西，你们拿回去自己留着慢慢吃吧。还有都说了不方便让你们进门，你们听不见吗？赶紧带着你们的酥饼走，这会儿回去还能赶上中午饭。鱼鱼，你这么怠慢我没关系，毕竟我老了，也不在乎啥面子不面子的。可你不能这么对桂花，她可是你未来大嫂呢。俗话说长嫂为母，她就是你第2个吗？我说了，我大哥有女朋友，不是啥桂花梨花的，你们少胡乱攀扯坏我大哥名声，你们该不会是故意来找茬的吧？你大哥跟我家桂花的婚事，是你爷爷在他们1岁的时候给定下的娃娃亲，你都不知道我们俩顶着大热天走了多远的路，这会儿又累又饿还又渴，你至少得给我们准备点吃的喝的，让我们去屋里歇歇脚，这叫基本礼仪。我听说你跟你妈关系不好，是不是这些她都没教过你？没事儿，这些桂花都懂，等她进门了，让她好好教你。刘老太太说着，绿豆小眼还瞄了一眼刘桂花，刘桂花立马把腰板挺直了，脸上的神情有些骄傲。好说，以后等我进门了，我定会好好的慢慢的教你，现在只教你一条，开门把我们请进屋去，再给我们端点茶，弄点好吃的。别给我扯这些有的没的，赶紧滚，听到没有？不然别怪我动手了。哎，鱼你咋这么不明白事理呢？这事可是你爷爷定下的，你连他老人家的话都敢违背，咱们做人可不能这样。既然是我爷爷跟你们定下的娃娃亲，那你们去找他说啊，找我干嘛？你可真是……刘老太太抬手指了指他，那嘴张张合半天，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现在都啥年代了，讲究自由恋爱，别拿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儿说事儿。这话就到此为止。你们若是敢去搅和我大哥，我不会放过你们。大哥今年都27了，好不容易跟李宝珠两情相悦，谁不都能搅和？你大哥就他这个年纪，没人给介绍对象的话，除了2婚的就是寡妇，哪像我们桂花洁身自好，到现在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你啊，要是真为了你大哥好，从现在起就把桂花当成你嫂子敬着，毕竟你以后能不能回娘家都得桂花说了算。先不说柳桂花能不能成为我大嫂，就说我回娘家凭啥她说了算？她算老几？林之瑜让宋雨川把小豆包抱到屋子里去，打算跟这2块黏皮糖好好掰扯掰扯。哎呦，鱼，你怎么就听不明白了呢？这一家一户一般都是长嫂当家做主，等桂花嫁给你大哥，她就是长嫂，她就得在老林家当家做主。对了，你大哥这段时间是不是在鱼塘工作？以后去镇上卖鲫鱼的事情就让桂花去做，你就不要再去了。人家2口子就能把鱼塘管理经营好，你一个嫁出去的姑娘不要跟着瞎掺和招人嫌。刘老太太绕来绕去，这才是她跟刘桂花来这里最主要的任务，把林之瑜的鱼塘接管过来攥在自己手里。听说林之瑜往镇上卖鲫鱼，一天能挣不少钱呢。
可鱼塘是我的，大哥只是在那里上班。都是一家人，啥你的我的，你的不就是你大哥的？再说你一个嫁出去的闺女要那么大的鱼塘干啥？你又要带孩子又弄鱼塘的，肯定管理不过来。你人啊，还是在家相夫教子就好了，不要去外面抛头露面，不好看。那刘桂花咋不在家相夫教子？为啥还要接替我去镇上卖鲫鱼？这不也是抛头露面吗？我们桂花有出息，是做大事的人，肯定不能像无知的小女人一样在家里相夫教子。她就适合在外面跑事业，你就适合在家里相夫教子。还有啊，我这年纪一天比一天大，经常头晕啊头疼什么的。桂花以后忙事业，肯定抽不出时间来照顾我，你就多伺候我，帮着她分担分担。不然你有啥需要我们桂花帮衬扶持的，咋好意思开口啊？说白了就是想接管了他的鱼塘，把他踢出去，然后他再伺候讨好他们，等着把他们伺候的舒服了，心情好的时候施舍给几分。哈，原来说来说去，你们是想要我的鱼塘啊？早说啊，何必绕来绕去绕这么大圈子？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啊，我们可不是要你的鱼塘，我们是在帮你。我懂的，你们这么帮我，我得感恩得知足的好好的回报你们，不能不知好歹。刘老太太诧异的看了林之瑜一眼，之前还是一副要赶他们走的模样，不过仔细想想也不觉得奇怪，这么多年他跟刘桂花一直都是用这一招，只要他们看上的，甭管是人还是东西，就没有他们二人拿不下的。那你还愣着干嘛？还不赶紧请我们进去，小心以后我不让你回娘家。不过我跟你们说，这事儿得需要一个仪式，不然多不隆重，也显得对你们不够重视。啥仪式？你别搞那些花花绕绕的，赶紧让我们进去。别急啊，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收下礼物之后再说其他的，你们等着我这就进去呢。林之瑜脸上的笑容愈发灿烂，不等刘老太太跟刘桂花回话，她转身走进院子，顺带的把大门给关上了。奶奶，你说林之瑜不会耍什么花样吧？或者想就这样把咱们两个关在门外，让咱们一直傻等着，结果他自己早去屋里睡觉了。他敢耍花样，我修理不死他。你这样，你去敲门，使劲儿敲。刘桂花一言，立马跑去敲门，将门敲得砰砰响，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跟大门有仇。接上集，林之瑜提来了2桶鸡粪，二话不说直接泼向二人。你咋能用鸡粪泼我奶奶？这就是你准备的礼物，我看你是找抽呢。桂花还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给我上去抽他，大嘴巴狠狠地抽他。刘桂花有一点不情愿，但刘老太太都发话了，真的扬起手去抽林之瑜，结果还没到林之瑜身前，一股熟悉的液体迎面泼来，毫无例外的从头淋到了脚。刘桂花哪受得了这个，在原地又蹦又跳，企图把身上的鸡粪给甩下去。小贱蹄子，你找死！怎么还想被泼鸡粪吗？我这桶里还有不少呢，家里更是管够，到时候别说用来泼你，你就是生吃泡澡都没问题。林之瑜扬了扬手里的木桶，他们敢来他就敢泼。最后再跟你们说一次，以后不许来我家，更不许在我家周围出现，不然以后泼到你们身上的就不只是鸡粪了。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哼，你等着吧，这事儿没完。刘老太太小声嘟囔了一句，扯起哭哭啼啼的刘桂花走了。奶奶，难道这事儿就这么算了？怎么可能就这么散了？行了行了，你别哭了，我自然有办法对付他。刘桂花闻言，这才心里好受了些。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就顶着一身的鸡粪走回去吗？身上又臭，心里还又烦。如果让他这么走回大喇叭村的话，还不如直接杀了他。走什么走？林之瑜把我们弄得这么狼狈，他也别想好过了。现在就跟我围着一水村转一圈，让一水村的村民们都看看林之瑜他是个什么东西。刘老太太打定主意要败坏林之瑜的名声，领着刘桂花在村里转悠来转悠去。哎，你们这2个臭乞丐来我家里干啥？赶紧走，赶紧走！哟，大姐，你可真是有钱了就不把穷亲戚放在眼里了。这才几天不见，连我的样子都认不出来。林老太太听到这声音，顿时头皮发麻，心里一阵厌烦。她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见来人确实是刘老太太跟刘桂花，是弟妹跟桂花啊。不过你们俩怎么这副模样？还不是你那孙女弄的，她泼了我们一身的鸡粪。林之瑜，为啥啊？一听是林之瑜弄的，顿时来了兴趣。听说林之瑜最近挣了不少钱，林老太太虽然很想从林之瑜手上弄钱，但也知道林之瑜不是好惹的。这不是桂花跟林国庆从小定了娃娃亲吗？您一想这桂花就是林之瑜未过门的嫂子，我们也是好心，见他一个人又带孩子又搞事业，想帮他多少分担一些，可没想到他一点也不领情，不仅让我们滚蛋，还泼了我们一身的鸡粪，甚至还说桂花跟林国庆订的婚娃娃亲不算数。当年这俩孩子的婚事可是林老爷子亲自定下的，咋能任由一个出了门的姑娘毁掉？大姐，你可要为桂花做主呀！刘桂花跟林国庆的婚事确实是老爷子当年定下的娃娃亲，但前些年刘桂花谈了一个有钱的对象，两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一脚把林国庆给踹了。弟妹，实在不是我不想帮忙，我是真的有心无力。你们估计也听说了，之前我跟方平住在新房里，林建军不仅每个月给我们口粮，还给我们20块的零花钱，连方平那2个孩子心儿跟珍珍的学费和生活费也不用我们管，
我在老林家倒还有点地位，能说上些话。可自从那林之瑜撞树寻死没死成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变得特别厉害，也特别不讲理，不仅口出狂言，有时候还会动手打人。我跟方平不仅被他从新房赶到了老房子里，连我们的口粮还有欣儿跟珍珍的学费和生活费也不让林建军管了，就让林建军每个月给我20块钱，所有的事情都让我自己看着办。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真是家门不幸。他还真是反了天了。林老爷子还在世的时候，老林家都是你当家做主，老爷子不在了，自然还得你当家做主，哪能让这么一个小丫头片子爬到你头上去耀武扬威？刘老太太心里打的什么主意，她不用问都知道，无非是想把她当枪使，让她去对付林之瑜。弟妹啊，实不相瞒，那林之瑜厉害着呢，我跟方平在他手上吃了不少亏，我是吃亏是怕了，宁愿自己过几天委屈巴巴的日子，也不敢再去招惹他。大姐，说这些外道话就没意思了，咱们开门见山的说吧，只要你帮着促成桂花嫁给林国庆，带桂花把去镇上饭馆卖鲫鱼的活接手过来，挣的钱就分你1/3，咋样？刘老太太也不再兜圈子，直截了当的把话挑明了。一半，只要给我一半的钱，我就帮着桂花嫁给林国庆。说实话，他原本不想答应，毕竟去镇上卖鲫鱼能挣不少钱呢，拿出去一半得拿出去多少钱呀？可他们在易水村，唯一认识且能帮得上忙的人也就剩林老太太了。行，只要你促成了这事儿，我就让桂花给你一半儿的钱。不过这丑话说在前头，这事儿你若是促成了，钱才能给你；但如果你要办不成的话，就不能给你钱。可以，这是自然。林之瑜厉害不讲理，他惹不起，但林国庆可是个好拿捏的。二阶上集，刘桂花和刘老太被泼了一身的齑粉，灰溜溜的回了家。奶奶，事情办得咋样？桂花把卖鲫鱼的活计要过来了吗？没有，你以为那么容易呢？刘老太太没好气的嘟囔了一句，把事情跟他们细细的说了。啊，林之瑜这么不好对付呀，那怎么办？就这么放弃了？这可是咱们老刘家唯一的翻身机会，错过了之后就再也不好找了。他并不关心刘老太太跟刘桂花有没有被泼齑粉，他现在就关心能不能拿下林之瑜，能不能弄到钱。放心吧，这事儿不可能就这么散了。我回来的时候去了一趟你姑姑家，她说了会帮忙的。奶奶，还是你厉害有主意，你放心，等我结了婚把媳妇儿娶进门，就让孙媳妇儿好好的伺候你。刘老太太想到那个寡妇，她就心里不痛快，还没进门呢，就把刘进宝哄得团团转。老大，你也不用垂头丧气的，等桂花把鱼塘接管过来，你就和进宝一起去管理鱼塘，等有钱了，什么样的媳妇找不着？是啊，大哥，等我接管了鱼塘，成了老林家的女主人，我就让林之瑜跟他男人离婚，你把他娶进家门来不就行了吗？那林之瑜长得好看吗？听说她生过孩子，应该不怎么样吧？还别说，那个小蹄子长得还挺好看，而且主意特别多，还能挣大钱。金宝看中的那个寡妇，连他个手指头都比不上，还是桂花有主意，我都想不起这个茬儿来。既然林之瑜那么好主意又多，她咋可能会乖乖听话嫁给我？即便她嫁进来又那么有主意，到时候若是不听我们的话，还不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呵呵，这个你不用担心，桂花不是说了吗？等她接管了鱼塘，成了林国庆的媳妇，就让林之瑜跟她男人离婚。她条件是不赖，但说到底还不是个二婚的，你是头婚，她在身份上就低你一等。还有啊，这结婚了，你可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怂了，你得给她好好立立规矩。刘老太太打定主意，一定得让刘招财娶了林之瑜，这样不仅可以省一份彩礼钱，还能多个免费干活的人。老大，你明天就去林之瑜，去了啥都不用说，帮他多干些活儿。他要是拒绝了你，你也不用灰心，就一门心思的找活干。桂花，你明天去找林国庆，跟他多交流交流感情。当然了，要是能干活也帮着干点儿。刘招财跟刘桂花同时点了点头。刘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全靠那1亩3分地来维持生计。第二天天刚刚亮，刘桂花跟刘招财便各自出去了，一个去鱼塘找林国庆，一个去找林之瑜。你好，表妹，我是刘招财，刘老太太是我奶奶，刘桂花是我妹妹。前2天你见过他们，听我奶奶说你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又忙事业特别不容易，所以我过来帮你干点活，省得你那么累，我来帮你扫院子吧。刘招财不等林之瑜拒绝，一把拿过院子角落里的扫帚，在院子里打扫了起来。刘招财是吧？我不需要你帮忙，我家也不欢迎你，麻烦请你离开。表妹，你咋这样说话呢？我好心好意的来帮你干活，你不说声谢谢就算了，咋还撵我走呢？说到底，我是看在一家人的份上才过来帮忙的，结果我把你当一家人，你却把我当外人。你少在这乱说了，谁跟你是一家人？你可别套这个近乎，咱们不熟。这要是把他娶进门，他还不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把家里弄得鸡飞狗跳的。刘招财忽然想起刘老太太的话，等结了婚就得给林之瑜立规矩，大嘴巴狠狠抽他几顿就老实了。是我说错话了，你别生气，你说的对，咱们不是一家人，可咱们说到底还是亲戚吧，总不能把自家亲戚撵出去吧。我们家之前日子过不上来的时候，你们也没帮过我一针一线，如今我日子好过了，你们倒是来帮忙了。你们说好听点是过来帮忙，
说不好听点怕是来打秋风。表妹，话可不能这样说。前几年我们家的日子也过不上来，哪还有条件帮助你啊？而且你以前也没帮过我们呀。既然都没有相互帮助过，你如今又拿这个说事儿，有什么意思呢？从今以后我们好好帮着你干活不就完了吗？他看出来了，这刘家的人都是一根筋，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脸都可以扯下来扔地上不要。上次你奶奶跟你妹妹来，就是你这副样子，我泼他们几分了。咋，你也想被泼一次？行，只要你高兴，别说泼一次了，就是泼100次我也乐意。林之瑜见着刘招财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真的生气了。他转身去院子里找棍子。宋雨川从屋里出来，将人拦住了。雨川，你别拦着我，今天我要是不狠狠揍这个白丽一顿，我能气死。不用你动手，我来。别生气了，这事儿交给我就行。你回去陪小豆包看连环画，好吗？那你悠着点儿。林之瑜嘱咐了一句，便转身进屋里去了。你就是刘招财是吧？我是。咋了？你还想跟我动手吗？没有，就是想跟你好好聊聊，出去聊聊怎么样？敢吗？这有啥不敢的？你说去哪里就去哪里。宋雨川弯弯绕绕把人领到了后山上。大早上的，一路上也没碰上个人，走在前面的宋雨川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喂，宋雨川，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我可不跟你走了。你要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清楚。在这里说也行。你来我们家应该不是来帮忙的吧？到底想干什么？要钱还是要东西？说起来你也是个5大3粗的男人，怎么学女人一样喜欢占便宜打秋风呢？真给男人丢脸。刘招财被对得一愣，没料到宋雨川说话会这么直接，这么不留情面。你还不知道呢吧？我妹妹刘桂花就要嫁给林国庆了，等他们俩一结婚，我妹妹就会接管鱼塘，以后桂花就是老林家的女主人，到时候她会让林之瑜跟你离婚，然后我把她娶进门。换句话说，以后林之瑜就会是我媳妇儿，把你扫地出门。所以宋雨川，你到底在得意个什么劲？刘招财刚把话说完，脸上便重重挨了一拳，他一下子摔在了地上。宋雨川，你他妈的找死呢！我弄死你！刘招财一下子炸了，从地上爬起来，往宋雨川身上冲过去，只可惜他都没到宋雨川跟前。宋雨川一抬腿，便将人踹出去好远。你竟然敢打我！你给我等着，我要搞到你们村长那儿去，到时候让他把你赶出村，这一水村你一天也别想待了。行，顺便提醒你一句，村长一般都是上午在家，你想去的话得尽早去，去晚了他就出门了。宋雨川走过去，抬脚踩在刘招财的手上，将他的手踩在石块上，用力碾了又碾。刘招财只感觉他那手要废了。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可以理解，你这种级别的废物只适合待在泥潭里，跑出来个硬人就是你的不对了。这是最后一次，再敢出现在我媳妇跟前，下次受伤的就是另外一边了。宋雨川说着，脚下用力的踩了下去。刘招财疼得嗷嗷直喊救命，他双眼一翻，直接疼晕了过去。话接上集，刘招财被宋雨川打得站不起来，于是一直爬到林老太太家，让林老太太掏钱雇人用板车将他送回到刘家。刘老太太坐在院子里等着听好消息呢，结果好消息没等到，就看到了刘招财被人用板车拉了回来。我大孙子咋搞成这个样子了？是哪个杀千刀的干的？还能是谁？是林之瑜他男人打的。奶奶，你可得为我做主啊！你被那臭男人那么打，林之瑜那小蹄子就在一旁看着，都不拦一下吗？刘招财闻言，细细的把宋雨川怎么把他骗出去，具体打了他哪里，又是怎样打他的，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奶奶，你不知道，宋雨川他不仅打我，他还骂我是癞蛤蟆，让我买个镜子好好照照自己是副啥模样，还说我没钱没手也好吃懒做，一辈子只能待在泥潭里。行了，你个没用的窝囊废，别哭了，哭能解决啥问题？那现在怎么办？我不管，奶奶你得帮我出做主，我不仅要娶林之瑜进门，我还得让宋雨川得到教训，付出代价。说起来这事儿还得靠你妹妹，等桂花嫁给了林国庆，在老林家当家做主之后，什么事儿都得是她说了算，到时候让林之瑜跟她男人离婚就是了。然后你娶了林之瑜，我定会找一些人好好的收拾那个臭男人一顿，还有你这打也不能白挨，咱们去找村长，让他给你做主，到时候他那个臭男人赔偿给咱们一大笔钱。刘家一家子正在商量着如何对付林之瑜两口子，刘桂花突然从外面怒气冲冲的跑了回来，刘老太太眼皮子重重的一跳，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咋了？桂花，你为啥生气啊？是不是事情没办妥？快别提了，那林国庆就是个榆木疙瘩，我都那么主动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他那该死的弟弟林向前愣是把我轰了出来，还往我身上扔石子。等我回头进了林家的门，当了他的大嫂，我一定收拾得他跪的求饶为止。这些人滑不溜丢的，还真不好拿捏。你大哥也让林之瑜那臭男人给打坏了。没事，你们都跟我去村长那一趟，让他给咱们出头做主。刘老太太当下又雇了推板车的人，推着刘招财，带着刘进宝跟刘桂花，径直去了大喇叭村村长家里。他张叔，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有外村的快把我大孙子打死了。他刘婶儿得跟我好好说道说道。于是刘老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把事情说了。这不桂花跟林国庆从小定了娃娃亲，我们看到林之瑜一个人带孩子又忙事业特别不容易，所以好心过去帮忙，没成想林之瑜不领情就算了，居然往我们身上泼鸡粪。不过我们也没真生气，结果今天早上招财过去帮忙干活，结果那林之瑜不仅不领情，
还让他男人把招财给打了一顿，现在都要推着板车走。他刘婶儿，你带着招财去镇上做个检查，把能检查的都检查了，然后让医生开个证明。现在办事儿都讲究证据，我手上得有东西，才能去易水村帮你们讨公道。大喇叭村跟易水村交集不多，每年对那贫困补助金都有争议，他得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数落李光明一顿。打定主意去找他们的话，索性就弄个大的，不仅要让他们赔偿医药费，还有营养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总之赔偿越多越好，要不然就别去。刘老太太猛了猛，听张村长这意思，若是把这事儿闹大了，应该能得不少赔偿。刘老太太满口应下，让人拉着刘招财去镇上的医院。路过家门口的时候，刘老太太回了趟家，拿上家里所有的钱，一共有50块钱，打算给刘招财从头到尾全都好好检查一番。奶奶，你对我真好，谢谢你。等从卫生院里检查回来，我还要林之于两口子跪下给我道歉。行，到时候都依着你。然而一旁的刘进宝却不乐意了，那钱是他们4个人的，凭啥刘老太太拿家里的钱去给老大做检查？奶奶，你咋能把咱们家所有的钱都拿去给老大做检查呢？这50块钱可是咱们家的救命钱，如果都花完了，那咱们一家4口吃啥喝啥？你个生瓜蛋子，你懂个屁！张村长那话里的深意你没有听出来吗？啥深意啊？人家张村长暗示的多清楚呀！咱们带着你大哥去镇上的卫生院做各全方面的检查，到时候查出来这里不好那里有问题，让人家医生给出个诊断证明，咱们就能拿着这证明去跟林之于谈赔偿，跟他要钱。而且你大哥检查出来的毛病越多，花的钱越多，到最后得到的赔偿也就会越多。你不用心疼这50块钱，等把诊断证明搞到手，问林之于要多少赔偿不行，到时候别说赔钱了，就把他那鱼塘还有那罐头加工厂整个都要过来，他连个屁都不敢放。刘进宝听了这话，觉得有些不靠谱。奶奶，你想的可真美，若是人家来个打死不赔呢？到时候赔偿拿不到，咱们家的家底儿又花光了，以后的日子可咋过？不可能，林之于要是敢耍无赖不赔偿，咱们就住到他家里去，让他养着。再说了，这事儿还有你张叔帮忙，咱们就按照他说的做就行，其他的事情不用多操心。刘老太太说完便不想再多说，催促着拉板车的人往镇上卫生院走。宇川，你去哪儿了？这身上咋那么凉？后山，宋宇川也没瞒着他，把事情跟他说了。我们老林家上辈子一定是刨了他们刘家的祖坟了，不然这辈子他们为啥可劲儿盯着我们家折腾？你打得好，他们就是欠的。别生气，为那种人不值当的。我不是生气，这刘家就跟粘皮糖一样，听不懂好赖话还要言不尽的。这次没达到他们想到的目的，还挨了揍，估摸着不会善罢甘休。刘桂花之前跟大哥定过娃娃亲，你知道具体是咋回事吗？林之于摇了摇头，记忆里并没有这档子事儿。于是宋宇川提议去林家问问林富林，两人带着小豆包，带了下酒菜便往林家去了。林之于也不藏着掖着，直接把刘老太太跟刘桂花还有刘招财做的事儿跟林母完完整整的说了一遍。前些年你大哥到了娶媳妇的年纪，我们也跟刘家提过这事儿，但他们家拒绝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刘桂花相中了一个有钱的对象，刘家觉得你大哥条件不好，想要另结亲。既然他们后悔了，我们也就没再问。没想到他们一家子吃饱了撑的，居然敢去寻你的麻烦。我跟你爸就去大喇叭村找他们村长，老刘家混，他们村长得讲道理吧，到时候让他好好管管。林建军也一脸严肃地点了点头，他闺女这日子才好过了几天，他们就惦记上了。老刘家简直就是一群不要脸不要皮的臭癞蛤蟆。建军，不好了，你快回家看看吧，你妈不行了，说是要见你最后一面呢，你快去吧。大夫，我妈她咋回事啊？你们是老太太的儿子儿媳妇吧？是啊，大夫，我妈到底咋了？你母亲这病有些严重啊，左右不过这些天，你们对她好一点，陪她走完最后这段时光吧。想干啥都尽可能的顺着她的心意，可千万别惹她生气。你放心吧，大夫，我们会谨记着你的话。大夫，老太太她得的是啥病？那大夫愣了愣，似乎没料到林之于会开这个口，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这个就是他支支吾吾半天却回答不上来。林之于笑了笑，说人家不行了，却说不上人家是啥毛病。林之于，你啥意思？大夫说你奶奶不行了就是不行了，你在这儿瞎问个啥劲儿？摊上了你这样的孙女，你奶奶可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别说的好像你很孝顺似的，你这会儿不在床前伺候着，跑过来跟我叽歪啥？我恰巧是关心她的病情才问问大夫的。你那2个好女儿倒是孝顺，咋不见他们的身影呢？心儿跟珍珍还忙着学业呢，你以为跟你似的整天没事儿干？不过他们虽然忙，但还寄钱回来了呢。心儿寄了15块钱，珍珍寄了5块钱，你咋好意思跟他们比？紧接着林芳婷从兜里拿出20块钱塞给了大夫。大夫，这人不懂事儿，耽误你时间了，谢谢你特意来跑这一趟。那什么没事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大夫接过钱，明显松了一口气，拎着医药箱就往外跑。林芳婷见人没影了，脸色才好看了些。建军，你这辈子过得可真有意思，摊上个这样的媳妇，又摊上个那样的闺女，以后等着享清福吧。
话接上集，大夫面对林之瑜的询问，表达支支吾吾。林之瑜当场断定其中有猫腻，于是追上去胁迫说出今天内幕。有话好好说啊，别动不动就拿刀子，多危险啊！把你知道的都说清楚，但凡有半点隐瞒，我这刀无眼。其实林奶奶没啥毛病，就是吃多了血有些撑到了。老太太让我帮她开了些清理肠胃的西药，然后用的量大一些，这才拉肚子了，造成脸色惨白无比、虚弱，仿佛不行了的模样。林之瑜一愣，他虽然觉得这里面有猫腻，但没想到事情的真相原来是这样的。他为啥要装病？这个我不清楚。他给我20块钱，让我帮忙演一场戏，就演他病重不行了，尤其要把这消息讲给他儿子儿媳妇听。你若是有啥不满，你去找老太太，跟我没有关系。林之瑜无语极了，他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净。姑娘，我该交代的都交代清楚了，没啥事儿我就先走了。不行，你还不能走。可我该交代的都交代了，你干啥不让我走呢？你该不会是想要我这20块钱吧？这可是我好不容易得来的，我不可能给你。你想挣钱吗？我给你50块钱，你给我演一出戏。简单粗暴的方法虽然好用，但也不能把人逼得太紧，不然会适得其反。该用钱的时候还得用钱。你先说什么戏，要不然我不答应。我不是在跟你商量，你若是答应，戏演完了我便放你走；你若是不答应，我便送你去吃牢饭。我答应，我答应，我答应还不行吗？大夫连忙急切地答应下来，生怕说晚了，这女娃子真送他去吃牢饭。建军啊，现在你闺女有出息了，向前开朗活泼敢说话，这2个我都不咋担心，我比较担心国庆。你也知道他内向不爱说话，有时候好几天都蹦不出来一个字。家里人没事儿，可你知道外面的人在背后都是咋议论他吗？他们说国庆是屁都不会放一个的窝囊废，打光棍的命，这辈子没有哪家姑娘会愿意嫁给他。是哪个王八羔子在背后议论我家国庆？可去他大爷的！这要是让我当面撞见了，我一准儿让他吃不了兜着走，顺便好好问候一下他的祖宗18代。别说那冲动话，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沉稳些不行吗？我琢磨着，国庆他不是跟大喇叭村你舅舅的孙女刘桂花订过娃娃亲吗？正好那刘桂花也没对象呢，不如就履行诺言，让刘家提亲，回头找个好日子，把桂花跟国庆的婚事给办了。他们2个都不是啥小年纪，依我看也不用定亲，直接结婚得了。林建军猛了猛，反应过来之后连忙摇头。妈，这个不行，你忘了前几年那刘桂花攀上了一个有钱人的对象，我跟秀香为这事儿还去他们家登门拜访过。他们当初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把事儿做的那么绝，我们自然也不可能再跟他们打交道了。而且我家国庆现在有对象了，还是个特别优秀的好姑娘呢。是啊，国庆那个榆木疙瘩有对象了，雨芳还是个特别优秀的好姑娘。谁家的姑娘啊？我认识吗？你认识的，就是李光明家的大闺女李宝珠。林母她就说老太太咋就突然病危了呢？绕来绕去的原来是为了国庆的婚事儿，不用问都知道，刘老太太跟刘桂花肯定允了林老太太不少好东西。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李光明家的大闺女跟国庆不合适。哪儿不合适啊？我看着挺合适，挺般配的啊。我当初找了你爸爸，你爸爸比我大12岁，结果他先一步早早的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受苦受难。这要是找个年纪相仿的，我也用不着受那么大的罪。再说家庭条件，那李宝珠他爸是村长，家里有钱，你就是个普通的农民，这叫门不当户不对。果不其然，林建军听完这话之后，眉宇间有些松动，这些弯弯绕绕他以前都没想过，不过他也有疑虑。那刘桂花之前可是处过对象，听说男方还是个有钱人呢，他一门心思的想过有钱人的生活，咋可能甘心跟着国庆过寻常日子呢？桂花之前确实办了不少糊涂事儿，但这个也正常啊。当初她年纪小不懂事，想找个有钱的享清福有啥错？别说她了，现在的大闺女有几个不想嫁个条件好的？条件好的日子过着就是舒坦，条件不好的跟着就是受罪，这个你得理解。妈，之前我没有考虑过那么多，现在经过你那么一分析，想想国庆跟桂花确实更合适一些。既然桂花认识到她以前犯错了，心里又还想着国庆，那我明天就去找个媒人去老刘家提亲。不行，择日不如撞日，你这会儿就去找媒人办这事儿，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上。林建军一愣，这么急的吗？可这会不会太仓促了些？不买花生糖瓜子的话，空着手上没有些不合理数吧？啥离数不离数的？建军，你得明白，刘桂花家到林家来是来当儿媳妇，而不是来当祖宗的。你不抓紧时间办的话，万一我突然就撒手人寰了呢？妈，这事儿交给秀香去办吧，我留下来陪你说说话聊聊天。行，还是我老儿子孝顺。秀香，那这事儿就交给你了，我跟建军在这儿等着听你的好消息。让林母去刘桂花家定亲，等于让他亲手拆散了林国庆跟李宝珠。林国庆知道了以后，怕是会恨死林母。我劝你们还是趁早死了那份心思，这事儿我不同意。国庆他有对象是李宝珠，他们2人两情相悦，凭啥你们说拆散就拆散呢？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算我儿子这辈子没有那个福气娶宝珠为妻，就算他这辈子打光棍，刘桂花这辈子都休想进我家的门。秀香，你到底咋回事儿？妈本来就没几天活头了，求你了，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顺她一次，好不好？不好，你真当那刘桂花洗心革面，又看上你儿子了？我呸！这话是咋好意思说出口的？实际上，刘桂花是被他那个有钱的对象给甩了。另外，林建军，你忘了刘老太太跟刘桂花去鱼鱼家里找鱼鱼的麻烦了？那俩烟杂货看上了鱼鱼的鱼塘跟罐头加工厂，想要抢过去自己霸占呢。总之这事儿我就是不同意，死都不同意。他想起宝贝闺女跟他提过的，刘老太太跟刘桂花是咋耍不要脸来着？他原本坚定的心又动摇了。妈，那刘桂花确实不是个好东西。前几天和舅母去鱼鱼家里，嚷嚷着要接管鱼鱼的鱼塘，后来好不容易走了，谁想到第二天又派了刘招财来。那刘招财更不是个东西，不仅惦记鱼塘，还惦记鱼鱼。林老太太见林建军瞬间就改变了主意，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她怎么就生了一个这么没出息的窝囊废？这事儿你舅母跟我解释过了，桂花她心里特别想念国庆，但一个姑娘家的又不好意思直接上门找她，只能先接触一下鱼鱼，想着提前先跟鱼鱼打好关系，等时机成熟了，到时候让她帮忙牵线。而且他们也不是空手去的，还带了东西。林老太太解释完了，心虚的头皮发麻，后背出了一身的汗，生怕自己的谎言被识破。是真的吗？我咋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儿的样子呢？也就骗骗你这个傻子罢了，反正就是说出大天来，我也不同意刘桂花嫁给我儿子，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秀香，你有什么气都冲我，干嘛在孩子们的婚事上意气用事？就算后来桂花差点跟别人结了婚，可最后不是没结成吗？那样一来，桂花跟国庆的娃娃亲还作数。林建军，你不必为难，我跟你离婚，我带着国庆跟向前净身出户，房子啥的都不要了，我还有孩子跟你跟老林家都没关系了，这样谁也别想用那框架去套我的孩子们。秀香，你不能这样，这事儿跟我有啥关系？离婚的事情你想都别想，我离了你跟孩子们，我活着还有啥意思？你这是在剜我的心。林建军反应过来，急急的开口，声音都哑了，浑身也气得哆嗦。这事儿咋跟你没关系？既然你妈非逼着你做决定，你又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事儿总要有个说辞。我觉得离婚就是最好的选择。你疯了，反正我不离婚。离不离婚你说了不算，只要我想离就没啥不可以的。一边是他生命垂危的老母亲，一边是跟了他几十年为他生了3个孩子的媳妇，他是真不知道该咋办才好。林芳平原本坐在院子里，见林之瑜带着大夫又回来了，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长辈们在屋里谈事儿，你一个小辈儿进去干啥？果真是有娘生有娘养却没文化的泥腿子，就连这基本的礼仪也做得特别像样。林之瑜都懒得跟他废话，直接上前将人往旁边用力一推。林之瑜，你推我，你疯了！我可是你大姑，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知不知道什么叫长者为尊？我可没推你，是你自己不小心摔在了地上，怎么能赖我呢？说完之后便不再理林芳平，推门直接走了进去。林芳平想要从地上起来去拦他，结果被林国庆跟林向前双双拦住。林之瑜那小蹄子推我了，害我摔了一跤，他没良心也就算了，毕竟是个嫁出去的赔钱货。鱼鱼是我们的亲妹子，谁远谁近我们分得清。鱼鱼要是赔钱货的话，你是啥老赔钱货吗？还有你那2个闺女是小赔钱货吗？大姑何必自取其辱呢？说到底，我们跟小妹才是真正的一家人，你不过是个外人而已。你们真是反了，还不都是大姑和奶奶逼我们这样做的吗？不反，全家等着被你们俩老钱婆弄死吗？话接上集，林之瑜进门之后，从兜里掏了500块钱出来，朝着礼物大喊了一句：“这是谁掉的500块钱啊？没人要的话，我可就收起来了。”那是我掉的钱，你不许收起来。林之瑜的话音刚落下，林老太太腿脚麻利地下了床。哪呢？500块钱在哪儿呢？当视线落到林之瑜手里那一摞大团结上，脸上的表情不高兴了。那是我掉的钱，快拿来还给我！林之瑜当着林老太太的面将那500块钱揣回自己兜里。我跟你开个玩笑，你咋还当真了？不是说奶奶你病危活不了几天了吗？这不看起来挺好的，这利落的动作，怕是连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比不上你呢。他看着林之瑜脸上那略带嘲讽的笑容，突然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他被林之瑜炸糊了。妈，你为啥要装病骗我？林老太太脸色一僵，林之瑜简直就是她的克星，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林老太太抬手一摸额头，两眼一翻就晕了过去。妈，你这是咋了？爸，你才刚被骗了一次，咋记吃不记的？林建军往前冲的脚步猛地一顿，他脸上急切的神情也平复了下来。鱼，万一这次是真的呢？别到时候弄出了人命。鱼，你别搭理你爸，他愿意咋样就咋样吧，反正我已经打定主意跟他离婚了，以后咱们跟他们几个都没关系。我这就回家拿户口本，等下就去镇上办离婚。林之瑜拉住林母的手，凑到林母耳边轻声交代了几句。既然是鱼交代的，他自然也不会有啥意见。林母转身往外走了。
爷鱼，咱们赶紧把老太太扶起来吧，这地上反热气，躺时间长了会上火的。我去请个大夫，给老太太看看到底是怎回事儿。这晕倒的时间也太长了些，可千万别出啥事儿。爸，你急啥？再等1分钟，1分钟之后，你愿意扶她还是愿意抱她都由着你。林建军愣了愣，反应过来无奈的摇了摇头，这孩子咋说话呢？说话的功夫，林母从外面进来，手里还拎着一个大大的竹篮。鱼，东西都带来了。那咱们开始吃饭吧。林之瑜伸手将竹篮的盖子掀开，一股浓郁的肉香味立马散开。爸，有啥事儿吃完饭再说吧。林建军点了点头，随后大家就开始吃起了饭。鱼，你做的这红烧肉真好吃，简直就是一绝。这是我妈做的，知道你喜欢吃红烧肉，我妈特意跟我学了一下做法，她练了很久呢。原本还以为以后能经常做给你吃，没想到。林建军愣了一下，视线一转，落到林母身上，还专门为了她做的。秀香，你放心，林建军下意识的就想解释一句，突然林老太一下从地上窜了起来，伸手把林建军手里的碗筷夺过去，稀里呼噜的吃起来。林建军看着吃的比猪都欢的林老太太，脸色难看极了。妈，你可真能装啊！你说你这么做到底要闹哪样？林老太太稀里呼噜的扒拉着米饭，闻言都没空搭理他。我得了这么重的病，吃你们点米饭和肉咋了？我不配吗？哎呦，不行了，我又头晕了。建军，你快把我扶到床上去。林建军的脸彻底黑了，他要是还看不出来老太太是装的，那他的眼睛可就真瞎了。行了，别装了，再装下去还有啥意思？建军，你说这话亏不亏心？我装啥了？大夫说的话你没听到吗？说我时日不多了，让你好吃好喝的伺候我。就算我骗你，难不成人家大夫也骗你？够了，你来来回回就是这一套，烦不烦？你刚才听到鱼喊地上有500块钱，跑得比兔子还快，像一个病入膏肓快要不行的人。我不揭穿你，只是为了在小辈前给你留面子，你咋还没完没了了呢？哎呦，你原来会说话呀，我还以为你是个哑巴不会吱声呢。说我装病装晕咋地？你还能有人家大夫知道的多？我看你就是不想管我。行，你等着，我这就满村子去宣扬你对自己亲妈如何不孝顺。林之瑜却不给他这机会，直接从外面把大夫喊进来。老太太，你就别演戏了，你就是吃撑了上吐下泻而已，少吃点少喝点就好了，其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你特意把我喊来，让我帮你演一出戏给李儿子儿媳妇看，将你说成病重垂危，没几天的活透了。我原本不想答应，可你跪在地上求我，还给我20块钱的酬劳，我一时鬼迷心窍才答应了。但我出门不久之后就后悔了，这缺德钱我不能挣，良心亏得慌，所以我赶紧跑回来，把这事儿跟大伙说清楚。那样，还有这20块钱我也不要了，全还给你。大夫立马就明白了其中的弯弯绕绕，他从兜里掏出20块钱，塞到了林建军的手上。你放屁，这人就是个无良无德的庸医，他一定是收了林之瑜的钱，搁这陷害我呢，为了挑拨咱们母子之间的关系。要不就是他诊断错了，你也知道这村里的大夫能有啥真本事，看个头疼脑热的还行，大病根本看不出来。天地良心，我可没有说谎啊，我敢对天发誓，我刚才说的那话要是有一个字儿是假的，我以后再也挣不着钱。还有啊，其实这事儿也简单，你若觉得我说谎了，大可以多请几个大夫给你看看你到底有没有病。是这么个理儿，我这就让人去镇上，把镇上所有的大夫都请来。林老太太脸上的表情跟被雷劈了一样，大夫和她说好了又收了她的钱，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反悔，除非林之瑜给了她更多的好处。哎呦，我的老天爷啊，这日子可没法过了，果真是老了不受待见了。他爹呀，你为啥走得那么早呀？丢下我一个人，不仅要受儿子儿媳妇儿的气，就连他们的孩子都欺负到我头上来了。老天爷呀，你开开眼呐，快给我做主呀，赶紧劈道雷，把林之瑜这个小蹄子给劈死啊，省得让他祸害我了。请大夫，把所有的大夫都请来。林建军本来还有些犹豫，见林老太太不仅不知悔改，还把自己的孩子也诅咒上了，太太这次做的实在太过分了。话接上集，刘桂花和林国庆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然而宋雨川的假期已经结束了。向前去了之后，一定要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有啥拿不定主意的就跟你妹夫商量一下。你要是敢给他惹一丁点麻烦，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妈，从咱们家出来，这番话你已经嘱咐过我3遍了，你放心，我全都记在了心里。二舅舅，你应该说好的，仙女妈妈，这样姥姥就不会念叨你了。临向前，他看了看林母，一来他喊不出口，二来他喊林母为仙女妈妈，林母估计能打死他。二舅舅，你为啥不喊啊？不是我不喊，关键是你姥姥这年纪也不在仙女的范畴里啊。二哥，这是价格表还有工作服，一共有3身，要经常换洗，保证自己跟工作服还有店里都要干干净净的。你放心吧，小妹，你说的我都记着了。待人离开之后，林母还有些紧张。鱼，妈知道你把那么大个事儿交给你二哥去做，是想帮扶他一把，可你二哥不咋靠谱，
这能行吗？万一这好好的生意让那个兔崽子给搞砸了，可咋整？没事儿，妈，二哥总想走出村子去外面闯一闯。以前他有这想法，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再说了，二哥他看着不咋靠谱，但他这段时间在鱼塘干活儿，我交代的事情完成的都挺好的，所以你就把心放肚子好了。林之瑜一点都不担心，总要走出这一步。反正还有宋宇川看着呢。这么精彩的视频看得我都渴了，冲一杯刚在抖音商城买的瑞幸咖啡液吧，好喝又提神，这一盒不到9块9，真的省了不少。在抖音上还可以淘到好多解馋小零食，量大还便宜。现在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超低加入首官方限量补贴。双11这波零食我先囤了，链接在就有机会抢，大家赶紧进我评论区抄作业吧。然而酱菜的消息就很快传到了工厂饭堂这里，被触及到利益的大师傅不乐意了。李部长，你倒是想想办法呢，再继续这样下去，食堂肯定会关门大吉的。挣不到钱，我就只能卷铺盖走人回老家种地去了。李部长闻言直皱眉，大师傅走了，李部长他就挣不着钱了。走啥走？食堂这不是还没关门呢？不就是酱菜吗？咱们以后都不炒菜了，也做酱菜不就行了吗？就做那个酱油萝卜条。做酱油萝卜条需要用白萝卜跟酱油，还有盐糖调料啥的。白萝卜3分钱1斤，酱油跟盐糖调料啥的也算1分钱，这样成本就是4分钱。对面人家卖5分钱1勺子，而且我看那分量不小，1铁勺的酱油萝卜条都冒尖了。咱们要是也卖5分钱1份还给这么大量，不仅挣不到钱，还会赔死的。不仅拿不了回扣，还会赔钱。大师傅觉得这是傻子才会干的事儿，反正他是不乐意干。又不是只卖酱油萝卜条，对面还卖酸菜、番茄鲫鱼罐头和鲫鱼干。那酸菜也是5分钱1份，但番茄鲫鱼罐头可是3毛钱1勺，鲫鱼干更是6毛钱1条。我估摸着他们那酱油萝卜条跟酸菜都只是搭着卖，那番茄鲫鱼罐头跟鲫鱼干才是重头戏。酱油萝卜条跟酸菜倒是还能勉强鼓捣出来，但那番茄鲫鱼罐头和鲫鱼干咋鼓捣？咱们又没有鲫鱼。再说了，鲫鱼5毛钱1斤呢，还不好买。要不咋说你是榆木脑袋呢？你自己弄不出来，还不会从外面买啊？这事儿你不用管了，我这就去县城一趟。在县城里认识好几个做酱菜的，之前总是舍不得买，是因为老想着拿回扣。这次为了把生意抢过来，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二哥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这是我的工作，都是应该的。这时梁尚敬拎着3个长方形饭盒进来，脸上一派喜色，将其中2个递给了宋宇川。给你们带的米饭。二哥，以后就让尚敬从食堂给你打米饭，然后您给打上菜，你就拿尚敬当自家兄弟。今天这么忙，林向前肯定做不出饭来，不如直接从食堂买。哎，好嘞。对了，妹夫，这酱菜卖得太快，一下子就卖掉1万多，你给小妹打个电话吧，让她多准备些。好的。宋宇川应了声，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酱菜一下子卖这么快，还是有些出乎意料。妈，宇川来电话了，说带过去的酱菜一中午就卖掉了1半，让我多做一些呢。酱菜店只是刚起步，生意便这般红火，以后等名气打开了，周边那些大厂都会买的。厂里几乎都是上千来人，到时候对酱菜的需求量更大。我不能一直从市场上买菜，一来市场上的菜种类太少，数量也不多；二来那些菜有好有坏，品质不稳定。所以我想租村里的口粮地种蔬菜。我现在手里有种子，而且经过试验之后，种出来的菜确实比市场买的菜品质更好。村里家家户户都靠着口粮地种出来的粮食过活，算是一家子的命根子，所以肯定不敢轻易地租给你。没事儿，鱼，咱们家的口粮地你都拿去种，有12亩呢。等你种出来种好了，蔬菜做成酱菜大量往外卖的时候，大伙见着有准头了，自然会把地租给你。林之瑜鼻子有些发酸，林母把自己全部的家底都拿出来支持他，这点他是没想到的。那家里的公粮我交，每亩地的租金我给您按这300斤细白面的标准算，合下来每亩的60块钱，12亩地的话，1年就是720块钱。不要钱，你拿去种就行了，跟妈还提啥钱？都是一家人见外了。那不行，那是一大家子的口粮，我白拿了，大伙以后吃啥喝啥。再说了，那我2个哥哥成家立业之后，有自己的小家要养活，这开销处处方方都带着呢，亲兄弟明算账，省得到时候因为钱伤了感情。他可不想因为这么点钱把一个好好的家给搞乱了。见闺女坚持，林母便也没再推辞。妈，到时候还得请你帮我种菜呢，那么多的我一个人也种不了。哎，好，这个我在行。林母给他带小豆包，他想给开工资，林母说啥都不要，那就让林母来地里帮他种蔬菜，管理蔬菜，到时候他给开工资，这总不能拒绝了。他林婶，你咋能把所有的口粮地都拿来种白菜跟萝卜呢？你家里又没多少存粮，来年赶上金黄不接的年月，你们一大家子吃啥喝啥，这白菜跟萝卜可不顶饿呀。鱼想搞事业，我们做父母的帮不上其他忙，正好家里有地，便让他拿去种了。他周大娘，谢谢你关心啊，我们家有点余粮，够我们吃了。哎呀，这年头粮食多代表一个家里日子富裕好过，以后你2个儿子说媳妇也好说啊。
总不能给你2个儿子介绍对象的时候，说你家里有好几囤的大白菜跟大萝卜吧？那谁家好姑娘愿意嫁过来呀？她周大娘，你这话我不爱听。我闺女是年轻，但见识可不少。还有谁规定只能男人搞事业，女人就得做家务伺候老人照顾孩子，顺便干农活，在手心朝上问男人要钱花，就这还得时不时忍受着男人们的挑剔，承担他们莫名其妙的怒火。啥叫寻常日子？像村里的没见识没文化的老娘们一样窝窝囊囊的混一辈子吗？周大娘的脸僵了一下，似乎没料到林母会这么不给面子。哎呦，她林婶子可真是今时不同往日了，这有钱了就是不一样，说话都咬文嚼字一套一套的。我只是好心提醒你，这闺女再有出息有本事，将来你都得靠儿子，儿子有本事才是真有本事。双喜还愣着干啥？赶紧再去捡点木柴，回头我儿子回来了，你给他做贴饼子吃。这么一背篓的木柴哪里够用啊？还有我这腿疼的不行，你回去给我捏捏。妈，孩子一直哭，我看孩子是饿了，要不咱们先回家吧，等我给他喂了奶，我再来捡木柴，可以吗？不行，孩子一直哭你都不会哄的吗？连个孩子都搞不定，你咋当妈的？还有，在啥地方喂奶不行，干啥非得回家喂？我看你就是想偷懒，你快去捡木柴，不然耽误了我儿子吃贴饼子，我跟你没完。一个小蹄子，谁让你大庭广众之下喂奶的？你不要脸，我们老周家还要脸呢。他给孩子喂奶呢，你没看见？你踢人家干啥？干啥？我在教训我儿媳妇，你看不到吗？这关你屁事儿！你给我闪开！我是没权利掺和你们家的家事儿，但我就不让开。周大娘一看林之瑜态度强硬，又一想林之瑜确实挺有钱的，她惹不起。你真是喜欢多管闲事儿！我是个通透明理的人，才不跟你废话。秦双喜可算是有人给你撑腰了，居然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吧？有本事你一辈子都别回家，回家就收拾死你！我现在给你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立马给我去捡木柴。秦双喜下意识抖了一下，但看孩子还在吃奶，愣是没吭声。好，你骨头这么硬是吧？你给我等着，好好给我等着。等周大娘离开之后，正好孩子也吃饱奶了，秦双喜抱着孩子转过身来，怯懦道：“林婶，妹子，谢谢你们了。没事儿，我就是看不惯这种人。”倒不是林之瑜喜欢多管闲事，只是他看不了小宝宝哇哇哭，才几个月大，可不就是饿了就得给吃的吗？双喜姐，你回去你男人会打你吗？不打，只是骂几句。那你都不跟他解释的吗？任由头胡说八道。一开始还会解释一番，可是解释完了，他依然会向着他吗？每次换来的只是挨骂，所以时间长了，我也就懒得再解释。现在就是看着孩子，等孩子平平安安的长大，一切都好了。林之瑜心里更不是滋味了。这个年代的人就是这样，尤其是女人，承受了生活中的一地鸡毛不说，还要为了孩子能有一个家无休止的忍受。双喜姐，我看你状态不怎么好，你这样下去不行，孩子还没长大呢，你先不行了。就周大娘那样的人，你觉得你没了之后，她会好好的善待你的孩子吗？还有，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帮我种菜，看管菜园，这活儿不累，一天管3顿饭，给3毛钱的工资，还能带着孩子。菜园白天请林母跟秦双喜看着，这样有个聊天的伴儿也省得孤单。行，妹子，地里的活儿我啥都会种，而且我也有力气，妹子，谢谢你了。那这个事儿就这么说定了，你家那里你能搞定吗？放心，妹子，没问题的。搞不定，他就带着孩子离家出走。想到自己不仅能带孩子，还能挣钱，秦双喜心里也有了底气。妈，双喜跟孩子哪儿去了？他们出啥事儿了？他们娘俩人呢？你媳妇好着呢，不仅没出事儿，还攀上了高枝，以后不仅是你全家人都得看她的脸色生活，到时候这日子可咋过呀？妈，双喜这次又咋惹你生气了？还有攀高枝是咋回事儿？今天我跟你媳妇去外面捡柴火，我说赶紧捡完赶紧回家，孩子饿了困了，回来该喂奶喂奶，该让孩子睡觉让孩子睡觉，结果你媳妇就不听，宁愿在地里给孩子喂奶，也要跟村里那个林之瑜聊闲天，这不都到现在了也没回来。于是周大娘添油加醋的把事情一说。妈，那个林之瑜我知道的，挺有本事，双喜跟他说2句话就说2句话呗，又没有坏处。你若是不开心，等双喜回来我好好说说他。二龙，上个月的工资呢？妈，上个月发了30块钱，2个同事家里办喜事，我随了4块钱的份子，想着你们在家里都不容易，买了点酥饼跟麦乳精给你们补身体，所以上个月的工资还剩下11块钱了。周大娘脸色立马就变了，这些破玩意儿居然花了15块钱！你个败家子，居然花15块钱买这些破玩意儿，嫌日子太好过了是吗？咱们是农村人，农村人就得有农村人的样子。你看看谁家花15块钱买嘴吃，你回头把这些都拿回去退掉，把钱拿回来我给你收着。酥饼好吃，麦乳精好喝，但东西拿回来又不可能他一个人吃。妈，双喜自从生完孩子之后经常头晕，总是这里疼那里疼，而且我看他气色也不咋好，看着就跟营养不良一样。他还给孩子喂奶，要是营养跟不上，孩子也跟着受罪啊。再有孩子也小，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不然这次就把酥饼跟麦乳精留下吧，下次我不买了。呵呵，他们还需要营养，
这村里结了婚的女人，哪个没生过孩子？哪个不是生完孩子就伺候公婆，包揽家里里里外外一大堆事儿？你老娘我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谁没事吃饱了撑的，花15块钱买那劳什子的酥饼跟麦乳精？你不要去镇上待几天就学坏，那是咱们该有的做派吗？现在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吗？以前我爸挣得少，没办法给你买营养的食物补身体，我现在挣得多，而且工作稳定，家里又不是没有这个条件，咋就不能讲究一点了？妈，这酥饼跟麦乳精就留下吧，你也吃也喝也补充营养，不就行了吗？周二龙也挺固执的，他啥也没为秦双喜跟孩子做过，这次就买个酥饼跟麦乳精都不行，他心里没办法接受。你这孩子咋说不通呢？你要是这么过日子，这家很快就会被败光的。我不管，反正这东西你得拿去退掉，不然我从此以后就不管你们了。周大娘想的简单，自己没享受过的生活，秦双喜也不许享受她过的苦日子，秦双喜要挨个尝一遍。就在这时，秦双喜带着孩子推门进来，她也没说话，进去之后直接将桌子上的麦乳精拎着去了厨房，用温水冲开了，自己先喝了一大碗。你看看你这媳妇哟，自己打开袋子喝，这些东西都是要退掉换钱的，她咋能这么干呢？你到底管不管？不管我就一头撞死，让村里人戳你几两骨。周二龙也很痛苦，他走到秦双喜跟前，烦躁道：双喜，你一进门又是冲麦乳精又是吃酥饼，咋能那么干呢？妈还没吃呢。他咋没吃？把嘴角的酥饼渣渣擦干净再说吧。周大娘下意识的抬手擦了擦嘴角，啥都没有，才反应过来秦双喜在咋呼她。好你个秦双喜，你居然敢耍我！双喜，你之前在地里不听妈的话，惹妈生气了，你赶紧跟她道个歉得了。不道歉，我没错。周二龙一愣，很明显的感觉到秦双喜好像有啥地方跟以前不一样了。哎呦，儿子，你在外面辛辛苦苦的挣钱，他在家里作妖，你还跟他废话干啥？你把他打醒了，你不打你就不是我儿子。周二龙被那话激得头痛，他火大的拎起一把凳子往桌子上砸了过去。周二龙，你可真是好本事，这日子也过不下去了，离婚吧。呵呵，离婚？你离了婚带着孩子，谁要你？你忘了你在娘家的时候，命硬客家里，你爸妈连彩礼都不要，才急吼吼的把你嫁出去。十里八乡你打听打听，除了我儿子好心眼，不然谁要一个克星？是吗？你儿子那么优秀，我那么糟糕，那你让他跟我离婚啊？林之瑜说的对，他若是还和以前一样好拿捏，不仅他自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连孩子都跟着吃苦受罪。这么一想，秦双喜转身去屋里收拾包裹，东西不多，他自己2身衣服，孩子2身衣服，外加1床薄被。双喜，你这是干啥？咋能一言不合就带着孩子走呢？有啥事说开了不就好了吗？这次说不开了。秦双喜说了一句，便拎着包裹就往外走。周二龙急了：双喜，你抱着孩子能去哪呢？别闹了，就算你受得了，孩子也受不了啊。妈年纪大了，你让着他点儿又能咋着？我在外面那么累，回家还要面对这些烦人的问题，我真的很痛苦。你咋就不知道体谅我一下呢？秦双喜不可置信看向周二龙，眼底里全是失望。周二龙，我从嫁给你那天起没有花过你1分钱，包括孩子更没有花过你们周家1分钱。你每个月的工资全部交给你妈。今天你妈让我去外面捡木柴，小宝饿了哭闹着想吃奶，可你妈偏偏让我先捡柴，等回家再让我喂。从山跟前到咱们家多远你知道吗？孩子根本受不住，那么大热的天儿，孩子哭的嗓子都哑了。这个家既然是你妈说了算，那我跟孩子就不带了。周二龙，你要是还有点良心，你也别耽误我跟孩子，回头跟我去办离婚，离开你们家，我们娘俩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秦双喜说完，不等他们反应，拎着包裹带着孩子就走了。反正这个家他不打算回了。二街上集，秦双喜抱着孩子离家出走了，没地方住，恰巧碰上了林之瑜。双喜姐，你这是去哪儿啊？妹子，我带孩子从家里出来了，想去找村长，看看他能不能帮我找个临时落脚的地方。临时落脚的地方？这是离家出走了，你家里不同意你去我那里上班吗？不过他们不同意没用，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可以自己做主。我出来跟周二龙说了，我要跟他离婚，不要他了，以后我带着孩子日子会越来越好的。秦双喜一脸坚定，眼底也有了光。说实话，他料到秦双喜一定会来他这上班，没想到秦双喜这么果断。那你跟我走吧，我给你找个落脚的地方。秦双喜一愣，反应过来眼眶都红了。那感情好，先谢谢妹子了。秦双喜接受了这份善意，他还带着孩子，需要尽快安顿下来。随后第2天吃过早饭，两人便来到了村长家。林之瑜把这事儿跟李光明说了，想让李光明给找个没人住的屋子暂时住下，让秦双喜母子2人先安顿下来。李光明眸子一磕，沉默着没说话。李叔，是不是房子不好找？嗨，难道不好找就不找了？李叔，你就别卖关子了，是哪里的房子啊？是啊，你想到了就直接说嘛，我看的都起急。听到秦双喜的遭遇，李婶子心里也愤愤不平。这不，赵青青他们家那房子不是卖给村里了吗？秦双喜可以跟孩子先住进去。太好了，赵家的房子刚空了没多长时间，又挨着钟义嫂子家里，双喜姐若是有啥事儿，还能跟钟义嫂子相互照应一下，还得是李叔，就是想得周到。别高兴得太早，赵家那房子时间空的时间不长，估摸着有不少人惦记着呢。
只是住1-2年还行，时间长了估计大伙就有意见了。村里人生儿子的多，自家的宅基地就那么大，不够分的话只能去村里买闲置的院子。能住多久就住多久吧，以后等日子好起来，没准还能把房子买下来呢。双喜姐，你觉得行呢？咋不行呢？能让我赞助已经是太感谢了。谈好了房子的事儿，李光明又跟林之瑜说起租地的事儿，拿了一份手续给他。租山头的手续已经办好了，签的永久租3250亩，1亩地按着1块钱算的，一共是3250块钱，你交3200就行了。跟镇长说了说，给你宽限到月底，月底之前你把钱交上就行。行，月底之前我准把钱给您送来。林之瑜心里非常感激，不仅租金这么优惠，签的还是永久约，这也就意味着那10个山头以后就是他的了。老林家这思想倒是跟得上，居然把全部的口粮地都拿出来给你种蔬菜，也不怕你到时候种砸了，连口粮都没了。不怕，主要是因为大伙都有事儿做，也有个收入，所以就算我种砸了，到时候大不了买粮食吃。再说了，不是10拿9稳的事儿，我也不干，放心吧。听你这意思，那你以后还要租更多口粮地喽？李光明笑了笑，林之瑜行事儿稳妥，他自然知道的。租口粮的事儿先不急，等加工厂建好了，大伙这样上班有一份收入，地里租金又是一份收入，再看我种菜稳妥，3重保障，到时候自然愿意把地租给我。李光明一愣，反应过来赞赏地点了点头。林之瑜也没多留，谈完事情之后便带着秦双喜回了家。李婶子坐在炕上数自己的工钱，如今已经2个礼拜了。李婶子数了数，他已经挣了7块钱。行了，你这么一会儿都数了7遍了。再说我每个月发了工资都交给你，1个月45块钱呢，也没见你这么乐呵。你懂啥？你挣的是你挣的，我挣的是我挣的，那能一样吗？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挣钱呢，感觉以前的日子都浪费了，挣钱多有意义啊！我决定了，等加工厂建好了，我就去上班。加工厂那儿要是不行，我就去蔬菜基地，反正我不在家里伺候你了。这份踏实跟快乐前所未有，就连李光明每个月交工资他都没有这样开心过。差不多行了，咱们家又不缺这点钱，你不给我做饭了，我吃啥喝啥，到时候万一生病了咋整？不管，自己挣钱太快乐了，事实啥的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吧。再说了，没跟我结婚前，你一点吃的都不会做吗？不能因为结了婚就只依赖我。我跟你说，到时候你要是拦着不让我去，我就选那的1哭2闹3上吊。去吧，我支持你。李光明笑笑，他就是跟李婶子开个玩笑，咋可能不让他去？因为赵家已经人去楼空，没留下啥能用的东西。林之瑜便送了一床被子给秦双喜和一个暖壶，总之家里有多余的都带上了一份。钟义媳妇本来正在院子里给小虎子喂饭，听到动静也从院子里出来了。听林之瑜说了事情经过之后，钟义媳妇也是气不打一处来。要这么说，这周家大娘可真不是个东西，不好好过自己的日子，按着儿媳妇做模个啥劲儿。双喜妹子，我就住隔壁，有事儿你招呼我一声就行。哎，好的。嫂子，钟义大哥又去镇上打工了吗？没有，在家呢。最近镇上的零工不好找，这2个多月了，零零散散的也就找到几个小活儿，干不了3、2天就没活儿了。他昨天晚上刚从镇上回来，这会儿正在家里给小虎子喂饭呢。咋，妹子，你找他有事儿？那他愿不愿意去我鱼塘上班啊？1天1块钱工资，主要工作就是给我大哥打下手。我大哥出门的时候，能把交代给他的活儿干好就成。那感情好，愿意太愿意了。等下我就回家跟他说。如今镇上的工作太难找了，到处都是个体户，基本上都是全家一起干，就算请人帮忙也是请自家的亲戚，村里出来的泥腿子，没个手艺，根本没人愿意用。话接上集，林之瑜骑上自行车去了鱼塘，他今天要给大哥林国庆开工资。小妹，你咋那么早就来了？吃过饭了没？大哥，我吃过了，我来给你送工资，顺便跟你说一声，给你找了一个帮手，就是赵家的钟义大哥。林国庆也不矫情，知道小妹不喜欢拉拽，接过信封就揣兜里去了。咋想起招人来了？这点活我一个人能忙开？这不是我二哥去卖酱菜了，眼见着加工厂就要建好了，等设备装好，到时候忙起来，你一个人肯定不够用，我估摸着就钟义大哥一个帮手也不行，回头有合适的再多招几个进来。而且你不是在跟宝珠谈对象吗？总要抽出点时间来跟人家多相处相处。最近你们2个相处的咋样啊？然而林国庆红了红脸，挺好的。那就好，感情到了就该结婚了吧，不可以让人家女孩子等太久哦。林之瑜感觉自己不像妹妹，倒像是姐姐。我正有打算，想着过些日子就去李家提亲，把婚事儿定下来，估摸着年底就能结婚。那挺好。对了，大哥，我想着把去镇上送鲫鱼的活儿交给你，回头我给你配上1辆自行车。听小妹的。前面的剧情有把你看兴奋吗？再告诉你能省钱的消息，兴奋一下。小妹，你这给我开了工资，我想去买双新鞋，你有推荐的地方吗？大促去哪买大牌跑鞋没套路又省钱，推荐用识货 APP， 平台实时对比全网店铺价格走势，直接替你找全网真底价。像李宁、亚瑟士、安踏，只要200-300，
关键这些店必须经平台定期严格筛检才能收录。标志安心购的提供假1赔3和7天无理由服务。经评论区链接新人还送现金福利。说完了正事儿，林之瑜去3号鱼塘里看了看鲫鱼，已经是成鱼了。不管是供应加工厂还是供应香满园餐馆，都可以大批量的供应了。林之瑜当下装了2背篓的鲫鱼就去了镇上，把这事儿跟孙望祖一说，还表示香满园那边也不用每天都结账，等月底的时候一块把钱结给他就行。孙望祖自然十分乐意，每天现结确实有些麻烦，对于换人来送鲫鱼他一点意见都没有。对了，妹子，最近好多人打听这鲜鲫鱼是从哪里进的，我估摸着那意思是想买鲜活的鲫鱼回家自己做着吃或者送人。他们听说这鲫鱼有牌子，问我不好意思，还偷着问采办叫啥名，甚至还打听你的联系方式。咱们要卖鲜鲫鱼吗？咋了？你想卖鲜鲫鱼？不想，现在店里太忙了，我平时脚不沾地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这还是招了好几个厨师的前提下。另外一个，卖鲜鲫鱼的利润也小。他现在这鲫鱼汤连鱼带汤卖10块钱一份，扣掉房租、水电、调料、人工钱，一份汤他能纯挣5块钱。那就不卖，大伙若是想吃，直接从你这买了，按照他们的要求做就好了。有人愿意喝鲫鱼汤，有人愿意吃红烧鲫鱼，反正咋做都由他们说了算。而且我这鲫鱼只供应你家，别家又不供应。林之瑜知道孙望祖担心他把鲜鲫鱼卖给别家，或者直接在市场上销售。孙望祖，你看看你那针尖似的心眼，林妹子这话早就说了800遍了，她只供应你一家，不会供应别家，更不会在市场上卖鲜鲫鱼。你咋还没完没了的问了一遍又一遍呢？这还不是因为饭馆的生意太好，快把我给乐晕了，这脑袋里不清醒也是正常的。林之瑜突然想起注册商标的事儿，正好2个人都在，索性他就提了一嘴。现在鲫鱼生意越来越火爆，市面上肯定会出现不少仿品，咱们本地养不出这么大的鲫鱼来，但不代表着不能从南方引进过来，所以必须要抓住先机，提前把商标注册好了。这样一来，以后等出现跟咱们差不多大的鲫鱼也没关系，只要顾客认准了老牌子，咱们这市场份额就不会少。姐，妹子你去注册吧，连罐头也多注册几个，就叫你定的名字，云之味罐头。孟继凡是个爽快的人，又在绅士闯荡过，深知一个品牌的重要性。没问题。对了，你知道从哪里买自行车不？林之瑜想到大哥以后要代替他送鲫鱼，得添1辆自行车，他随口问了问孟继凡，毕竟他门路多。当然了，别说自行车，就是洗衣机、彩电啥的我都能弄到。妹子，你想换自行车了吗？你想买辆啥样的？女士专骑的吗？不，我就想要一辆跟我那辆差不多的28大梁的自行车，是卖给我大哥的，以后他接替我给饭馆里送鲫鱼。姐，那好说，回头我给你弄一辆，左右不过3、2天的事。林之瑜从饭馆里出来，想了想，直奔商务局，一口气注册了好几个商标跟专利，除了鲫鱼，还有蔬菜水果，甚至连罐头也包括在内。只要往外卖的吃食，他都注册了一个遍。做完了这一切，他想去市场买几百斤的白菜跟白萝卜，得给酱菜专营店里补货了。妹子，我这白菜跟萝卜都是自己家种的，没化肥没农药，长得也特别好。你都要了的话，给你算便宜些，8分钱一斤，全部都是8分钱一斤，咋样？哎呦，你看你这人真不实诚，白菜跟萝卜包原价卖8分钱一斤，人姑娘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哪能让你这么坑？姑娘，你看看我这白菜跟萝卜，不仅品相好，吃着口感也好，爽脆的，而且我这是包心白菜，甜得很呢。平时卖5分钱一斤，你包人的话，我给你按4分钱一斤，咋样？林之瑜视线往那人板车上看了看，见一颗颗白菜跟萝卜摆放的整整齐齐的，水灵还带着清晨的露珠，觉得挺满意的。大叔，你是哪里人呢？我是大喇叭村的，咋的了？大喇叭村紧挨着一水村，从镇上回去正好路过一水村。这一车我都要了，我是一水村的，这么多菜我也带不回去，你给我送家里去吧。对了，你家里还有白菜跟萝卜吗？林之瑜自己种的那白菜跟萝卜起码得小2个月之后才能长成，这段时间要是有个稳定的供货，能省好多事儿。没了，我家就那么点儿的，这不是打着种秋玉米呢吗？得闲着也是闲着，所以就种了些白菜换点钱花。那啥，姑娘你真的都要了？这有2000来斤呢，你要是都要我就给你送家去。我先给你1半的定金，你送去之后我再给你另外1半，就是一水村林之瑜家，你进村一打听就知道。好。哎呦，4分钱一斤，你这菜卖的可真不值钱，这要是放着慢慢卖，不按8分算，按着5分钱算，2000斤还得少卖20块钱呢。你当我是不懂行的愣头青呢？这白菜跟萝卜刚摘下来啥重量？被太阳这么一晒啥重量？再过10天半个月又是啥重量？不说缩水缩一半，就这么热的天不得全烂了。趁着刚摘下来出手是最上算的。我跟你说，这买菜跟做人一样得讲究点儿，你可别来找我的晦气。话接上集，林之瑜本打算来王镇长这里送山头的租金，不料喇叭村的村长和李光明也在场。镇长，
听说你把易水村的山头都租给林之于那个女人了，还是1亩1块钱的价格。之前我村里的村民也想租山头，你不仅不同意，还给我开到50块钱1亩。咋的？同样是村民，易水村的就比我们村的高贵？这事儿是齐书记亲自定的，他说了谁有啥问题或者不服气，可以直接去找他。镇长，齐书记官那么大那么忙，会管这些小事？我且问你一句，我们现在想租山头，你给不给租吧？陈村长脸色不咋好，啥玩意齐书记亲自定的，可别再这弄他了。租，肯定租，1亩地1年50块钱，你们村的人租多少亩又租多少年？我不管，镇上租给林之于1块钱1亩，就得按着同样的标准租给我，不然你们就是看人下菜碟，搞区别对待。都跟你说了，县里决定把山头租给之于，那是因为人家能给易水村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解决闲置劳动力，还能带动镇上经济发展。你光看着把山头租给人家了，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做出来的成绩呢？齐书记说了，要是你们村也有人能做到像林之于这样，给村里人带来长久稳定收入，促进镇上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考虑把山头租给你们。但说来说去，你们村儿有这样的能人吗？齐书记倒是好骗，被那个丫头3言2语的就忽悠了去。她虽然事业有成，但她人品不行啊。按理说齐书记那样的人不应该被忽悠，只能说明那丫头道行太深。这次没等王镇长发火，李光明坐不住了，他冷冷地瞥了一眼陈村长。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别在那儿叽叽咕咕的，把话说清楚了。哎呦，看来你还不知道呢吧？就林之于他男人把我们村儿刘招财给打残了，他们去省城开鉴定报告了，等报告一出，势必要打官司要说法。还有这2天我正准备去你们村里一趟，这老刘在刘桂花跟你们村的林国庆小时候定过娃娃亲，原本都是好好的，可这个林之于突然横插一杠子，就是不承认李光明这事儿，你得给我个说法。这出嫁女什么时候能做娘家的主了？且不说现在啥年代了，讲究婚恋自由，娃娃亲那一套早就不让整了。单说那刘桂花，我记得她前几年相过一个有钱的对象，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后来也不知道因为啥事又给吹了。他当时定跟别人要订婚结婚的时候，你怎么不拿娃娃亲说事儿？陈村长吃了鳖，立马气得脸红脖子粗，他就是典型的双标，事儿只能自己做，别人有那个想法都不行。唐，你跟我说那么多干啥？反正我就知道老刘家拿到验伤报告，林之于要是不赔钱，不同意刘桂花跟林国庆的婚事，那老刘家就去林之于他男人单位闹，把他男人的工作闹没了。呵呵，你可真是个法盲，这打官司讲究人证物证。你说宋宇川打刘招财，谁看见了？又用啥打的？我还说刘招财是自己跌倒的呢，见林之于家有钱想要讹人呢。再说了，老刘家去宋宇川单位闹，呵呵，你知道这叫聚众闹事吗？回头没把人的工作弄没了，自己先进去吃牢饭。李光明存心试探一下，不其然，陈村长的脸色立马就难看了起来。老刘家确实没证据。就在这时，林之于也恰巧来了。小林同志，你来找我是有啥事儿吗？镇长，我来送租金，一共是3200块钱，都在这了，您数数。我还以为要等月底了，我这让财务过来。王镇长还挺高兴，原本打算着月底把钱收回来就行，没成想这林之于主动将钱送来了。哈哈，不仅能以便宜的价格租山头，还能宽限还款时间。我很好奇小林同志到底使了啥手段。我以为一村之长的主要任务应该想办法带着乡亲们发家致富，却不曾想陈村长竟然如村妇一般在外面胡乱攀扯，大喇叭村得不到好发展也不奇怪，你这村长当的不称职啊！陈村长抬头看了一眼林之于，肺管子都气炸了，这丫头可真行，那嘴皮子溜的就跟上膛的机关枪一样。他只说了一句，等待他的便是突突突的10几句，而且字字句句都能噎死人。刘老太太果然没说错，老林家有个难缠的外嫁女当家做主，我原本还以为她夸张了些，没想到她还说浅了。咋？老林家的事儿你说了算？你把族里的老族长放在了啥位置上了？你们敢不承认刘桂花跟林国庆之间的娃娃亲，我就去请林家的大族长出来评理。我是一村之长，我们村的事情由我处理，你请林家族长过来干啥？你错了，娃娃亲这事是林家的家事，这大家族有大家族的规矩，人家想咋办该咋办。你这个村长还真不好使，管不着。林之于是不怕的，陈村长不就是想把事情闹大了吗？谁对他好他就会对谁好，谁跟他炸刺他得把刺拔出来才行。王镇长却不想把事情闹大了，他想拦了一下陈镇长，奈何根本拦不住，这人风风火火的跑了，说去易水村找林家族长。话接上集，喇叭村村长带着刘桂花一家来到了林族长家讨要说法。林老太爷，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林之于仗着自己出息有钱了，不仅不承认我们桂花跟林国庆的娃娃亲，他男人还把我们家招财打成了一个残废。大夫说以后都不能生孩子了，这不是把我们刘家给祸害到断子绝孙了吗？林老太爷年纪大了，根本受不住这个。按理说这娃娃亲既然定下了，就该按着遵守，这种事情断然不该做。可不是咋的，林之于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没关系，但他不经过俗礼，直接不承认桂花跟国庆的婚事儿，这是不把你放在眼里啊！
这事儿你打算咋让我给你做主？有钱了有出息了，自然看不上这些穷的。但刘老太太那点德行，十里八乡的谁不清楚？桂花既然跟林国庆定了娃娃亲，那就必须按着约定娶她。要3转1响32条腿，外加3000块钱的彩礼。还有林之瑜，他男人把我大孙打残了，以后别说娶妻生子，就寡妇都不愿意跟他凑合过日子，所以林之瑜必须离婚，嫁给我们招财。想要不嫁也行，那就把鱼塘跟罐头加工厂赔给我们。刘桂花以后嫁娶林家，这手里必须有钱才能镇住公婆跟林之瑜。林老族长听得脸上的肉都在抽动。3转1响32条腿虽然流行，很少有人能拿得出来，还有3000块钱的彩礼钱，他更是闻所未闻。对，这事儿你别管，让他们闹去吧。我长这么大还头一次见人这么不要脸的。还有你们赶紧走，这事儿我爸不管也管不着。若是不同意我们的条件，我们就去报警，就去宋宇川单位闹。那当年刘桂花撇下娃娃亲，跟有钱的对象谈婚论嫁算咋回事儿？还让我们林家把娃娃亲这事儿忘了，就当没有这事儿呢？大福叔，当初您也是见证人，您应当知晓这事儿。对，没错，当初是你们老刘家攀龙附凤，为了让刘桂花嫁个有钱的对象，亲口说的刘桂花跟林国庆的娃娃亲不作数。我当时可是跟着去了，亲耳听到的。我都说了，这事儿当初桂花年纪小，年轻不懂事，这事儿后来不是没成吗？他年纪小不懂事，难道你也不懂事？当年可是你亲口说的，让我大哥别耽误刘桂花过幸福日子。我当年做了糊涂事儿，但我已经知道错了。你就没做过错事儿吗？你都结婚有孩子了，之前还跟赵大伟不三不四的呢。刘桂花眼见着刘老太太被对的说不出话，立马把矛头转移到她身上。林之瑜手一抬，啪的一声，直接甩了刘桂花一耳光。你咋敢打我？你找死！刘桂花被打懵了，她反应过来就往林之瑜跟前冲。刘桂花脸上再次传来一股剧痛，耳朵里嗡嗡响。我刚才一时失手了，你能原谅我吗？我呸，门儿都没有！你死了我都不可能原谅你。你以为你大哥是啥香饽饽？我非他不嫁，要不是为了把鱼塘跟罐头加工厂搞到手，我连看都不愿意看他一眼。你等着，我们把鱼塘跟罐头加工厂弄到手，我就找人弄死你，弄死你全家。刘桂花说完之后，立马痛快了，但一看刘老太太铁青的脸，才反应过竟然一不小心把真心话给说了出来。她反应过来，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只可惜一切都晚了。原来你们折腾来折腾去都是为了我的鱼塘跟加工厂啊！陈村长，你不说管这些，还跟着他们一块儿闹，莫非也看上我的鱼塘跟罐头加工厂了？我明确的告诉你，少打我鱼塘跟罐头加工厂的主意。刘桂花的事我不管，刘招财是被你男人打伤的，这总是事实吧？打了人就应该给赔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就是啊，把我们招财打成这个鬼样子，媳妇娶不上，孩子生不了，我们老刘家都断子绝孙了，要你的鱼塘跟罐头加工厂过分吗？大人赔钱确实天经地义，只要你有证据能证明是我男人打的刘招财，我可以给你赔偿。但你拿不出证据，就是在污蔑我男人。正好警察同志在这里，你把证据拿出来吧。反正宋宇川跟他说过，当初把刘招财带到后山揍他的时候，又没人看到。李梦华在一旁听了半天，一直想帮忙，这会儿终于有上场的机会了。好，我自然是有证据的，正好警官同志也在，那就让他好好读出来。于是李梦华一手拿过了报告书，下颌骨错位，右手右脚骨折，腰肋骨断了3根，还有不孕不育症，其他的毛病都可以理解，但打个架还能打出不孕不育症来，那可真成了医学上的不解之谜了。伤情鉴定报告只能证明你孙子有病，不能证明他这伤是宋宇川打的。说了半天，你就是拿不出证据啊！鉴于你污蔑他人名誉，聚众闹事，之前还私闯民宅，你跟我走一趟吧。当时招财从后山一路爬到了林老太太家里，是林老太太花钱雇人雇板车将刘招财送回了刘家，林老太太可以作证。目击证人最少是2个以上。你说的林老太太是林之瑜的奶奶，也是刘招财的姑奶奶，和双方当事人都有关系，所以并不能作为证人。而且光有人证还不够，还需要物证，比如当时宋宇川是用什么器物伤的你，那器物在啥地方，上面有没有留下明显的线索，这些东西缺一不可。你们现在啥也没有，就是没有证据。而刘老太太污蔑林之瑜，还当众威胁他索要鱼塘跟加工厂，这是大伙有目共睹的。刘老太太还带了几个壮汉来一同闹事儿，这不是聚众闹事儿是啥？这几个按理说都是同谋，应该一并抓起来。刘老太太带来的几个人此刻都面面相觑，他们只是刘老太太花了3毛钱雇来壮声似的。听到李梦华这么说，脚底抹油纷纷溜走了。刘老太太也想跑，结果还没等她跑，便被李梦华喊来同事，将其扭上了车。一同被送上车的还有刘进宝跟刘桂花。陈村长，这下你还有啥好说的？我本以为你是个好同志，没想到你这心思不仅不在工作上，居然跟着村民搞这一套套的歪门邪道。行了，我看你当村长不合适，你先卸任村长一职吧，我会安排人接替你的职务。王镇长，今天的事儿谢谢您了，要不是有您在，我们有理也说不清。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不知道该不该讲。小林同志，你说，尽管说。我的建议是关于婚俗方面的。现在时代进步了，早就提倡自由恋爱，
反对婚姻包办，还有像这种娃娃亲也不应该存在。孩子们年纪小，等将来变数大着呢，将来上学了、参加工作了，会遇到喜欢的人，这时候有个娃娃亲，谁都会痛苦，这对孩子们来说就是一道枷锁。行，小林同志，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会把建议带到镇上工作班子好好研究一下。王镇长虽然有心眼儿，但心肠不坏，又是个干实事的人。他打算回去之后就给镇上各个村的村长打了电话，要多鼓励年轻人自由恋爱，不许再包办婚姻。二阶上级，罐头加工厂已经建成，孟继凡找人把设备从南方运回来安装好。第一款鱼罐头要做啥样的？孟继凡没主意，便去问了孙望祖，让我做鲜鲫鱼汤还成？这鱼罐头我也没做过啊。不是，难道你开饭馆的不会做鲫鱼罐头？那咋了？古语说术业有专攻，我不会那不是很正常吗？你行你做啊。两个没主意的男人相互嫌弃了一番，于是赶紧跑去找林之瑜商量。妹子，你说做啥样的合适？还有这鲫鱼罐头咋做呀？林之瑜把自己做鲫鱼罐头拿出来让他们尝尝看，一共4种味道，原味的、番茄味的、麻辣的，还有藤椒味的。咋样？选好了生产哪一种罐头了吗？我觉得都好吃，我选不出来。老孙，你选一下。这些鲫鱼罐头都好吃，不能都生产吗？孙望祖也不好选，哪一个他都不想放弃。当然不行了，我一共就引进了2条生产线，1种口味占1条生产线，4种口味混用2条生产线的话，到时候生产出来的罐头的啥味儿？那你可以多引进几条生产线嘛。这么好吃的食物让我选的话，我就选择全生产。就这2条，我可是费了大力气才弄到手。我想着先选2个出来试生产，等产品生产稳定了，打开了市场，手头上有钱了，再选择要不要引进新的生产线。没钱跟我说啊，我借给你。鲫鱼汤的生意爆火，还把世纪大饭店收拾了一番，他手上确实有一笔不小的存款。那可不行，我孟继凡做买卖有多大力使多大力。再说罐头加工厂才建立不久，罐头市场都没打开。如果非要从里面选2种的话，我觉得原味的跟番茄鲫鱼罐头比较好。林妹子，你觉得呢？这么精彩的视频看得我都渴了，冲一杯刚在抖音商城买的瑞幸咖啡液吧，好喝又提神。这一盒不到9块9，真的省了不少。现在双11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真的买得值。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刷到我视频的粉丝有福了。今年双11我给大家争取到了超多专属优惠，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我也觉得原味的番茄鲫鱼罐头比较好一些，不过番茄鲫鱼罐头现在批量生产不了，我还没做到足够的大。这老西红柿我还没种，所以只能在香辣跟糖椒味上做选择。糖椒味儿更适合南方，北方人也有爱吃辣的。行，那就先生产原味跟香辣的，等挣了钱咱们再考虑多引进生产线，到时候那老西红柿也就能种出来了。生产啥口味的鲫鱼罐头确定了，生产出来之后呢，这市场要咋打开啊？你那的食客他们喝完鲫鱼汤之后，可以买些鲫鱼罐头带回去，当然不强制卖，就是放在店里当特产卖。我目前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这个。我那里的外地食客一天估摸着得有300-400人，要是跟他们推销的话，差不多可以卖出去200来块。太好了，咱们马上就能挣大钱了。是呀是呀，忙活了这么久，终于能见到钱了。罐头口味确定了，接下来就是招人安排生产了。按之前说好的，从村子里招人。那个我问一下，女人们也能去罐头厂工作吗？她们去了能干啥？会不会添麻烦？女人咋了？真要认真上班干起活儿来，估摸着比男人干的还好呢。你不要看不起女人，只要符合招聘条件都可以来应聘，跟男人们做一样的活儿，工资开一样的，其他待遇也一样。孟继凡骨子里也是一个善良的人，所以他对女人很尊重。就是我和我媳妇也想到厂里上班，能问问一天开多少钱的工资不？1天8毛钱，中午管1顿饭，男女都一样。大伙还有问题吗？没问题就开始报名吧，我们暂定先招聘100人。大伙满意的不行，纷纷抢着要报名，只招聘100人，抢不到得多呕心，多好的机会啊！首先说好，报名了也不算正式聘用，你们还要面试，面试合格之后才能聘用。罐头厂招好了人，经过专业的培训之后，鲫鱼罐头就可以开始正式投入生产了。然而这边李光明村长家有好多村民聚在这里诉苦。村长，那罐头加工厂真的不招人了，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呀？家里都揭不开锅了，我也想去。就是啊，我比那些人还有力气呢，就是年龄大了点儿，可我这身体素质比起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不在话下。不说别人，就那些进厂的拎出来跟我比试比试，我一准儿赢他们3个。村长，我不要8毛钱的工资，给4毛钱我就干，也不用管饭，你帮我们说说行不行？大伙对进厂的上班的人很羡慕，也有点嫉妒，他们不好意思去磨林之余，只能跑李光明这来诉苦。行了，都别吵吵了，之前让你们早报名，你们听了吗？如今没聘用上倒是知道着急了，人家罐头厂聘用多少人都有人家的考量，我管不着也说了不算，这事儿我也没办法，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说。李光明被他们吵得头疼，村民们也没敢多待。李光明虽然一心为了村民，但脸一板，一身的威严散开，也挺有震慑力，看着就唬人。
老李，你就别跟着费心了，这头又疼了吧？还不是那些人吵的，一个个的看别人进加工厂都急了。李光明看了一眼李婶子，她今天穿了一条没见过的裙子，有些意外道：“你今天咋想起来打扮了？”啊，这不是雨雨送给我几条裙子吗？我这下班也没啥事儿，就想着拿出来穿一穿，咋地？不好看啊？好看，感觉年轻了不少，快赶上刚结婚那会儿的模样了。少来，就你会耍嘴皮子。李婶子自然是不信的，她都40、50岁了，哪能跟刚结婚的时候比？不过嘴上这样说，李婶子心里还是挺开心的。婶子、李叔，你们都在家啊？哎呦，雨雨，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以后就当这里是自己家，干啥每次来都拿东西？你这可是跟我们见外啊！哈，婶子，我就是没把你跟李叔当外人，这才提着东西过来。外人我也不给啊，我不是在家搞了一块试验田吗？种了些西红柿，这几天熟透了，所以摘了些给你们尝尝鲜。李光明很感兴趣的伸手拿了一个，李光明3下2下的把西红柿吃完，还挺好吃，比你李婶子买回来的好吃多了。李叔，租山头的手续办好了，钱也交清了，我想着全栽上果树，你得帮我找些人干活儿，工资1天6毛钱，管顿中饭。李光明眼前一亮，他之前还发愁没进加工厂的村民们咋整呢，没想到林之瑜一来就给他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呀，正好村里那帮人唧唧歪歪的没事干呢，你打算招多少人，干多少天？我这是个山头有3250亩呢，估摸着找个1000来人吧，工期考虑着20来天。我是这么想的，到时候招了人，把人按着山头分一分，哪个山头栽得快栽得好，到时候考虑从干活的人里留下一部分长期工作。那你打算种啥树？树苗找好了吗？我想着栽黄桃树跟苹果树，树苗我去外面卖。对了，李叔，你有认识的种树的吗？他空间里倒是有不少水果种子，不过都是些西瓜、草莓啥的之类的。县城里有个叫孙庄的村，他们那儿没耕地，全是山头种果树的。我跟他们村长认识，倒是可以给你介绍一番。不过镇上安排我去别的乡出公差，我这一时半会儿的还腾不出时间来。林之瑜突然想起来，宋宇川跟他说过，他单位好像就在那块儿，位置挺偏僻的。李叔，那你给我开个介绍信，我自己去就行。不成，那地方偏，你一个女孩子出门不安全。不能怪他担心，主要是林之瑜长得漂亮，去买树苗的话，身上肯定带着不少钱。一个人出门在外，若是被有心人盯上，那可不得了。李叔，宇川他单位不是在那边吗？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去县城接我，然后跟我一道去。李光明沉吟了一番，若是有宋宇川跟着，那还行，因此也就松口了。不过还是让李婶子盯着林之瑜先打电话，怕林之瑜只是口头上敷衍他，回头自己一个人去了。你好，哪位？你好，是梁尚敬吗？我是林之瑜，宇川他在不在？我在，咋了？鱼也没啥，就是我要去一趟你那边了。听李村长说那边有树苗卖，我想着去看看能不能买点回来，顺便看看你。听林之瑜说明来意，宋宇川愣了一下，他要来县城，还要顺便来看看他。喂，宇川，你在听吗？是不是听不到呀？能听到，我在听。你什么时候过来？我去县城接你。我想想啊，我这周6过去吧。林之瑜也不能一下子去，毕竟手里还有好多事儿没安排好。赶到周6，宋宇川也能有时间接他。那你路上小心些，陌生人给任何东西都不能要，喝水的壶要随时带在身上，发现有一丁点儿不对就不要喝了。走人多的地方，千万不要走偏僻人少的地儿，不然还是我回去一趟，把你从家里接来吧。他越想越不放心，林之瑜长得漂亮，而且手里又有钱，他还真担心林之瑜被人骗了。你放心，从镇上到县城都是大路，我又不去偏僻的地方，也不跟陌生人搭话，汽车一路直达，没关系的。那行吧，你自己要小心啊。我知道了，你放心吧，那就先挂了。鱼，先等一下，就是我最近看到评论区里有好多小伙伴问咱们的小说剧本后续在哪看，你没有回复他们吗？看我这记性，最近鱼塘跟罐头加工厂的事情太多了，都忙忘记了。各位小伙伴想免费抢先观看小说后续内容的，可以去番茄小说里面搜索我在80有空间，出来的第一个就是了。挂断电话之后，梁尚敬看着宋宇川脸上复杂的神情，有些不解。川德，你不是早想嫂子了吗？她过来看你，你应该高兴呀，咋这副表情？我担心你嫂子她没出过远门。应该没事吧？嫂子不是说了吗？从你们镇上到县城的车一路直达，中途又不停车，能有啥事儿？再说了，嫂子那么聪慧，咋会被人骗呢？你别瞎担心了，还是想想，嫂子周6过来，你接了人在哪儿落脚吧？是住宾馆还是咱们单位在县城的招待所？还有县城里有那么多好吃的和好玩的地方，你到时候多带嫂子转转呗。宋宇川听完之后，还认真的考虑了一下，住招待所安全方面有保障，但有时间限制，不知道鱼他来这一趟要住几天。尚敬，你跟我说说县城里都有啥好吃的，有哪个百货大楼里的东西比较好，还有周边的景点都哪里比较有特色。梁尚敬他倒也不藏私，一连说了好几个地方。宋宇川认真听了，等鱼来的时候，该买的买，
该转的地方要好好转转。林之瑜挂断电话之后，总算松了一口气。宋宇川他也太紧张了些，弄得他都有些紧张了。去趟县城而已，又不是出国。宇川他太紧张了些，说的我好像没出过门一样。我可是天天去镇上。嗨，他担心你吗？都是正常的。见小两口感情这么好，李婶子也跟着高兴。林之瑜道谢之后，带着介绍信离开了。回去的路上碰到了正回家的李宝珠。依依，你去我家了？你这是刚从鱼塘回来吗？林之瑜瞥了一眼竹篮，就知道他去给大哥送吃的了。是啊，我前天去我姨妈家，她买了好多糕点，我给你大哥送了一份。走，你跟我回家去，我给你拿上一份。别了，你留着吃吧，我家里好多糕点呢。那好吧，还是你厉害，我啥也不会。哎，也不知道你大哥时间长了会不会嫌弃我。李宝珠跟林国庆相处着，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有点焦虑。眼看着林国庆越来越厉害，他还停留在原地打转。宝珠，你想不想学做糕点啊？你要是想学的话，我可以教你，等学成了以后可以开个糕点店。我能学做糕点吗？可我很笨。没事儿，糕点这东西好学，多鼓捣几次就成了。糕点店就建在村里，守着你爸吗？跟我大哥离着也近。咱们村现在建了加工厂跟鱼塘，好多人都有了工作，手里有了钱，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富裕，买糕点啥的也不心疼。行，依依，我都听你的。那我啥时候跟你学？你那么忙，应该没有时间吧？他知道林之瑜很忙，以前忙鱼塘跟罐头加工厂，如今还要忙着种蔬菜，反正一天没闲下来的时候。这也是为啥他一直没敢去找林之瑜玩的原因。我先教你制作一些款式简单的糕点，你下午3点钟来我家里，每天学上3个小时。我这周6要出一趟远门，估摸着得去1个礼拜左右。你趁着这段时间多练习，等我回来之后再教你一些复杂的款。行，这安排挺好。那我下午3点去你家找你。然而秦双喜住在赵青青的老家这边，周二龙却找上门来了。双喜，小宝，我可算找到你们了。你咋来了？是想通了要跟我办离婚手续去了吗？不是，我不是来跟你离婚的，我来接你跟孩子回家，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吧。周二龙，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我之前跟你说的是离婚，谁跟你一起过日子啊？这事儿都过去1个月了，你咋还生气呢？别气了。周二龙，你是不是觉得我拿离婚的事跟你开玩笑呢？说什么他都不会回那个让人窒息且肮脏的家。秦双喜这次铁了心要离婚，任凭周二龙说出大天来都没用。你来的正好，咱们去村长那扯个证明，明天就去镇上办离婚。双喜，妈说上次是她不对，都跟你道歉了，让你大人有大量原谅她一次。再说了，你们俩吵架跟我有啥关系？我又没招惹你，你一门心思的折腾我干啥？跟小宝又有啥关系？咋能让他小年纪没了爸爸没了家呢？其实周老太并没有道歉，甚至还扬言让他跟秦双喜离婚，再找一个更好的。但周二龙舍不得，反正先把人带回去再说，总不能还给骂出来吧。周二龙，那我问问你，你妈跟你有关系吗？她要是跟你没关系，为啥要住在家里？你为啥要我伺候她？她敢这么欺负我们娘俩，就是因为你这么怂还置身事外。但凡你像个男人一样硬气一点，管她臭不要脸的行为，你妈她都不敢往死里搓磨我们娘俩，她都欺负到我们娘俩头上来了，你居然觉得跟你没关系？行，那我跟孩子也和你没关系。就算我说错话了好吗？那我妈她都跟你道歉了，我也跟你道歉了，还让人家咋样？还让我咋样？我想让你咋样？哈哈，我想让周老太婆永远闭上她那张臭嘴，我想分家让她自己生活，你每个月发了工资都交给我，我想让你像个男人一样保护我跟你孩子，他能做到还是你能做到？周二龙想了想，嘴下意识的想说自己能办到，可仔细想想，他说的这些他一个都做不到。可是双喜，村里人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再说了，你家里对你也没有多好啊，你父母因为你命硬的传言，连彩礼都不要便把你嫁过来了。比起他们，我妈起码是在帮咱们过日子，我交给她的那些工资她也不花，都帮咱们存着，以后等她没了那钱还不是得留给咱们？你就忍耐几年就好了。秦双喜内心彻底绝望了。周二龙看着老实巴交，但说出来的话可谓诛心。是吗？你们家既然这么好，你就找一个能接受你们家的。废话少说，你若是个男人就跟我去离婚。离婚不可能，你死了这条心吧。你一个女人带着孩子没工作没收入咋生活？我不能让孩子跟着你受罪。这点儿不用你费心，我跟孩子只要离开你跟你妈，即便是去外面捡破烂讨饭吃都是享福。秦双喜也不多说，抱起小宝，一手扯着周二龙就往李光明家走。他要办离婚，一刻都不能等。二阶上集，秦双喜本来拽着周二龙想去扯离婚证明，不料一溜烟就跑了，所以只能带着孩子去找林之瑜想办法。双喜姐，这事儿你想咋办？我能帮啥忙？我就想赶紧跟周二龙把婚离了，然后带着小宝踏踏实实过日子。如今是他找上门来，过不了多久他家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弟都会找上门来。我想请人去调解离婚，但你也知道我是外来的，跟这村子里的人并不熟，面子也小，所以还得劳烦妹子跟我去村长家一趟。林之瑜也没推辞，跟秦双喜走了一趟。自古劝和不劝分，哪有调解让人离婚的？这要是个老辈子，不得被人戳脊梁骨骂缺德吗？李叔，这叫伸张正义，两口子过不下去了就离婚呗。再说了，周家带双喜姐两个一点儿也不好，
那种生不如死的日子谁过得下去？双喜姐现在有能力带着孩子过好日子，为啥非要回到他们周家吃苦受罪？老李，你平时思想挺超前，还老说我老传统，咋到了关键时刻你往后退呢？这事儿你要是不管的话，我管。雨，走，咱们这就去周家。李婶子这是想到了自己，她刚进李家门的时候，李光明常年在外面，她也受过婆婆的搓磨跟刁难。我又没说不管，你别那么激动，不得给我时间让我好好想想该咋管吗？这还差不多，那你倒是快想，给你1分钟的时间。这事儿也不是不能干，秦双喜若是主动提离婚，按着周老太太那扒皮的性子，不仅不同意，还有可能扒他们娘俩一层皮，所以最好能引导周老太太提离婚，这样一来事情就简单多了。这样你先跟鱼他们去周家一趟，好好引导一下周老太太，我稍后再过去。这咋引导？他这媳妇光会打抱不平，动脑子的活一点也干不了。这个你问鱼吧，他会动脑子。然而这边周老太太端坐在院子里，打算待会儿等周二龙把秦双喜母女带回来，好好给秦双喜一个教训。妈，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咋在院子里坐着？当心吹了风更严重了，快回屋去吧。哼，你管你媳妇跟孩子不就行了？我一个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人，还管我死活干啥？咋，你媳妇儿跟孩子都回来了，还杵在外面干啥？等着老婆子我亲自去请他们吗？周老太太见没人跟着，她还以为秦双喜怕了不敢进院子，这嚣张的气焰立马窜了上来。他们母子两个没跟我回来，我劝了秦双喜好久，他根本听不进去，估摸着他这次是铁了心的要跟我离婚。你可真没用，我早就告诉过你，这女人不能惯着，就得敞开了狠狠地抽她，抽1顿不行就抽2顿，抽2顿不行就顿顿抽，不出3天一准就服帖的跟小鹌鹑似的。这下好了，直接骑在你头上撒野，你要是早一点听我的，他都不敢这么干。妈，你为啥要这么逼我？我不会动手打他的。他周大娘，你这是咋了？怎么发那么大火呢？嗨，还不是家里那点破事儿。他李婶儿，你咋有空来我家里？是有啥事儿吗？李婶子刚张了张口要回话，周老太突然看到院门口又进来了2个大人跟一个孩子，那个漂亮的是林之瑜，那个抱着孩子的竟然是秦双喜。秦双喜，你不是说不回来了吗？他周大娘，实不相瞒，我今天专门为了你家的事儿来的。这关门过日子，一天天鸡毛蒜皮的，谁家都会闹矛盾，但闹了矛盾说开了就还是一家人吗？我看二龙跟双喜2口子还有感情，何必闹到过不下去呢？再说都有孩子了，即便不看大人也要看孩子，你消消火，咱们今天好好把这事儿说道。若真是双喜错了，就让他给你认错嘛。我听说二龙已经1个月不去上班了，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传出去也不好听，不知道的还以为老周家不行了呢。那好吧，既然他李婶子都这么说了，我就全当给你面子了。要不是秦双喜闹得太过分，我也不至于这么生气，让你们看笑话了。反正等秦双喜带着孩子回来，她还是能像以前一样拾掇他。她以前在外人跟前一直装好婆婆来着，这该装还得装。我没错，也不会认错。想让我带孩子回家来也行，我有2个条件，只要你们答应了，我立马带着孩子回来。啥条件？你说。1分家当过，2你每个月挣了钱都交给我，都由我支配，就这2个条件，你能答应吗？我妈就我一个儿子，咋能分开当过呢？这传出去会让人戳脊梁骨。至于工资，我每个月交给妈，让她帮忙保管，这不是挺好的吗？如果你想花钱了，可以问妈要。说到最后，周二龙自己都说不下去了。按着他妈的性格，攥在手里的钱不可能拿出来，更不可能给秦双喜他们母子花。秦双喜，怪不得当初你父母连彩礼都不要，便把你嫁进我们周家呢。我看你不仅命还缺少教养，将家里一大摊子家务事都给体弱多病的婆婆，自己带着孩子出去潇洒。二龙去接你们都不回来，你个臭不要脸的娼妇，我看你就是欠抽，看我不打死你！周秀萍觉得骂街不过瘾，随手拎起手边带刺的枝条，冲秦双喜就抽了过去。秦双喜怕伤到孩子，下意识抱着小宝背过身去，后背也硬生生的挨了一枝条，再加上周秀萍下手狠，抽完之后往后使劲拉了一把。林之瑜反应过来，沉着脸上前，一把夺过那个枝条，冲着周秀萍后背抽了2下，还要抽第3下时，周二龙突然冲了过去，挡在周秀萍跟前。你不能打我妈！哼，不当缩头乌龟了。你妈打你媳妇的时候，咋不见你这么勇敢呢？我不打你妈，难道打你？周二龙下意识地往秦双喜方向看去，猝不及防地撞见他眼底毫不掩饰的恨意，小宝也被吓得哇哇大哭。双喜，不是这样的，事实都摆在眼前了，你还解释什么？我只信我看到的，而且我又不瞎。你既然这么放不下你妈，余生你就陪着她一起过呗，也别娶媳妇儿了，跟你妈自产自销就挺好。你个小贱人，你可真行啊！不仅怂恿你朋友得动手打我，嘴巴还这么恶毒，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贱人！天啊，没天理了！大伙都来看看，儿媳妇容不下婆婆，硬逼着她去死了。周秀萍气得浑身哆嗦，仗着有周二龙挡在她身前，冲着秦双喜各种嚎叫。他周大娘，你先别喊啊，不是说了吗？
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咋一言不合就动手了呢？我对秦双喜动手理所应当，谁让我是婆婆，她是儿媳妇呢？婆婆教训儿媳妇天经地义，理所应当。可她一个儿媳妇居然怂恿别人欺负我这个婆婆，她李婶子，你来评评理，她秦双喜还算个人吗？谁说不是呢？以前的婆婆有权利教训儿媳妇，现在可不行了，现在都拿儿媳妇当宝了，娶进家门比对自己亲闺女还好呢，不对他们好不行，儿子这个小家就散了，估计也是小子多，不好找媳妇的也多。你看咱们村有多少小伙子，都一把年纪了还找不到对象，所以她周大娘，你也别那么生气，毕竟二龙跟双喜还要过一辈子呢。就这贱人还想跟我儿子过一辈子，还想让我把他当成宝，我呸！他可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别的小伙子找不到媳妇，那是因为他们没出息没本事。我儿子一个月挣30块钱，可出息了，想要啥样的媳妇找不到。秦双喜这臭贱人根本配不上我儿子，连给我儿子提鞋都不配。话是这样说，可他们还得过日子呢，总不能不让小两口过了吧？他周大娘，你冷静一点，全当是为了儿子。冷静个屁！秦双喜这贱人都爬到他头上来了，撺掇外人当众拿带刺的枝条抽了他2下，里子面子全都丢了。周二龙，你妈都被这小贱人欺负到脑袋上来了，你居然还不去抽她，你个窝囊废！我告诉你，你必须立刻马上跟秦双喜这个贱人离婚，你不跟她离婚，我就一头撞死，这个家有她没我。周二龙神情恍惚，一脸呆滞，他真的无法理解，到底为啥这么逼他？好，你个娶了媳妇忘了娘的白眼狼，你不跟小贱人离婚是吧？我这就死给你看。妈，你别这样，我离婚还不行吗？好儿子，听妈的话就对了，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事儿也不要拖着，你明天一早就去镇上跟那贱人把婚离了。妈，那小宝呢？不要了，那小贱人不是个安分的，谁知道小宝是不是你的种？即便是他身上也流着那小贱人的血，是脏的。等你离了婚，找到更好的对象，到时候给我生10个8个的大孙子，个个聪明伶俐，讨人喜欢。他周大娘，你看我这是来劝你们和的，咋就闹到了离婚的地步？不然你们还是个退一步，凑合着过吧。到时候二龙新娶的媳妇没准还不如双喜呢。凑合着过，我们家可不是凑着过日子的人，我1分钟都不想看到那个小贱人。就我儿子这条件，那村里的黄花大闺女不是随便挑吗？肯定会比小贱人好1000倍1万倍。这事儿没得商量，这婚离定了，他李婶子，这离婚得由村长开证明吧？我让二龙跟你去一趟，直接把证明给开了，省得明天再耽误时间。想到马上就能让周二龙离婚，把秦双喜跟他的拖油瓶甩掉，到时候娶个门当户对的好儿媳妇。周秀萍笑得跟朵花似的。话接上集，今天到了林之瑜去找宋雨川的日子，不料在车站碰到了拐卖大学生的人贩子。你好，你也是等下一波3轮车的吗？这苹果又大又甜还解渴，给尝尝看。谢谢，不用了，我这也有。啊，这样啊，燕玲，你吃不？张燕玲伸手接了过去，看了林之瑜一眼。想不到一个乡下人还挺傲，冉冉，你别瞎好心，人家也不领你的情啦。乡下人挺傲，这是在说他吗？说实话，林之瑜最讨厌女孩子凑在一起排挤这个挤兑那个。燕玲，你别这样说，你看看我的妆没花吧？我这是第1次化妆，哎，也不知道师兄喜不喜欢。没花，挺好看的。你千里迢迢的跑这个鸟都不拉屎的穷地方来看他，梁上进他敢不喜欢？不喜欢我就帮你捶他。别，他不喜欢也没关系，大不了我下次不画了，你可千万别跟他动手。原来这2人跟梁上进认识，这个挺热情的姑娘还是梁上进的追求者。这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对夫妇，女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这位妹子，我们是从外地来旅游的，没想到在车上遇到了小偷，把我们身上的钱都偷光了。我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你能不能发善心，带我们去附近的店铺吃点东西？我们大人不吃，就给孩子买1口就行。孩子再不吃东西，可就真没命了。这么热的天，刚才哭的都喘不上气来。妹子，求求你发善心帮帮我们，我男人已经报案了，等把小偷抓住，把钱追回来，我们就把钱还给你。宋冉冉第一次碰到这种事儿，视线落到女人怀里的小娃娃上，那软萌萌的小孩睁着圆圆的眼睛看着她。这么热的天，大人都难以忍受，更何况是这么小的孩子。可以啊，但我也是第1次来这边，不太清楚哪里有卖吃的店铺，不过我可以给你们一些钱，你们自己去买吧。他说着就去翻背包，从包里拿出了一张大团结来递给那男人。妹子，我们不要钱，你只给我们买点吃的就行，我知道哪有卖吃的地方，就在那边。姑娘，劳烦你跟我们去一趟吧，反正3轮车得2个小时才回来，外面日头正晒，你们在外面晒着也是晒着，那店里有风扇有西瓜，还挺凉快的，你跟你朋友可以在店里等，这样还能舒适些。宋冉冉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有些不太想去。冉冉，这小宝宝对我笑了，他好可爱啊，咱们就跟着去一趟吧，也不远，正好可以在店里休息一下，等休息好了，3轮车也就差不多回来了。
宋然然虽然感觉张艳玲说的有道理，但依旧不想去。她压低声音道：艳玲，我总觉得这里面有古怪，所以我还是直接给他们钱，咱们就在这等吧，这里人多还安全些。冉冉，你怕啥？你忘了我可是跆拳道黑带，远了不说，就整个京师大有几个人能打得过我？再说你脸上这妆再晒一会儿就花掉了，到时候还咋给梁上进惊喜？张艳玲知道宋然然的软肋在哪里，这家伙只要一提梁上进，就跟没脑子似的。那好吧，你带我们过去吧，小孩子不是饿很久了吗？哎，好嘞，妹子，咱们这就走。那男人脸上笑呵呵的，跟抱孩子的女人对视了一眼，便往前面走。张艳玲率先背上背包跟上去了。路过林之瑜的时候，不知道想起什么来，还停下脚步冷哼了一声，这才往前面走。不好意思啊，我朋友有一点儿任性，但他没有恶意，我替他跟你说一声抱歉。如果我是你，我不会去啊。这话怎么说？我有些不理解，你明明心里存疑，觉得那一家三口奇怪，为什么还要跟他们走？那男人说他们一家三口饿了好几天了，你觉得这可信度有多高？这车站每天来往这么多人，随便找个人要口吃的都不可能好几天。再有，他们身上穿的衣服很干净，那女人身上还有香皂跟雪花膏的味道，这说明她才洗过澡不久。一个连给孩子买口饭都买不起的人，会用香皂跟雪花膏。另外，你猜那男人为什么单挑你去给他们买吃的，而不是其他人？好心提醒你，那一家三口看着不像好人，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别去了。宋然然哑口无言，因为她觉得对方说的有道理。冉冉，你别听这个村妇瞎掰扯，她懂个屁，人家只是被偷了钱，身上的行李又没丢。我刚才问过了，他们这几天临时住在车站的澡堂，晚上的时候没啥人，可以洗个澡。至于吃食却是没有的，来这个车站的人大多都忙着抢三轮车，谁也没空给他们买点东西吃。你这种村妇就是努力一辈子，也赶不上我们的起点，更何况这心眼多的跟针尖似的，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你这辈子也就只能当个村妇。宋然然的脑袋都快低到地上去了，她也怀疑那一家三口来着，她是不是也心眼小的跟针尖似的？你真的是大学生？当然了，我是京师范大学大一的学生，还是院里跆拳道社的社长，我是我们县的理科状元。状元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第1名。县里不仅给了一大笔钱。哼，我跟你一个村妇说这些干什么？说了你也不懂。既然是大学生，为啥还这么缺心眼？你说谁是缺心眼呢？你。张艳玲气得头发竖了起来，她上前想狠狠地教训这个傻了吧唧的村妇一顿。咋地？大学生吵不过我，还想动手打人？你素质可真高。没错，我是个有素质的人。既然你非说那一家三口不是好人，那咱们不如就打个赌。如果我跟然然2个小时之后从店铺里出来了，那你就给我当面道歉，外加200块钱，怎么样？你敢吗？行啊，若是你们被人骗了呢？那我就给你200块钱，还给你道歉。不过那是不可能的事儿。然然，这事儿你当个见证，省得有人到时候不认账。宋然然不愿意打这赌，谁输了她都跟着难受，但张艳玲却不给她开口说话的机会，拉着她往那男人离开的方向跟去了。艳玲，我觉得刚才那个女孩子说的对，这一家三口确实有些古怪，我们还是别去了吧，万一出点问题，咱们到时候后悔就晚了。然然，你到底怎么回事儿？你怎么能灭我的志气，助长那村妇的威风呢？既然这么待见她，那你就跟她做朋友去，以后也别让我帮你追梁上进。好了，艳玲，我跟你去还不行吗？这才够意思吗？你放心，然然，我一定会保护你。外边太热，我媳妇带孩子先进店里，2位姑娘，咱们也进去吧。你们给孩子买点吃的就成，我不吃我就不进去了。宋然然见他这么说，心里稍微放松了些，感觉自己之前有些过于谨慎了，一直防备着。他跟宋然然一同进屋，哐当一声巨响，身后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关上了，两人被吓了一跳。宋然然看到屋里空无一人，意识到不好。女大学生第一次发善心，不料惨遭人贩子反手骗到小黑屋。糟了，艳玲，我们被他们骗了，那一家三口果真不是什么好人。没事儿，然然，我会保护你的，挨千刀的。等姑奶奶出去了，不把他们打得满地长牙，我就不姓张。这时，宋然然吸了吸鼻子，抿眉道：艳玲，你有没有闻到一股臭臭的味道？好像是有。宋然然觉得这么等下去不是事儿，用手使劲在门上拍打着，还扯着嗓子冲外面呼救，怎么动静大怎么弄，祈祷着那位漂亮的姑娘能听到。别喊了，车站离这最少300米，你们就是喊破了嗓子，也没人来救你们。已经成功把2个人骗到手，那人索性也不装了，他手里拿着一团绳子，思考着先绑哪个比较好。我说这2个人这么纯这么好骗，他们真是大学生，别到时候出了差错，人家让咱们赔钱。先说好啊，这钱既然进了我的口袋，那就是我的了，想要再往外拿绝对不可能。看看你那个财迷样儿，行了，我亲耳听到他们说自己是大学生，还是京师范大学的呢。这2人虽然蠢了点，但长得还可以，那人看过之后估计会很满意，到时候还能给不少小费，咱们攒够了钱就可以过吃香喝辣的好日子，再也不用这么像现在这么辛苦。宋然然听懂了，这一家3口不仅不是良善之人，还是可恶的人贩子。听他们那意思，是看中了他跟张艳玲大学生的身份，这才把主意打到了他们身上。你们年纪轻轻的干什么不挣钱，非得干这些伤天害理的事儿？你们也是有孩子的人，就算不为了自己，
为了给孩子积德，也不能做这缺德事儿吧？你说这个孩子呀，实话告诉你，这个孩子并不是我们亲生，是我们骗来的，不然我们拿什么骗你们呢？我们也没打算要孩子，有了钱吃香的喝辣的不好吗？干啥弄个累赘出来？还跟他们废什么话？还不赶紧把人绑起来，一会儿就得把人送出去，耽误了事儿钱就别要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劝你把那些花花肠子给收起来，人家说了可是要干净的，不干净的就是免费送，他们都不要。知道了。男人应了一声，拎着绳子就往宋冉冉走去。他打算好了，先把这个话多的绑起来，再绑那个画手的。住手！光天化日之下岂容你如此放肆？我看你们是讨打呢。张燕玲后退一步，摆了一道进攻的姿势。呵呵，还想跟我动手？那你倒是动一个给我看看。你若是打得过我，我还真可以放了你们。不过这根本不可能。你看看你弱得跟小鸡仔似的，居然还想跟我动手。我劝你还是省着点力气留着哭吧。你找死！张燕玲最经不起激，她一个猪步上前，便要给他一个回旋踢，让他尝尝跆拳道黑带的厉害。砰的一声响起，张燕玲突然重重的摔到了地上。她想从地上爬起来，浑身却使不出半点力气。刚才那臭味儿你们闻到了没有？那是一种特殊的香料，闻过的人会浑身无力。男人用绳子将张燕玲绑成一个粽子，还伸手拍了拍她的脸，随即又用绳子把同样浑身无力的宋冉冉捆好，往他们嘴巴里塞了又臭又脏的毛巾，将二人扛出屋子，从他们刚进来的地方走了出去。看起来挺普通的屋子，没成想连着一个长长的通道。从通道里面出来，男人将他们扔到板车上，板车四周用草席子遮着。宋冉冉哭得泪眼模糊，她现在后悔死了，恨不得给自己几巴掌。林之瑜观察了一会儿，确定他们都不在，才从草堆里出来，伸手解开宋冉冉身上的绳子。你明知道那一家三口是骗子，还来这么迟，是想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被抓走吗？别说了，你这么大声是想把那一家三口招来吗？冉冉，你怎么能向着他呢？我才是你的好朋友啊！你别以为是他救了咱们，他明明早就知道那一家三口有问题，还来这么晚，肯定是故意让咱们受着罪，好让咱们对他感恩戴德。你没经历过，你不懂。能不能别再说话了？当心把那一家三口给招来。冉冉，原来你担心那一家三口啊？没事儿，我刚才中了他们的计，浑身没有力气才会打不过那个男人，但这会儿我已经好多了，那男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林之瑜他不想跟脑残一起玩，不然早晚得被害死。林之瑜赶紧下车，不再管这闲事儿。喂，你走什么走？胆小鬼！好啊，趁着我们吃饭，你们居然敢逃跑，想死吗？那一家三口在张燕玲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就听到了动静。男人不放心的跑过来看，你是谁？为啥要多管闲事儿？那男人眼底闪过一丝惊艳，被林之瑜那一眼看得身上酥酥麻麻，从哪里冒出来的漂亮姑娘？让开！妹子，既然来了就跟我做个朋友呗，放心，我很有钱的。他看着这样貌美的姑娘，立马就起了歹心。这女孩子比他那个黄脸婆好10000倍，他这会儿没钱，可把那2个大学生交出去，就能得一大笔钱。没看见林之瑜之前，他还会给黄脸婆花，但碰到林之瑜之后，他觉得自己换个媳妇也不是不行。我就说你不可能会那么好心来救我们，原来你跟这个人贩子之间有一腿，特意追过来是舍不得人家吧？不过你咋能这样呢？这人贩子虽然坏，但人家已经结婚了还有孩子，你这属于破坏人家家庭，是不道德的。张燕玲眼角的余光看到那抱孩子的女人过来了，立马阴阳怪气的说了一嘴。那女人听了之后，视线在林之瑜脸上转了一圈，看到林之瑜那张漂亮至极的脸后，后脖梗一疼，火气蹭的一下就窜了上来。好你个狐妹子，也不出去打听打听我十三妹是什么人，居然敢勾搭我的男人，想死了是不是？看我不打死你！女人说着，把孩子往地上一放，就张牙舞爪的冲着林之瑜冲了过去，倒是个练家子，出手又狠又毒，招招都往林之瑜致命的地方招呼。林之瑜也懒得搭理，只是躲。女人每一招都用尽了全力，却连林之瑜的衣角都碰不到，像一条又狡猾又烦人的泥鳅，顿时更火大了。那男人见了，连忙跑去拦着。宋冉冉急了，他二话不说就想上去帮林之瑜，却被张燕玲给拦了下来。冉冉，你干什么？就你那细胳膊细腿的，上去不是找死呢？咱们趁着这空档，赶紧跑吧！我好不容易才想出这个好办法，能给咱们多争取点时间，等咱们到了车站就安全了。张燕玲说完，拉着他往车站的方向跑，却发现怎么使劲也拉不动宋冉冉。你怎么了？是不是跑不动呀？燕玲，那姑娘救了咱们，你怎么能那么说话呢？这不是在诬陷人家吗？而且咱们跑掉，把她丢在这里拖着，她会没命的。以前只觉得张燕玲为人任性一些，但没想到她居然这么自私，为了他们自己能跑，故意诬陷别人。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你现在不跑，等人家反应过来把你卖掉吗？那你跑吧，我没办法心安理得的接受用别人生命换来的安全。他说完，便从地上找了一块石头，慌不择路的跑去帮忙。恰好男人已经把那女人制住，在她脸上用力甩了一巴掌，大声呵斥道：你够了，还有完没完了？再闹我就跟你离婚！你竟然为了这么个狐妹子打我，张磊，你的良心被狗吃了！你忘了咱们要干什么了？你把2个大学生放跑了，看东哥到时候怎么收拾你！虽然这黄脸婆着实让人厌恶，但不得不承认她说的有道理，已经收了东哥的钱，就是要给他找2个大学生。今天就是最后的期限了，再交不出人，东哥不仅会让他赔钱，还会让他出血。张磊视线一扫，
见宋然然跟林之瑜在一处，索性去绑张艳玲。他可记得刚才就是这臭丫头乱说，才导致黄脸婆发疯的。我劝你别找死，我可是跆拳道黑带。张磊好像没看见一般，不管不顾地往他身上扑。张艳玲眼神一冷，瞅准时机，一个回旋踢下去，用了10成的力道，这一脚下去不死也得残了。结果男人两手握住她的脚踝，往上使劲一掀，下一秒竟然把张艳玲掀翻在地。这怎么可能呢？艳玲她明明一个人可以揍翻10来个男生，怎么会被人一招撂倒了？什么跆拳道黑带，在一个强壮且是练家子的男人跟前，就是花拳绣腿，花样再多也抵不过人家的力气。你个臭婆娘，还挺会嚼舌根，害老子被老婆挠，我就应该打死你，还嚼不嚼舌根了？张磊只要一想到自己被黄脸婆疯狂地抓了一顿，心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冲着张艳玲的脸使了全力，又扇了她几耳光。不，别打了，是我错了，对不起。张艳玲被打得脑袋发懵，一个劲儿的连连道歉，直到解了气，张磊才用绳子将人捆了，目光看向林之瑜跟宋冉冉，他看出来了，漂亮姑娘对这个人维护的紧啊。姑娘，跟你商量个事情，你以后若是愿意跟着我过日子，我就好好带这个大学生，让我朋友尽量给他找个条件好一点的买家。你坏事儿做尽，还想让我对你感恩戴德，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若我今天必须把这个人带走呢？他倒不是非得多管闲事儿，只是宋冉冉冲过来保护他的样子，让林之瑜觉得这个女孩子起码还是善良的。那可不行，这人我今天必须交给东哥，不然等到时候东哥找上门来，我没法跟他交代。我可不信，那个东哥有3头6臂不成，还能把你给吃了？是真的，东哥是我们的老大，手段可狠呐，轻则残，重则死。今天东哥要去码头把手上的人都卖掉，就差这2个大学生，我不主动送去，他送人的路上便会主动找上门来。那便让他主动找上门来就好了，还省得你去送一趟。那可不行，我自己主动去是一种价，他顺路来要人又是另外一种价。就东哥那吃人不吐骨头的狠劲儿，我若不主动送去，这一趟白干了不说，还有可能被东哥打死。那我若是跟你的话，你能给我什么好处？我有钱，好多钱，只要你跟我在一起，我保证不让你干一点点活儿，让你天天都过吃香喝辣的好日子。张艳玲捆在地上动弹不得，听到这话气得浑身发抖，她冲着林之瑜冷哼了一声。要不怎么说是村妇呢？为了点蝇头小利就能屈服，果真上不了台面。冉冉，你别跟她在一块儿，这个女人心黑，她会害你。你过来，我保护你。艳玲，你自己都这样了，还咋保护我？别再说人家是村妇，心黑啥的了，人家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咱们，你不感激就算了，怎么还能这么污蔑？还有之前明明有逃走的机会，是你一意孤行，大声嚷嚷，才把坏人招了来，白白浪费掉了这次良好的机会。冉冉，你居然向着那个村妇，我才是你的好朋友啊！我说了不许叫她村妇，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跟是不是朋友没关系。张磊在一旁听得一头雾水，这俩人怎么还吵上了？行了，你们别吵了，有什么好吵的？再吵把你们的嘴都用臭袜子堵上。张艳玲被凶了一句，立马就想反驳，可想起那几巴掌重重的耳光，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咋样，姑娘，跟我过吗？想让我跟你过日子也不是不行，我必须得住大房子，家里还得有小汽车跟存款，公婆不能住一起，兄弟姐妹也不能来打扰，你每个月挣的钱都得交给我。这冰箱、彩电、洗衣机3转一响64条可一个都不能少，还有娶我必须得8抬大轿，明媒正娶，我可不会给人家当小老婆。以上这些，你若是都能做到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张磊觉得女人在拿瞧他，他捏紧了拳头，恨不得抽他一顿，可随即又想到人还没弄到手，这时候抽他不合适。行，这些都依你还不行吗？张磊好脾气的一口应了，反应答应了也不用都得做到，等这女人跟了他，不听话狠狠的抽上几顿也就听话了。口说无凭，你得给我立个字据，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敷衍我？林之瑜他来这之前，已经在车站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报了案，还留下了线索。警官正在赶来的路上，他要做的便是拖住这几个骗子。另外听说那个东哥也会来，到时候能一网打尽才好。咋这么麻烦呢？不写行不行？你说的这些我都能做到，我无父无母更无兄弟姐妹，所以你不用担心跟他们住一起。另外你说的冰箱、彩电、洗衣机还有3转一响64条腿，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有钱我可以给你买。这些暂且就按你说的好了，可我要的明媒正娶呢？别忘了，你可是有媳妇儿的。呸！你个死村妇可真是坏透了，人家有媳妇儿，你还让人家对你明媒正娶，知3当3，也不怕遭雷劈。张磊还没说话，地上的张艳玲忍不住，林之瑜他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讨厌一个人，不说话能憋死。这个人可真烦啊！张磊为了博美人一笑，立马跑去把之前又脏又臭的毛巾从地上捡起来塞到张艳玲嘴里。张磊做完这一切，颠颠地跑到林之瑜跟前。这下好了，不用听他废话了，你放心，只要你肯踏踏实实的跟着我过日子，我就跟那黄脸婆离婚，离了婚咱俩再结婚，这样你就能名正言顺了。郑磊，你若是敢跟我离婚，我就跟东哥揭发你瞒着他跟别人搭伙，他若是知道你破坏了他的规矩，一定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还想娶那个狐妹子当媳妇儿？呵呵，就怕到时候你有命娶没命养着，东哥他会打死你的。张磊想，如果这臭婆娘见不到东哥，是不是就不能告状了？张磊红了眼，满脑子都是让这臭婆娘消失。他一个箭步上前，将人按在地上，
忍不住伸手捂住了他的口鼻。13妹的脸憋得通红，两手胡乱的摸索着，突然就摸到了一块石头，想也不想的冲着张磊砸了过去。你这个臭婆娘竟然敢用石头砸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他捡起那块石头就要反手砸回去，突然听到一阵汽车的轰隆声，他顺着声音看去，果不其然看到一辆蓝色的货车停在路口的地方，从货车上下来10来个人，个个穿着黑色的外褂，气势汹汹地朝着这边走了过来。13妹显然也认清了来人，脸上浮现一抹狂喜，她伸手一把将张磊推开，朝着来人快步跑了过去。东哥，你来的正好，你可得给我做主啊！张磊他背叛了你，我发现之后想向你报告，没想到他竟然想弄死我。怎么回事？齐来说。13妹从地上爬了起来，不仅把张磊之前跟别人搭伙的事说了，还各种添油加醋，反正怎么夸张怎么说。雷子，听你媳妇儿说你背着我跟别人搭伙，嫌我对你不好。那哪能啊，都是误会。张磊紧张的牙齿打颤，这副心虚的模样就直接把他弟给交代了。雷子，你知道我的规矩，除非跟我散伙了才可以跟别人搭伙，不然就得留下一只手。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我让你选，你是留下左手还是右手？东哥，我错了，你让我找的大学生，我找到了，求你给我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我下次再也不敢了。就这2个女的，世京师范大学的大学生，确实看着不赖。那这个呢？这个不是，他就是个多管闲事的，想着把这2人救出去，被我识破了拦了下来。东哥上上下下将林之宇打量了一番，越看越满意，被张磊坏了规矩的怒气都消散了。我本来是想留你一只手，不过看在你这么尽心尽力的份上，这只手我决定暂且给你留着。倘若有下一次，我定要把你2只手都带走。我发誓没有下一次了，谢谢东哥。东哥，这个漂亮姑娘估计比那2个大学生还值钱呢。用你说，以后你就按着这个标准给我找。警官没等到，先把这帮坏人的幕后老大给等来了。林之宇琢磨着，可千万不能被带上去，一旦上去就全完了。东哥一挥手，便让人把地上的张艳玲抬到车上去，宋然然则是2个人架着往外走。林之宇抓住空档机会，直接一个快步向前。臭娘们，你找死！然而车站这边不仅警察来了，宋宇川知道媳妇要来县城，所以特意起了一个大早，坐单位的班车来车站接她。川哥，嫂子会不会坐第1波3轮车走了？她那么聪慧机灵，一定不会有事儿的，你别太担心了。来之前我去确认了，鱼他并没有在那一波人里。宇川，你媳妇儿找到了没有？孙队长，你说车站附近有人贩子，你们是接到报案电话了吗？什么时候打的？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他觉得媳妇丢了，一定跟那些人贩子脱不了关系。我们在半个小时之前接到了报案，报案人在公共电话亭留下线索，说是人贩子往那边屋子去了。对了，那个报案人说他叫林之瑜。宋宇川身体晃了一下，你咋了？孙队长，林之瑜是我媳妇儿，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过去？孙队长刚要拒绝，又想到宋宇川为人机警，帮着破了好几次案，想了想也就没再拒绝。奇怪，难不成我们来晚了一步，人贩子带着人逃跑了？宋宇川虽然慌，但心思转得快，鱼他知道报案，还在公共电话亭上留下了线索，不可能就只留那么一点线索。孙队，这里有线索。宋宇川的视线落到墙面上2个箭头上，那箭头一个向上，一个向右。这是啥意思？说人贩子去了上面还是去了外面？这是2个不同的方向啊。孙队，公共电话亭上的线索是什么样的？是一行刻在电话机旁边的小字，人贩子往西屋去了。姑娘，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干嘛动手呢？别跟我装了，他天天想断你手断你脚，想必你早就恨极了他。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把他打趴下，你正好可以接替他的位子，这不就是你一直以来都期盼的吗？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一点儿也不想取代他。你若真不想的话，那我就把他给放了。别放，姑娘，你说的对，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张磊见他要把人给放了，连忙拦着，笑话，这机会千载难逢，他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去？东哥，这可不能怪我啊，谁让你技不如人呢？你当了那么多年的老大，也该挪位子，给小弟我一点展示才能的机会了。不过你放心，等我取代了你，当了老大，我会好好照顾你这帮小弟们，绝不会亏待了他们。那些小弟原本愤恨地盯着林之瑜，因为东哥在他手上，他们即便再生气也不敢轻举妄动。张磊，之前你坏了东哥的规矩，东哥念及旧情才好心放你一马，本以为你是真认识到了错误，以后行事会规矩些，可没想到你竟然趁东哥陷入危难之际落井下石，你良心都被狗吃了。你这么做对得起东哥，对得起兄弟们吗？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当初也不知道是谁在大街上乞讨，大雪寒天的差点被冻死，给狗一口吃的，他还知道摇尾巴呢。你就是一个臭不要脸的白眼狼。咱们哥几个只认东哥这一个老大，你想当我们的老大，门儿都没有，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好好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就你这样的给我们当小弟，我们都觉得看不上。张磊马上要做老大了，怕这些小喽啰干什么？他们愿意认就认，不愿意认那也别想从这走出去了。行了，还吵没完了，并非是我张磊不讲良心，当年东哥确实给了我一口饭，还让我住进了仓库里，我没饿死冻死我也感谢他，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给他卖命，干的活儿是你们都不愿意干的，
领的薪水也是最少的，所以这人情我早就还完了。我把话放在这，愿意认我做老大的人留下，我张磊就认他当兄弟，各方面都不会亏待了他。拿我们当兄弟？呵呵，你别光说的好听，你倒是具体说说咋个不亏待法儿？张磊轻笑，高利之下还能有不动心的人？在东哥给你们的基础上，我多给双倍，10倍，你必须给10倍薪水，我就认你当老大。他们也看出来了，现在张磊迫切的需要人，所以毫不客气的狮子大开口，3倍，至多3倍，愿意接受的就留下，不愿意接受的我也不拦着。交货时间定在下午3点，再这么僵持下去，交不了货拿不到钱，到时候大家1分钱都拿不到。10倍是多了些，3倍也少了点，我看不如大家都各退一步，5倍怎么样？不行，我不同意。他们说好点是小弟，说不好听点不就是干活跑腿的小喽啰们。若是有一天东窗事发也是他去蹲监狱，他们早就跑没影了。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这么僵下去吧？按时交不了货就拿不到钱，损失的是你，反正我们耗得起，大不了这点钱我们不挣了还不行？他们一点都不把张磊放眼里，说话也不客气。张磊气急，视线落到一旁始终没说话的林之瑜身上。妹子，你倒是给想个办法啊！我拿不到钱，你就不能跟着过好日子了？这事儿没那么复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大伙儿想多要点钱也正常。你跑这趟生意需要几个人？6个足够了。那就将薪水划分一下，10倍的名额2个，5倍的名额4个，让他们经过竞争得到。这竞争方式吗？他们一共有12个人，就2-2一比，5分钟之内先把对方打趴在地上的就胜出，超过5分钟没分出胜负，2个都淘汰，这样就有6个人可以获得这6个名额。具体谁获得哪个，再按着之前的方法比试就行。优胜劣汰，有本事的就拿高的薪水，没本事的就淘汰，也不耽误时间，顶贴了15分钟就结束了。如果采用这种方式，15分钟后，就算很能打的人到时候体力也耗尽了，就算等不到警察来，那样他需要面对的就只剩下张磊一个，很大程度上能把他们3个的命都保住。化街上级，林之瑜终于等到了宋宇川和警察来到。鱼，是我。吓坏了吧？我没事儿，还把他们都摆平了。没被吓坏，差点被吓死了。真没事儿，我以后还会出远门，你接得了我一次，总不能次次都接我吧？那还咋工作？有些事情总要我自己面对的。今天经历了，下次遇到就有经验了吗？你还想有下一次？我那不是打个比方吗？我跟你保证没有下一次。宇川，那个车厢打不开，你快去看看。孙队，我不是你们警局的人。宋宇川没动，媳妇刚找到，让他把人扔下去给他们开那劳什子的车厢去，他才不要。那车上估计都是他们拐来的人，人命关天。宇川，你去一趟，我跟你一起好不好？那你就在这里，哪儿都不要去，我自己过去就行。川哥，你尽管去，这有我呢。嫂子，我是梁上进，之前你给川哥打电话，还是我接的。谢谢你救了我，若不是你出手相助，我可能就被他们卖掉了。也对不起，你当时明明都劝我不要来了，可我还一意孤行，才险些酿成大错。你若不是为了救我们，也不用掺和到这危险当中来。对了，我叫宋然然，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林之瑜，不用谢，以后自己多注意安全。梁上进就在一旁听着，也不搭话。林之瑜突然想起，宋然然似乎是梁上进的追求者来着，咋看着不像认识的呢？师兄，我是京师范大学的宋然然，你还记得我吗？是你呀，你来易水县城做什么啊？还差点被人贩子拐走，就你一个人来的？燕玲没有跟你一起吗？梁上进的视线寻了一圈，落到地上被捆成粽子，背对着他的人身上。地上躺着的这个是谁？是张燕玲。宋然然才想起来张燕玲还被绑着，在地上躺着，连忙要起身去看，没想到梁上进比他更快一步。燕玲，还真是你呀！上进，幸好你们来得及时，不然我可真就被卖了，那这辈子就再也看不到你了。梁上进见张燕玲哭了，顿时有些慌。这不没事了，多亏了我嫂子机警，不然还挺真危险。对了，燕玲，你不是那个跆拳道黑带吗？咋还被捆成这样？你为啥让人贩子绑了我，还往我嘴里塞又臭又脏的毛巾？我得罪过你，还是跟你不共戴天之仇？我啥都没做，你干嘛要针对我？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是跆拳道黑带吗？一个人能撂倒10来个男人，所以我才分了1个人给你，剩下的13个男人加1个女人由我对付。谁能想到你连1个人都对付不了，被人一招撂倒在地上起不来，归根到底是你技不如人，怎么还能是我的错？张燕玲张了张嘴，愣是一个字都没说出来。那是因为我没准备好，等我准备好了，他自然不是我的对手。你都不提前说一声，搞得这么突然，是不是就想看我出丑？林之瑜侧目看了张燕玲一眼，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公主病？咋那么多事儿呢？还没完没了了，有毛病得治，他可不惯着。之前我们打赌，如果你们被骗了，你就得给我道歉外加200块钱。若不是你一直喋喋不休，这事儿我都忘了。先谢谢你提醒我哦，现在是兑现承诺的时候了，别想着找借口不承认，咱们可是找了见证人的。什么打赌，什么200块钱，什么道歉，都是没影儿的事儿。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然然，他在说谎对不对？张燕玲说完，给宋然然使了个眼色。燕玲，你确实是跟之瑜打赌了，而且还让我当了见证人。既然输了，就要履行诺言。张燕玲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
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他最好的朋友会背叛他，帮着一个才见了一面的外人。燕玲，以前不够的话，我可以不用你帮忙。怎么能不够呢？我给他还不行吗？给你，我所有的钱都在这里了，这下你满意了？还有道歉呢？钱都给你了，你别太过分了，欺人太甚会遭报应。你技不如人，不也还当众指责我来着？再说了，如果今天是我输了，你会只要钱不让我道歉吗？还有，这赌约是你发起的，条件是你提的，愿赌服输，痛快利索些，别搞得好像我欺负你一样，并不是谁弱谁就有理，你那一套在我这行不通。话音一落，宋冉冉跟梁尚敬都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是这么个理，做错事了就要认。对不起，行了吧？张燕玲硬邦邦地说了一句，眼泪掉了出来。说完之后转身就跑开了。梁尚敬眉头拧起，想追就去追，不用管我。再说了，这里有警察呢，啥事儿都没有。嫂子，燕玲她就是自尊心太强，才会这么糊涂。回头我说说她一个人在这边人生地不熟的，万一再遇到人贩子啥的就糟了。我先去看看她，你帮我跟川哥说一声。好的，去吧。梁尚敬走了，宋冉冉也跟着丢了火，目光怔愣地盯着梁尚敬离开的背影，跟望夫石一样。不然你也跟着他去？不了，我想他这时候应该不想看到我。梁尚敬就跟他家人一样，有他在，燕玲心里更好受一些吧。跟家人一样，张燕玲跟你说的。宋冉冉点了点头，不知为啥心里有点莫名其妙的难受。别哭了，我知道这事儿伤到了你的自尊心，但嫂子也没错，你下次做事儿别那么冲动了。就算是我错了，可他不能好好说嘛，干嘛这么咄咄逼人？对了，你跟你同学这次来易水县城是要做什么？张燕玲想起此次来的目的是帮着宋冉冉跟梁尚敬最后表白一次，若是之前她自然会帮忙，可现在她有些不确定了。宋冉冉当众让她难堪，她不想帮这个忙了，可又不能跟她彻底翻脸，毕竟以后还得指着她在学校里结交富家子弟呢。当然是陪着冉冉来看你呀，他喜欢你很久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还跟你表白过很多次，你都没同意，他不死心想着最后再表白一次。冉冉，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梁尚敬表白？我帮你。我感觉他还是跟以前一样不待见我，表白的事儿再说吧。那怎么行？为什么不行？我的意思是，你千里迢迢来这边不就是为了跟他表白吗？不表白就这么回去，不留遗憾呐。张燕玲似乎也意识到自己太激动，怕宋冉冉看出端倪来，立马解释了一番。到时候再说吧，让我再考虑考虑。张燕玲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觉得宋冉冉好像变了，对她不如以前那样好了。你要去哪？没去哪，我想自己出去散散心。宋冉冉在屋里待不下去，索性往屋外去了。有些真相一旦发现，大抵再也回不到从前。话接上集，宋冉冉来到了招待所前台，于是拨打了一通电话。冉冉小姐，你去外面旅游玩得还愉快吗？挺好的。易水城这边有好多好玩的地方，等我回去之后给你带礼物。对了，阿姨，我大伯父在家吗？在的，你稍等一下，我去喊他来接。先生，冉冉小姐来电话了，说是找您呢。冉冉，她不是去旅游了吗？找我干嘛？就说我不在。什么不在？你不是人啊！冉冉特意给你打电话，肯定是有急事儿。你这么敷衍，怎么有脸当人家大伯？快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爷子发话了，宋兴国不敢不听。冉冉，我是大伯父，找我什么事啊？大伯父，我在易水县城碰到了一个跟您长得特别像的人，他……宋冉冉把宋宇川从外貌到声音全都说了一遍，只说是旅游当中认识的朋友，没提差点被人贩子拐走的事儿。只是他说完好久都不见对话回话。喂，大伯父，你还在听吗？宋兴国回过神来，脸上从未有过的严肃跟郑重。冉冉，我在，你把详细的地址同我说一下。其实宋冉冉已经说过好几遍了，但宋兴国听完他说的内容之后，好像跟没听到一样。宋冉冉只好又讲了一遍。电话挂断之后，宋老爷子好奇地看着大儿子，到底咋了？是不是冉冉手里钱不够了，不好意思同家里要？不是冉冉有事，是他碰见了一个跟我长得特别像的年轻男人啊！我要去易水县城一趟。老大呀，这些年但凡跟水灵他们母子俩沾边的，甭管阿猫阿狗，你都要去看看。可你失望了多少次了？爸，这次不一样。冉冉说那孩子叫宋宇川，那我跟你一起去。这么多年，他心里一直记挂着他的大孙子，但又怕刺激到儿子，愣是把思念全压在心里，不敢表现出来。爸，是我去认媳妇儿跟儿子，你去干啥？就在家里等消息吧。不行，我一把年纪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上天垂怜，还能让我在有生之年看到我大孙跟懂事的儿媳妇，我为啥不去？宋冉冉打完电话，百无聊赖的在大厅里转悠，左看看右看看，就是不想回房间。这时梁尚敬也恰巧出来。师兄，你有时间吗？要不咱们坐下来谈谈。梁尚敬也不知道他要谈什么，但见宋冉冉一脸真诚，他也没拒绝。行，去哪里谈？要不去外面找个饭馆，咱们边吃边谈。正好我有些话想跟你说。哈，梁尚敬想着能把话摊开，所以也爽快应了。张燕玲担心宋冉冉不理他，从房间里出来，恰好看到梁尚敬跟宋冉冉一起从招待所出去，眉头顿时皱了起来。
宋冉冉她不是信誓旦旦的说不打算跟梁上静表白吗？如今把人单独叫出去，难道是想背着我跟梁上静表白？然而等菜上完了，宋冉冉也不藏着掖着，直接开门见山。师兄，你喜欢的人是张艳玲吧？所以每次见了我才会躲着我走。是，我很喜欢她。我跟艳玲是一个村子的，从小一起长大，算得上是青梅竹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约定过，等将来长大了要考大学，要走出村子。等学成之后，有了稳定的工作，就在县城买一套房子，然后我们结婚生子，一起度过余生。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为了这个奋斗攒钱，等她毕业，给她一个安定的家和一个隆重的婚礼。梁上静每说一个字，都像是往宋冉冉撕开的心上撒一把盐。她所向往的一切，原来她早就许给了别人。可张艳玲说，她跟你只是兄妹关系，而且她在学校跟一些富家子弟打得火热。艳玲年纪还小，刚进大学定是看什么都新鲜，等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而且我了解艳玲，她只是性格开朗的像男孩子一样，爱交朋友而已。宋小姐不也是艳玲的朋友吗？怎么能背着她说这种话呢？什么跟富家子弟打得火热，这若是让有心人听了去，艳玲的名声不就毁了吗？宋小姐家世好，素养肯定很高，这种似是而非如同长舌妇嚼舌根的话，以后还是别说了吧。以前只觉得这个宋冉冉天真烂漫，没想到私下里竟会是这般模样，说话的语气也带了一丝厌恶。我也只是说了事实而已。梁上静，你知道我喜欢你吧？抱歉，刚才是我语气太冲，我有喜欢的人了。宋小姐以后还是把心思放在应该放的人身上。梁上静没再说什么，起身去柜台结账，也没回头看宋冉冉一眼。宋冉冉哭得稀里哗啦，她啥都没做呢，梁上静便直接她接下来要做的事儿给堵死了。姑娘，这年头2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但2条腿的男人可多的是。你长得这么漂亮，优秀的男朋友还不是随便找，何必在那负心汉身上浪费时间？过段时间找个比那负心汉更帅更优秀还知道心疼你的男朋友，气死他！宋冉冉原本挺伤心的，但是经过服务员这么一说，心里顿时也就没那么难受了。冉冉呢？怎么不见他？梁上静没接这个话茬儿，只是把手里的饭盒递给他。早饿了吧？我给你打包了麻辣鱼跟麻婆豆腐，还有胡辣汤跟米饭，你赶紧去吃点儿。你胃本来就不好，的时间长了会痛的，这么大人了也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谢了，也就只有你还想着我。你喜欢就好。这时宋冉冉也恰巧回来了。冉冉，你怎么没跟上静一起回来？你还没吃饭呢？你不是一直说京师饭馆做的饭菜不正宗，这下子可算吃到正宗的了。你慢慢吃，我先上去休息了。说完之后，宋冉冉便目不斜视地往楼上走了。梁上静心里的挫败感更重了。张艳玲自然也注意到了宋冉冉红肿的眼。冉冉她哭了，为什么？她估摸着想跟我表白，我告诉她我有喜欢的人，让她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你疯了！冉冉她家世好，长得也好，性格又温柔，关键对你还特别喜欢。你若是跟他结婚，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也不用在这小破县城苦苦挣扎。你不问问我喜欢的人是谁吗？是蛇啊，甭管是谁，我这个妹妹都不同意。我跟你从小一起长大，你比我年长几岁，我把你当成亲哥哥，所以才为你着想。你还是对冉冉好一点吧，她才是适合做你媳妇儿的人。还有啊，我也有喜欢的人了，他特别优秀，等有机会我介绍给你认识，到时候咱们兄妹没准还能一块办婚礼呢。张艳玲并没有成为宋景成的女朋友，但她觉得那是铁板钉钉的事儿。她当然也知道梁上静喜欢她，可她看不上现在的梁上静。冉冉，你去跟上静表白我都不知道，这要是我跟着这事儿一转能成，我跟他算是彻底没关系了，这事儿以后别再提，而且我也不喜欢他了。你不喜欢他了？你是不是因为梁上静说话难听了才生气啊？我刚才说他了，让他好好对你，若是胆敢再惹你生气，我就骂他。梁上静喜欢的人是你，而且跟你还有约定，等你毕业之后就结婚。可我不喜欢他，跟梁上静那些所谓的约定也只是很小的时候不懂事才瞎说的，当不得真。他就是太轴，刚才我把话都跟他说清楚了，以后他会好好对你的。再说了，我有喜欢的人了，跟他一丁点的可能都没有。宋冉冉却笑笑没说话，她喜欢梁上静，梁上静喜欢张艳玲，张艳玲喜欢别人，闹了半天，她是食物链最底端的那个。对了，宇川，等我去森庄买完树苗，我回去请人种树之外，我还想考大学。咋突然想起来考大学了？时代在进步，我当然也要进步。再有我这买卖以后越做越大，没准还能做到国外去。这学历就跟脸面似的，外人提起来也能不输了面子。我决定就考京师大学，你觉得咋样？考个普通的大学就挺好，没必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京师大学门槛太高，录取的都是各省前几名的学生，想从这些人里突出重围，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明天周日，我带你去我班主任家拜访他一下，问问看像你这样的情况，若是想高考的话该咋报名，让他帮忙找几套书，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都来一些。想要参加高考，就得建立整体的学习体系，从头开始学起，把基础打好，后面就学得快了。不过我不在家，怎么辅导你学习啊？宋宇川打算亲自教他，但想想又不现实，单位不可能让他请假，也不允许女员工进入单位里。要不在我单位周边租个房子，我下了班还有周六周日就可以教你学知识，
那倒不用，我忘记跟你说了，我请了一个老师，名字叫秦双喜。原本打算在村里成立一个小学，让村里适龄的孩子都去读书，但暂时没人去，所以秦老师目前只教小豆包一个人，除了学习文化知识，还学习画画，像是小学啊、初中啊，甚至高中的文化知识，他都能教我。行，你决定就好，我都支持你。经过昨天的事情，再跟梁上静见面，宋然然话就少了，主动跟梁上静还有张艳玲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对了，上静，你准备带我们去哪儿玩啊？听说这几年县里的百货大楼发展的不错，然然她还没去过咱们这的百货大楼，不如你带我们去逛逛。逛百货大楼，行是行，不过得先等等川哥跟嫂子，看看他们去哪儿。张艳玲有点不高兴，去哪玩干嘛还问宋宇川，他自己决定不就行了吗？人一多，他还咋好意思开口让梁上静买单？川哥，嫂子，你们打算出去玩吗？宋宇川也没瞒着，只说了要带林之瑜一起去拜访一下高中的班主任。梁上静见宋宇川去拜访班主任，想了想也要跟着一起去。也不知道李老师还记不记得我，当年我不小心把他养在教室外边的花儿给踩死了，后来他罚我给他浇了半年的花。李老师现在是一中的校长了，说起来他还教过我呢，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这么多人去看他，他一定很高兴。对了，咱们去看校长的话，要不要买点礼物？干脆去百货大楼里逛逛吧，那里东西全。然然，你也去吧，我们这的百货大楼虽然不比京市高档，但衣服鞋子款式都特别新颖，我听说都是从南方来的，论款式新颖，估摸着京市还比不上呢。不了，你们去吧，祝你们玩得愉快些，我随便逛逛就好。梁上静喜欢张艳玲，人家要去逛百货大楼，跟约会似的，他跟着去干嘛？他脑袋又没有坏掉。然然，你不要这个样子嘛！我知道梁上静说话不好听，让你生气了。听我一句劝，梁上静是个好的，也很适合你。他也认识到自己错了，你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一个机会好不好？为了能得到宋锦城的倾心，将来当上大嫂，他心里即便再不痛快，也必须得低声下气的讨好着。张艳玲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谓不择手段。那好吧，不过我要上楼去拿一趟钱包，你先走一步吧，我一会就跟上去。我在这等你吧，反正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再说了，你对易水县城又不熟悉，不由我领着，到时候走丢了怎么办？张艳玲有些不愿意，借着宋然然孤立那村妇，可是她第一步计划。别了，我还得化个妆呢。再说百货大楼那么显眼，我还能找不到？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张艳玲再厚脸皮也不能缠着不放了，她只能先走一步。宋然然看着张艳玲走出了门口，毫不掩饰的松了一口气。一起走吗？你不上去拿包了吗？早就看出来了，他们三个之间不对劲儿。现在宋然然明显是在躲着张艳玲。不过是个不想跟张艳玲一起走的说辞罢了。宋然然也没瞒着，把昨天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的都跟他说了。当然，宋宇川向他堂哥的事儿他没提，还是等大伯父从京市来了确认好了再说也不迟。那咱们走吧，在百货大楼里好好逛逛。我也是第一次去，不知道里面都有什么。好呀。他想不想逛街分人，若是张艳玲他就不愿意去，可若是林之瑜他就愿意了。话接上集，林之瑜几人离开了招待所，随后就来到了百货大楼。然然，你看我挑中的这条裙子跟这双鞋子好看吗？好看，是给你师母挑的礼物吗？不过你师母今年有50了吧，穿这种会不会年轻化一些？不是给师母的，是我自己要买的。对了，然然，你先借给我200块钱吧，我没带那么多钱，等我回学校再还你。张艳玲原本想跟梁上静借钱，但她始终不下来，所以只能跟宋然然借了。我倒是想借给你，可我只带了10块钱。张艳玲心里很不高兴，宋然然就带10块钱，她怎么好意思踏进百货大楼的门？然然，要不你回招待所取一趟吧。我不回了，这么远走回去好累的，要不你先跟别人借一下，反正你回学校再还给人家不就行了吗？他看向一旁默不作声的林之瑜，想到自己被一个村妇看了笑话，很是不痛快。你怕是第一次见过款式这么洋气还这么贵的衣服吧？听说你之前一直都在农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镇上。我听说过易水镇，挺穷挺破的，镇上别说百货大楼，有卖衣服的吗？他可一直没说话，只是在一旁安安静静的等着宋然然。这人怎么还上赶着找不痛快呢？裙子70，皮凉鞋80，款式确实新颖洋气，穿出去在这县城里能够得上适度一份。你身材好，穿起来肯定特别漂亮。再说了，价钱一点都不贵，你买了吧？林之瑜明知道他没带钱，还让他把衣服跟鞋子买下来，这是纯妥妥地故意让他难堪。这位女士眼光可真好，这条裙子跟这双鞋是从南方广市进的货，衣服鞋子都是独一份，绝对不会出现满大街撞衫的尴尬情况。不仅款式新颖洋气，质量也特别好，关键是才150块钱，这个价格能买到一条裙子跟一双皮凉鞋，整个百货大楼都找不到这么便宜的。这一身干净素雅，你皮肤偏暗，穿上之后会显得整个人特别亮堂有气质，你就听你朋友的买了吧，要不我这就给你包起来。服务员看到张艳玲左摸摸右看看就是不买，早就不耐烦了。而且张艳玲没经过他同意便把衣服鞋子从店里拿到了楼梯口。这衣服跟鞋子好看是好看，不过没有我穿的尺码，还是先收起来吧。张艳玲掏不出钱来，只能把衣服跟鞋子递还给服务员。尺码不合适，我在百货大楼卖了10几年衣服了，
这双眼就跟卡尺一样，你穿这个号正合适。这件裙子跟这双高跟鞋能美翻了，甭管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们，看到了你这身打扮都得羡慕你。还有那街头的小帅哥们，眼珠子都能粘你身上。你听我的准没错，穿上试试效果吧。尺码不合适，真是笑话。不合适还拎着衣服鞋子跑来楼梯口。我出门带的钱不够，等下次再说吧。服务员往一旁的宋冉冉跟林之瑜身上看了一眼，给张燕玲支了一招。嗨，我还以为是你不喜欢呢，不就是没带够钱吗？这是啥大不了的事儿？这2位是你朋友吧？你先跟他们借，等回去再还给他们不就好了吗？张燕玲看了宋冉冉一眼，今天若是宋冉冉带够了钱，她也不用受这种屈辱。说到底，现在事情变得这么尴尬，宋冉冉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朋友也没带够钱，行了吧？她将衣服跟鞋子没好气的往服务员身上一扔，张燕玲的动作太突然，服务员压根没反应过来，所以也就没接住。这地上人来人往的踩虽然不算特别脏，但衣服跟鞋子都是浅色系的，沾到了不少土。不买就不买呗，你把衣服跟鞋子扔地上干啥？这可都是从广市进来的高档货，都弄脏了没办法再卖给别人了。不行，你得赔给我150块钱，不然我就报案，让警察来抓你。张燕玲也惊了一下，听到服务员让她赔钱，心里甚至有几分慌乱。我好好的递给你，是你没接到才让衣服跟鞋子都掉地上的，这不是我的责任。另外，我都说不要了，谁让你没完没了的跟我推销来着？我知道你们现在正搞什么承包制呢，你敢报案，我就敢跟百货大楼的经理投诉你，让你这柜台开不下去。张燕玲说完之后，心里淡定了，因为她笃定这服务员不敢报案，却没想到那服务员也是个硬茬子，连话都不说，他抱着衣服就往柜台走，不仅给百货大楼的经理打了电话，还报了案。张燕玲看着匆匆赶来的百货大楼经理，还有穿着警服的办案人员，顿时有些傻眼。警察同志，就是这位女士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把看中的衣服跟鞋子拎到了楼梯口，然后我向她推销的过程中，她突然把衣服跟鞋子冲我扔了过来，衣服跟鞋子就掉地上了。楼梯口多脏啊，这连衣裙跟鞋子又都是浅色的，上面沾到的脏完全弄不下来，这让我还怎么卖给其他客人？还有这位女士威胁我说我敢报案，她就跟经理投诉我，我不仅要求她赔偿，还要求她道歉。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警察同志，是我把衣服跟鞋子递给他的时候，他没有接住，责任不在我，这点我的朋友都看到了，他可以给我作证。冉冉，你快帮我跟警察同志解释解释。张燕玲一脸希冀地看向宋冉冉，心存侥幸，总觉得只要他抵死不认，他们就拿他没办法。事情是所说的这样吗？你的朋友自然都向着你说话，对我不公平，这事儿应该问问周围的客人，他们既不是你那边的，也不是我这边的，这样才公平。确实是这么个理。办案的民警点了点头，同意了服务员的说法，当即找了几个客人问了问。我看得清清楚楚的，确实是这位小同志把衣服跟鞋子扔给了服务员，不过当时他们闹得不太愉快，年轻人火气大容易冲动，他应该不是故意的吧？我也看到了，火气大容易冲动也不能把衣服鞋子扔出去啊。再说了，这衣服鞋子本来就不允许带出柜台，这不是百货大楼的规定吗？既然有证人能证明他确实是扔而不是递，所以责任在他。这件事你可以选择公了，也可以选择私了，公了我就将人带走。张燕玲这下是真慌了，她可是大学生，不能因为这事儿闹到警局去，留下案底之后，以后还怎么找好工作，还怎么嫁给宋锦城？民警同志，我看这事儿还是私了比较妥当，劳烦你走这一趟了。你觉得呢？民警看向服务员，征询了一下他的意见。那行吧，那就让他赔偿150块钱，这事就过去了。正当手足无措之际，张燕玲的目光瞄到了从2楼下来的梁上进，她立马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跑到了梁上进身边。上进，你都看到了，这又不全是我的错，却让我承担全部的损失，他们也太欺负人了。梁上进在2楼听完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再看张燕玲委委屈屈的样子，说实话，他的心情有些复杂。既然不允许客人把衣服鞋子带出柜台，那燕玲拿着衣服跟鞋子往外走的时候，你作为柜台的负责人，应该要第一时间阻止。如果你及时发现并制止了，接下来的事情并不会发生。严格说起来，这是你的失职。那你的意思，这事儿还是我的错了？我并不是说这事儿全是你的错，你作为负责人没有在第一时间制止客人的不当行为，是一切事端发生的起源，所以你至少要承担70%的责任。而燕玲未经你允许把衣服鞋子带出柜台，又朝你扔衣服鞋子，确实做的也不对，可以承担30%的责任。服务员被气笑了，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划分责任的，他后悔了，刚才就应该公了，让民警把张燕玲带走，不知道现在还来不来得及。这事儿就算公了，也是你承担主要责任，对我们也是罚点钱了事。只不过这事儿闹大了，以后谁还敢来你的柜台买东西，对百货大楼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吧？比如店大欺客、仗势欺人之类的。百货大楼的经理显然也想到了这点，连忙巧声劝服务员：我觉得这人说的有道理，你也不是一点错没有，你就息事宁人吧。这事儿要是真闹大了，对咱们百货大楼的影响不好，你这柜台也开不下去了，何必呢？
真是倒了血霉了，怎么碰上这么个缺德鬼？行了，算我倒霉，你给30%好了，45块钱，快点儿把钱给我。张艳玲脸一瘪，没搭这个茬儿，她手里倒是够45块钱，但她一分都不想给。我觉得他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是70%。他若是拦着我，及时告诉我有这种规定，我还能把衣服鞋子带出柜台。没带出柜台，后面一切的事儿都不会发生。他不会跟宋然然借钱被拒，也不会让林之于一个村妇看了笑话，蒙受那么大的羞辱，更不会跟这个服务员起冲突。所以他遭受了那么多委屈，凭啥还要承担30%的责任？账不是这么算的，你若是连30%的责任都不愿意承担，那对方肯定要公办。你是大学生，一旦留了案底，以后怎么找工作，怎么找家世好的对象？对方现在还不知道你这个弱点，一旦知道了，不仅会揪着不放，还会狮子大开口。所以不如快速的解决了，省得他反悔。可我没带那么多钱。梁尚敬看了张艳玲一眼，又叹了口气。我给他就行。宋然然看着梁尚敬帮张艳玲解围，帮他出头，又拿自己的钱给对方赔偿，直叹自己选择放弃是正确的。话接上集，林之于大姑的女儿赵真真因为学校放了几天假，所以回来看看。都怪那个该死的林之于挑拨离间，你舅舅的心才被蒙蔽了。如今我们都拿不到钱，怎么给你交学费跟生活费呀？钱的事儿你不用发愁，还有你也不用为了林之于那种坏女人烦恼，她见不得我们好过，挑拨舅舅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自然也不会放过她。你不知道林之于那臭丫头片子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我跟老太太联合起来都不是她的对手。你一个高3的学生，能把她怎么样？那臭丫头片子还挺会挣钱，不仅建了鱼塘，还搞了一个鲫鱼罐头加工厂。你也真是的，怎么能拿那种臭丫头片子同我比？她是长得比我好看，还是学习有我厉害，亦或是比我聪慧？再说了，鲫鱼加工厂可不是她一个人的，她只是占了一些股份而已。你放心，我这次回来是跟朋友一起回的，他堂哥是罐头加工厂的老板，他去罐头厂上班，一进去就是销售部门的经理，等时间长了，他会让他堂哥把罐头厂交给他打理，到时候把林之于从罐头厂里踢出去，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真真，你这朋友真有那么厉害？那你这朋友是男是女？你同人家是怎么认识的？会不会是骗子啊？赵真真翻了个白眼，她是真看不惯他妈这副没有见识的样子。男的，20来岁，是省城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是我同学的哥哥，我去同学家里玩的时候认识的。我回家的事儿告诉了同学，结果同学告诉了他，他正好也要来罐头厂上班，便将我一道捎回来了。林芳平一下子就懂了，这男的定是喜欢赵真真，那要是他跟真真的事成了，若是把林之于从厂里踢出去，还不是真真一句话的事？舅舅真是太过分了，克扣姥姥的生活费就算了，就连手机话费也不帮忙充了。昨天我本来想打电话回来，竟然说停机了，他这是要活生生逼死姥姥吗？最近老刷视频都要把话费用光了，还好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领了3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而且3网都能充，每月能省下不少。领取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能随机领1到4元话费券，官方补贴，每月限领1次，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你舅舅真是越老越糊涂，分不清哪个对他才是真心实意的。林之于那个小贱蹄子才上到小学2年级，以后能有什么大出息？真真啊，你舅舅那个混蛋我是指望不上了，以后老了我只能指望你跟你姐姐了，你们可不能跟你舅舅似的不管我。老太太若是跟以前一样能拿出钱来，她倒还能静静想，如今穷得叮当响，还想指望着她跟姐姐养老，呵呵，她才没那么傻呢。姥姥，不是我不想养你，只是我刚上高3，而且家里不给钱，我也无法静心学习，明年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好大学呢。要是考得上，以后等我发达了定会好好孝顺你，可若是考不上，真真啊，姥姥的好孩子，我知道你聪明主意多，倒是快想个办法，我是真不想过这种日子了。真真，你必须想办法，尽快教训林之于。听说今晚林之于请全村的人吃饭，从镇上买了1头200斤的猪，要做什么烤肉吃。你也看到了我们吃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再这么下去，还不得让那个小蹄子给欺负死？是啊，林之于那小贱蹄子请全村的人吃烤肉，我不管，我也要吃肉，你们给我弄来，不让我吃肉我就绝食，我死给你们看。姥姥，我又没说不想办法，你别闹了，只要你听我的安排，我保证让你今天能吃上肉。他们两个真是一丁点用处都没有，若不是还要靠他们给生活费跟学费，赵真真一点都不想趟这浑水。真真，还是你好，你说让我怎么做我便怎么做，我都听你安排。你们两个太傻，一点心眼都没有。林之于挑拨你们跟我舅舅之间的关系，你们跟我舅舅大吵大闹瞎折腾，不正合林之于的心意吗？我舅舅那个人是个粗汉子，吃软不吃硬，你们越是强势他越是硬气，你们得弱小可怜才能激发起他的怜悯之心，也才能让他向着你们，所以要向他学会示弱，而不是跟他对着干，更不是每句话都上赶着呛他，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林老太太跟林芳平也不是不明白，只是他们享受惯了，已经习惯了对林建军吆五喝六，跟他示弱向他服软，那岂不是向林之于那个贱蹄子示弱服软？我们已经把你舅舅得罪透了，我们好话说尽，他也不肯把钱拿出来让我们自己管着，这次若是还装可怜博同情，他会信吗？
那是因为你们表现得太假，舅舅一眼便能看出来你们是装的。倘若想让舅舅相信，就必须得拿点真东西来。不过这得让姥姥受一点小委屈，姥姥愿意吗？事情走到今天这步，不怪林之瑜手段狠，多半怪他们自己太蠢。不过这两人蠢归蠢，到底是他的家人，赵真真肯定和他们站一条线上。妈，真真既然已经想到了好办法，那咱们就听她的呗。这辛苦日子你还没过够啊，再不想办法改变，以后咱们会一直过这种日子。我还好说，起码还年轻，身子骨也可以，还能熬上几年。你说的简单，事情没落到你身上，你当然感觉不到痛苦，不如由你替我受这一点点委屈如何？反正法子我是想了，你不同意便不同意，我跟我妈都不会勉强，大不了再熬上几年，等我姐结了婚，嫁进有钱有势的人家里，到时候再跟着她吃香喝辣过好日子。林老太太半分钟都不想等，恨不得立马就能过上好日子。我愿意，真真，你怎么说我便怎么做就是了。老天爷啊，我命怎么那么苦啊！早知道这样，老头子去的时候还不如把我一起带走呢。妈，你赶紧回家里去，莫要在这撒泼耍赖。各位邻居，我也不是非要跟林建军他们一块吃肉，他们吃肉给老婆子我一碗肉汤总行吧？给这壶菜稀水饭，我吃不好不说还吃不饱，这不是把我往死里逼呢？妈，你怎么能睁眼说瞎话呢？因为你没有牙齿，平常的菜炒了你也咬不动，所以只能把菜炒熟烂一些。还有，我跟你们吃的一样，吃完了在村里溜达了一圈，根本没往鱼鱼那边去，这点村里人都可以作证。我不管，不给我吃肉，我就在这坐着不起来。我不仅要吃肉，我还要住大房子。你闺女不是有钱了吗？让她给我在城里买个房子，要不把钱拿给我，我自己去买。总之，你若是要不来，我就亲自去跟她要。这不可能，我不会跟鱼鱼要一星半点的东西。你也别用这招威胁我，不想吃饭就别吃饭，不想回屋就别回屋，就在这坐着呗。好好好，既然你不肯顺老娘的心，那老娘也没活着的必要了。我这就陪你爸去，死了就痛快了，省得碍你眼。姥姥，你这是干什么？舅舅他是你亲儿子，鱼鱼是你亲孙女，你怎么能把他们两个往死里逼呢？我告诉你，你这么闹不仅让村里人看舅舅跟鱼鱼的笑话，我们也跟着丢人。你听我的，赶紧回屋去，别再闹了，也别再逼舅舅了。林老太太若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赵真真的计谋，就赵真真这个表现这番话，她几乎以为赵真真跟林向前是一伙的。赵真真，你可真是个小白眼狼，你怎么能向着你舅舅呢？这么多年，你忘了是谁给你钱供你读书了？当年若是没有我护着你们的话，你跟你姐姐还有你妈早就饿死了。你们姐妹两个还想上学读书？我呸！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果然外省是狗吃完就走，我咋就眼瞎了，被你这小蹄子骗得团团转？你别上我家带了，赶紧滚！不对，滚之前你得把这么多年我花在你身上的钱都赔给我，也不多，就3000块钱吧。林芳平也从屋里出来，抬手就给了赵真真一巴掌。你这孩子怎么跟你姥姥说话呢？若是没有你姥姥能有我吗？没有我能有你。你姥姥她这么多年养你不容易，你怎么能不向着她？这不是不孝顺吗？我没忘，这么多年是我舅舅供的我们姐妹俩，我以后出息了定会好好报答我舅舅。而且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是这么说。反正一句话，姥姥你不想逼死全家人的话，就别再撒泼打滚耍赖了。你这个臭孩子，你怎么跟你姥姥说话的？你……林芳平扬起手又要再来一巴掌。够了，真真是你亲闺女，你也下得去手，再打她一下，咱们就都别活了，一起去死。林芳平委委屈屈的扭过头去不说话。打赵真真她是真心疼，但为了达到目的，再心疼也得忍着。然而很快，消息也传到了林家这里。妈，怎么了？林老太太又作妖，你是不是觉得心烦？我倒不是为了这个心烦，她作妖又不是1天2天了，每次占便宜无非就是1哭2闹3上吊那一套，作妖也做不出花样来。我是担心赵心儿跟赵真真两个打你的主意，你上了当吃了亏。你别看他们说话好听，可实际上他们没什么好意，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就跟披着羊皮的狼一样。妈，这话怎么说？怎么说呢？赵心儿跟赵真真姐妹两个以前好听的话没少说，但每次说完也没少的好处。老太太跟林芳平作妖折腾要不出来的东西，这姐妹俩一出马，在你爸跟前说说软话，你爸便松口了。就算他们想要天上的星星，他都绞尽脑汁想办法给弄来。放心吧，他们不过是捏准了我爸吃软不吃硬的性子，我可不像我爸。他现在都有点可怜林建军，半辈子劳劳碌碌，吃不敢吃喝不敢喝，委屈了自己媳妇跟孩子，到头来全给别人做了嫁衣。